他刚穿越就遇上大型扎心现场，一个悬崖，两个绑匪和对面那个原主的心上人。二皇子殿下，左边是您最爱的苏小姐，右边是最爱您的傅小姐，还请选一个吧。一片白光闪过，文嫣刚从穿越带来的晕眩中睁开眼，就听到这样的神发言。这绑匪还挺有礼貌，居然知道用镜子，就是脑子好像有点问题。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吗？也不知道那个傅大小姐是谁，还挺惨的。哼，明知故问，傅文嫣这样粗鄙的武将之女，你觉得本殿会多看她一眼？听到了吗，傅小姐？要不你求我，我收了你如何？文嫣怔了一瞬，棍子参差不齐的切面戳得她一阵肉疼。不过很快她也反应过来，卧槽，感情这修罗场里的傅大小姐就是我自己啊！那是不是代表自己终于转换到温恒小天使所在的位面了？对于时常穿越到各个时空去完成任务的天选打工人，终于穿到自己最喜欢角色的位面里，文嫣的眼睛肉眼可见的亮了起来。刚整理完数据的筒子看着自家花痴的宿主，只好无奈的提醒：宿主，你现在被挂在悬崖上，犯花痴也挑个时间好吗？放心吧，就算为了我的温恒小天使，我也不会死在这里的。你此刻所占用的身份是这本古言虐文小说里的炮灰女配傅文嫣，女15岁，将军府嫡女，失恋男主温庭琛多年，也令男主厌恶多年，如今早已成为全京城人的笑柄。而今日就是傅文嫣心灰意冷后坠入悬崖，最后一命呜呼的日子。我呸！就眼前这狗东西，原主真是瞎了眼，哪有我们温恒小天使招人爱？对上傅文嫣嫌弃的视线，温庭琛难得有些心虚的移开了眼。放了苏小姐，你要的金子我已经准备好了。卧槽，狗东西果真就是狗东西！见温庭琛果然如书中所写，选了苏晨瑜，傅文嫣赶紧调换脑袋对着绑匪。那个大哥，你们再考虑考虑，我要掉下去肯定会死的，上天有好生之。话还没说完，绑匪就一把将他推了下去。我累了个豆，咋这么没有人权？在落下悬崖那一瞬间，文嫣突然看到苏晨瑜眼里的得意，突然就明白了，原来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他。还好悬崖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在筒子发发的帮助下，文嫣很快爬到了岸边。看着自己这一身狼狈的模样，傅文嫣简直气笑了。发发，我觉得咱们穿越这么多回，这是我最悲催的一次。也不见得，宿主，如果我没感知错的话，你的小天使过来了。什么？我家温恒？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你的小天使还有30秒到达战场。小七原本正和自家世子查看这几日河水上涨的情况，却突然看到一个水鬼一样的东西从河里爬了上来。世子，您别过去。没想到话音刚落，主子就越过他，快速朝前走去。等他回过神来，温让慈已经走到了那水鬼的身边。水鬼，放开我家世子！你说我是水鬼？看到对方的长相后，小七更是重重的点头。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被文嫣红的充血的眼睛一瞪，小七顿时打了个冷战，畏惧的往温让慈身后躲了躲。世子，这女鬼太可怕了，咱们快走吧。好吧，已经从水鬼进化到女鬼了，文嫣气得直磨牙。这位姑娘并非水鬼，应当只是不小心落了水。说话间，温让慈已经礼貌地背对身去，拉开了和文嫣之间的距离。当了好一会的水鬼，突然又变成人了。文嫣心里正感动，刚想夸对方一句有眼光，忽然想到发发刚才的提醒，顿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温恒，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这么倒霉吧？敢问姑娘，可是认识在下？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会在这么狼狈的时候碰上我的小天使？都别活了，毁灭吧！还好温恒一直礼貌地背对着自己，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于是也顾不上什么形象礼节，提着裙角一溜烟地往回城的方向跑去。就在主仆望着那个惊慌又狼狈的背影，一脸茫然之时，只见不远处一匹马队正快速驶来，又将将停在了刚刚跑了没2步的姑娘面前。为首的正是当朝大皇子温庭浩。嫣儿妹妹，你怎的弄成这副模样？努力想隐藏自己身份，赶紧逃走的傅文嫣。温庭浩应当还有别的嫣儿妹妹吧？没啥事，就是挺想死的，真的。感受到了身后那道惊诧的视线，傅文嫣挤出一抹惨笑。表哥，您来的真巧。说完话便直接倒在了温庭浩的怀里。此时不晕，更待何时？嫣儿，你怎么样啊？别吓娘啊！老子去将温庭琛那小子抓过来，给你赔罪好不好？我的小祖宗，你到底哪里不舒服？你给爹说一声啊！看看呆呆的闺女，傅战成一生征战沙场，还从没像此刻这般无助。傅文嫣却在听到这话后，麻木的神情终于有了变化。对，就该把温庭琛抓来打死。若不是他，自己也不会被温恒看到这般狼狈的模样。只要你好好的，爹现在就去将二皇子抓来陪你，好不好？谁知傅文嫣嗷一嗓子就哭了出来，靠在自家老爹的怀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憋屈啊！传说第一天就在心心念念的人面前出了那么一大个丑，这辈子还怎么见他？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别哭了，爹这就去给你抓人。傅战成说着就要起身，袖子却被傅文嫣抓着。
他疑惑地回头，便见自家乖闺女正用她的朝服擦了一把眼泪，还准备用来擦鼻涕，赶紧上手将人拦住。小祖宗，这可是朝服，用来擦鼻涕是大不敬，改天爹重新换件衣服给你擦，好不好？那爹要去哪？感情刚才保证了那么多，自家大宝啥也没听见，那要是没听到的话，可以反悔吗？回头看见自家闺女正一脸冒星星地盯着自己，老父亲无奈叹口气：“爹去给你一把。”爹要给我请温让慈当教书先生，是吗？傅占成没说出口的话就这样堵在了喉咙。啥？温让慈和他有毛关系？温让慈是福远王府的世子，长得好看，品性温和，只是自家闺女以前不是对他不屑一顾吗？今儿个怎么又要他当教书先生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家大宝没想去找温庭琛。想到这里，傅占成赶紧顺着傅文嫣的话道：“对，爹就是要去给你请温世子当教书先生。”谢谢爹，爹爹最好了。爹的乖，大宝也好。就在傅占成还沉浸在这一声爹爹最好的彩虹屁里，全身舒坦之时，却看到自家夫人一脸神情严肃地看着他，很快便意识到不对，不禁眼神莫名地凌厉了几分。我家大宝可从来不跟我撒娇，该不会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吧？妍妍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掉进池塘里，是谁把你救上来的？爹，我没被鬼上身，还有小时候掉进池塘里没人救上来，我是自己扑腾到池边才没被淹死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娘的厢房里。那个，好了，爹知道了。生怕自家乖女儿抖落出什么不该说的，傅占成赶紧打断他的话，确定眼前的人是自己的女儿没错了，又被夫妻俩关怀了好一阵，傅文嫣这才终于可以歇口气。发发，你觉得文恒小天使认出我了吗？温庭浩那么大的声音，除非温让慈聋了，否则绝不会听不到。没关系的，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过了今天，我依然还是那个文明统字界的第一美女。对了，这本书你不会还给我派什么任务吧？我告诉你，我是来养老的，不许给我整什么幺蛾子。宿主，要整幺蛾子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好吧？你想改变原书的结局，自然会和原书的男女主对上，到时候有你麻烦的。听到这话，傅文嫣冷哼了一声，倒也没反驳。她之所以选择这个位面养老，一是因为这个位面有温让慈这个人的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温庭琛这个男主登基之后越发的昏庸无道，害得百姓民不聊生，所以系统才派穆文嫣来改变原本的剧情。世人皆知，将军府大小姐痴恋二殿下，不惜为他倾尽一切，无怨无悔。然而一朝坠崖，傅文嫣仿佛被人换了个心思，不仅对自己跪舔多年的那个人视若无睹，甚至还缠着老爹为他请福远世子做教书先生。只因这一事，他是为他而来。那个，听说温世子才行出众，不如来我家做个先生可好？我没听错吧？傅老贼居然让温世子去教他家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女儿，是他疯了，还是我的耳朵疯了？大将军说笑了，我的女儿很乖巧的，想必温世子也有所耳闻，来我家当先生必然不会委屈了世子。此话一出，温让慈诡异的沉默了一瞬，的确是有所耳闻。傅文嫣回京这2年可是做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在温庭琛面前，她就是一朵娇弱可爱的小白花，背着温庭琛却是一朵不折不扣的霸王花。凡是对温庭琛有意思的姑娘抓，无论苏家的苏晨宇有2皇子护之外，谁没被他揍过？想到他做的那些荒唐事，温让慈都觉得骇人听闻。晚辈朝中事务还未解决，就不耽误大将军时间了。晚辈告辞。哎，臭小子，跑这么快干嘛？我家妍妍最多晚烈了点，又不是会吃人。大将军与其给傅小姐找老师，还不如给她找门好亲事，说不定成亲以后就转了性子，不再那么荒唐。喂，你个老东西，老子的家事轮得到你管？所以爹爹，你直接就找温世子说让他来给我当先生的事，没有贬一贬我，再夸一夸他。胡说什么？我闺女多优秀，哪里有需要贬的缺点？终于知道原主为何被人骂成那样，还锲而不舍地追在温庭琛身后了。有这样无脑吹的爹娘，换作是我也肯定自信无比。您不愧是我亲爹，请师傅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既然要请人家当自己的老师，那定然是要先送礼的。书里温让慈爱好练字，那么送笔墨纸砚定然能合他心意。傅小姐，您又来给二殿下选东西呢？不是，这店小二有病吧？哪里看出来我是给温庭琛买东西了？哈哈，二殿下是谁？啥情况？以往这个傅大小姐但凡出现在这条街，肯定都是为了给二殿下买东西啊！记住，我不认识什么二殿下，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他，脏耳朵。呵，小的知道了。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墨都拿出来吧，我挑一挑。好嘞，您稍等片刻。等待期间，门口突然传来动静，傅文嫣一回头就看到如墨玉般温润的温恒，两人皆是一脸错愕。就当傅文嫣在想要不要先离开之时，恰巧小二捧着一堆货品跑了回来。温恒见此点头微笑了下，便走进旁边的雅间，
傅小姐，你要的东西都拿来了。这些东西我瞧不上，你拿走吧。这些都是京都最好的墨锭呢。这些墨很好，但配不上我想赠墨之人。听闻此话，雅间内的温让慈不禁一愣，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书。傅文嫣，这锭鎏金刻竹的墨我挺喜欢的。不是吧？这么倒霉，遇到温恒小天使的同时，还能遇到温庭琛那瞎眼的玩意。二殿下，您仔细看看，您还喜欢哪锭？这些都是本店顶尖的墨，只要温庭琛说喜欢，想必傅小姐全部都会买下来。那今日自己岂不是立大功了？不用看了，我说的那块就很好，我就知道，就在那天在悬崖边没有选择傅文嫣，过后他还不是会巴巴的捧着好东西过来讨好。然而等了一会，早该凑过来贴着他的人却没有反应，而是一脸认真地盯着屋子里看。我家小天使看书的样子也太帅了吧！傅文嫣被打扰了欣赏美色的某人，顿时暴躁。有事？我说这鎏金刻竹纹的墨锭不错，所以呢？难道你来看墨不是为了给二殿下买的？他配吗？怎么离了本小姐，二殿下连地墨都买不起了，还想让我替你开钱啊？以往傅文嫣连违背二殿下的意思都不敢，今天居然敢和他这样说话，这是不舔了。应该是爱而不得，慌了。没想到傅文嫣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温庭琛愣了一下，随即脸色直接黑了下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本小姐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二殿下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真以为我的便宜那么好占？放肆！本店乃是皇子，你此语乃是大不敬。既然傅小姐不懂规矩，那本店便让人好好教教傅小姐。来人，给我把傅文嫣带。二皇帝倒是脾气越发见长，如今都懂得用身份来压人了。一道醇厚的声音传来，强势的打断温庭琛还没说完的话。待看清来人长相时，温庭琛也是瞬间变了脸。见过大殿下。表哥，你怎么也在这里？不必多礼。二皇帝，然而不是你想处罚就处罚的普通女子，她的父亲是硕国的兵马大将军，姑姑是当今皇后，就算她做错了事，也有父皇母后他们做长辈的去教训，最不济也有我这个皇长子替她兜着。温庭浩对傅文嫣的偏袒在温庭琛的意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他的这位大哥一向是腹黑孤傲的，从未真的将谁放在眼里过，唯独被他看着长大的表妹，被他一直放在了心尖上，宠得没边。只是没想到他在外人面前如此毫无理由的偏袒傅文嫣。不过在温庭琛眼里，也总算找到了温庭浩的弱点。大皇兄教训的是，今日是皇帝逾矩，还请傅小姐莫要介怀。若我说我非要介怀呢？那傅小姐想要本店如何致歉？二殿下说我刚才那番话造次了，那想必你是觉得你并非那般下贱之人。既然如此，这2年间我送殿下的东西便都折合金还于本小姐吧，这样倒也能全了殿下的名声。不是喜欢装清高吗？那就让他装个够。原主这些年送给温庭琛的东西，粗了一算也有千金之数。凭温庭琛一个母家背景浅薄的皇子，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还。又是欲擒故纵这样的方式，之前傅文嫣可没少用过。折合金银之物大概有多少？1300两黄金。这傅小姐还真是有钱，随便送礼物竟然都有1300多两黄金，实在是恐怖如斯。难怪二殿下明明不喜欢他，却能容忍他随时跟在身侧，原来目的在此啊！穆文嫣的，我所赠之物家中皆有一本账本记录在册，想必二殿下不会赖账吧？温庭琛再次被一句话堵得一口气上不来也下不去，顿时再度黑脸。不会便好，若无其他事，二殿下请便。说完便拽着温庭浩往温让慈的包间里走去。经过大半天的软磨硬泡，温让慈还是没有答应做他的教书先生，不过却答应可以送他自己的字帖给他练字。回府的马车上，傅文嫣撑着脑袋欣赏着眼前繁华的街景，唇角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不知道温恒小天使如果知道自己来自异世界，会不会被吓到啊？被吓哭的话，一定很可爱吧？听到自家宿主心声的发发无奈翻了个白眼。宿主，你是美女不是变态。我记得之前在其他位面得到过一块500年老松树所制作的灰墨，给我。一听这话，发发赶紧捂住自己的荷包。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好的墨锭，拿出去不合适吧？别墨迹，我家温恒就是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发发还是心疼的将东西送到傅文嫣手里。为了讨好男人，连我这个小可爱都不在乎了。哎，男人真是祸水。小姐，二殿下让人送了东西过来，说一定要亲自送到你的手里。应当是送了金子过来，1300两黄金，你让爹爹去点点就行，别吵我睡觉。当红英把话传到时，二皇子府的管家当即脸色便黑了2分。这傅文嫣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对自己都巴结得紧，现在却连面都不露，难不成当真不再爱慕殿下了？可是他若是不松口，1300两黄金，二皇子府哪里一下拿得出来？红英姑娘，我家殿下说了，东西必须亲自交到傅小姐手里，
还望你再次通传，免得耽误了二殿下的正事。正事，抱歉，在大将军府我家小姐的事才是正事。现在小姐还没睡醒，天王老子来了都得等着。以前小姐爱慕二皇子，他就是天上的星星月亮。现在小姐好不容易迷途知返，二皇子，呸，地上的大泥巴都比他强。管家怒不可遏，可这是二皇子的吩咐，自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也只好忍着。既然如此，小人便等傅小姐睡醒。奴请自便。后营姑娘，这位是福原王府的小厮，说是奉温世子的命给小姐送书过来。红英本来都准备走了，听到温世子3个字又停了下来。哎呀，是温世子身边的人啊！您快进前厅喝茶，稍等片刻，奴婢这就去请我家小姐。大将军府的教养就是好，我一个小跟班都能被如此看重。福远王府的人什么时候和大将军府的小姐走得这般近了？只是应付大将军所托，给傅小姐送些书籍字帖。傅文言那个大字不识的废物，难不成以为自己现在学习就能讨得殿下的欢心呢？当真是天真。咦，来送书的是你啊？您是？这位便是我大将军府的小姐，她就是傅小姐。这姑娘仪态端庄，笑容毅力，和那日女鬼模样的人根本就是天壤之别。这真的是一个人吗？温世子可来了。小七还没从傅文嫣这张脸带来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听到他问问题，便下意识地回答：世子爷要去城外游湖，马车就在将军府外。这样啊，多谢。谢什么？等等，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完了完了，世子要是知道我暴露了他的行踪，这王府就不用回了。思及至此，小七也赶紧追了出去，独自被留在厅里的二皇子府管家一脸的土色。今日这傅文嫣可是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他啥时候瞎的？在古代，女子的名节大过生命，她却每日趁天黑都偷偷爬墙去看男人，不仅将男人的喜好都一一记录在册，甚至连行踪都了如指掌。听闻温世子要去郊游，那想必应当不介意多带一人的，对吧？傅小姐，男女授受不亲，这样于理不合。温让子，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傅小姐不必妄自菲薄。不讨厌，那就是喜欢了。宿主请进食。温让慈被他的大胆言辞震惊，一时间有些错愕。后进傅文嫣软磨硬泡下，也只好答应带他一同出行。没想到快要到碧波湖畔之时，马车却剧烈晃动了一下，猛然停住。小七，发生了什么？回世子，是二殿下和苏府的小姐想要借马车一用。此时苏晨瑜正一脸柔弱地靠在温庭琛的怀里。原本今日和温庭琛出来游玩，结果意外被蛇咬伤，马儿被惊之后不知去向。无奈之下，温庭琛才想着拦过路的马车一用。只是没想到，原本福远王府的马车上出来的人竟然会是傅文嫣。傅文嫣，你为何会和福远王府的人在一起？关你屁事哟！这年头的小蛇也喜欢砍猪蹄了呀，就是不知道这又老又硬的猪蹄硌不硌呀？京都谁人不知苏晨瑜如今已经年近20，是京都出了名的老姑娘。傅文嫣话里的讽刺意味已经不能再明显。傅小姐，我知你心仪二殿下，但感情之事并非你我所控，你又何必如此针对于我？怎么，本小姐说猪蹄怎么就针对你了？莫非苏小姐以为你那双腿配和猪蹄作比啊？穆文嫣，殿下，您不用管臣女了，既然傅小姐在这，您便去陪她吧。哼，她也配？傅文嫣，赶紧把马车让出来！你说的这番话，本殿可以不和你计较。哼，小七，驾车。可二殿下和苏小姐还在前面，这两人不让路，我总不能直接上去把人撞死吧？傅小姐，你先下马车去。危险！他就站在马车前室上喊打喊杀，温让慈都怕他一激动就掉了下去。等傅文嫣提着裙角踏下马车，温让慈这才有空间从马车里出来。见过二殿下。温世子不必多礼。温庭琛见他出面，便知道今日这马车自己是势在必得了。人命关天，还望世子今日答应了傅小姐带他采风游湖，傅小姐娇弱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还望二殿下包涵。闻言，傅文嫣惊讶的抬眸看向他，以为他会答应的。可是他拒绝了。怎么办？更喜欢我家温恒小天使了呢？温庭琛也同样一脸震惊温让慈的拒绝，尤其是他看到了傅文嫣看温让慈的那个爱慕眼神，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莫名的不舒服。这样的眼神，从前他只会在看自己的时候才会流露，不就是在悬崖边没选择他吗？这傅文嫣到底要闹哪样？温世子，人命关天！哎呦，温世子，我头好晕，再不赶紧去碧波湖边，恐怕就要晕死过去了。人命关天，可耽误不得。温让慈看着他演戏，舒耳轻笑。先上马车休息片刻，碧波湖很快就到。傅小姐不舒服，耽误不得，绕过去吧。我乐可道，绕那可是二皇子，我咋感觉世子被傅文嫣带坏了？随着马车绕开他们逐渐驶远，徒留一脸黑线的二人。温世子，你可会觉得我草菅人命，蛇蝎心肠？那傅小姐是这样的人吗？世人眼中我便是那样的人，不是吗？世人如何，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而且咬伤苏小姐的蛇并无毒。哦，你如何知道那是无毒？在下并不知，只是觉得傅小姐良善，并非草菅人命者。此话一出，孔子发发已经在傅文嫣的脑海里炸开了。
宿主，你看上温让子是因为他眼瞎吧？良善爱，他怎么能将这个词浪费在你身上？不是的，我就是世人眼中那样的人。不过温世子若是喜欢良善的女子，本小姐也可以温柔善良。傅小姐，自重。那是温世子嘛，整得这般狼狈，像是被鬼追了似的。确实是有点像，温世子还从未在人前这般慌乱。原是大皇子今日在此宴请众人吟诗作对，没想到温让慈不仅姗姗来迟，下马车时还是一副被鬼撵了的狼狈模样。温庭浩也不禁有些好奇，直到傅文嫣款款走出马车后，才恍然大悟。女子明媚大方的笑比这6月里含苞待放的荷花还要俏皮动人。温庭浩身边的青年才俊皆是齐齐一愣，随后眼中溢出惊艳之色。这是谁家的小姐？好美！京都何时有这般容色的美人了？是她，傅文嫣。没想到此生还能再见到这样明艳的她。见过大殿下。阿豪，这小祖宗怎么和你一起来了？顺路而已。温庭浩笑着摇摇头，看破不说破。我还以为今日是温世子一人来游湖，没想到居然是表哥带着人在这享乐，也不带上我，所以爱是会消失的，对吗？听到他这般大胆不知羞的话，在场的人吸了一口冷气。我聋了，我也聋了，同聋。好好说话，姑娘家家的，以后嫁不出去可别怪我。亭子里今日恰好有你喜欢的茉莉花茶，要尝尝吗？好啊。见傅文嫣走远，温庭浩回头对着温让慈一脸认真道：比起老二，我更喜欢你。若是嫣儿喜欢的人换成了你，我只会乐见其成。所以阿恒，若是你也为嫣儿心动，便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可若是你不喜欢她，便离她远点。这丫头固执的很，本店不想她再为男女之情伤神第二次。温恒，明白。傅小姐，在下忠永王之子束修。我知道你表哥的至交好友不多，你算其一。束修眼睛亮了一下，没想到以前眼中只容得下温庭琛一人的女子，竟然也知道自己。若是觉得无聊的话，我可以带你去骑马。傅文嫣闻此心中一动，但很快就摇头拒绝了。算了，昨夜没睡好，今日困得很，没什么精神。若是改日你想骑马，我必定相陪。不远处的女眷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变化，丞相府的千金江秀满脸鄙夷，当真是个狐媚子，不勾引男人她会死吗？像她这种到第二殿下都没人要的女子，以后也不知道要落在哪家府上去。还好我府中没有适龄的男子，否则娶了她入府，岂不是倒了8辈子血霉？离得不远，他们的话自然一字不差地传到傅文嫣耳中。郭在啊，你敢打我？打就打了，你能奈我何？知道得到你们是京都的名门贵女，不知道还以为你们是成了京的乌鸦。傅文嫣，你疯了！我爹可是当朝丞相。你是要和我拼家世吗？我姑姑是当今皇后，皇长子是我表兄，我爹是统领硕果80万兵马的兵马大将军。亲家是拼后台，你们拿什么跟我比？今日本小姐是如何嚣张跋扈的，各位最好给我记牢了，顺便再去你们各自的圈子里好好宣传一番，否则下次再有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班的不字，这就是下场。只见他手一挥，一旁木桶粗的柳树直接被一只筷子拦腰折断，倒在地上激起一阵尘土。江秀身子一颤，踉跄着退了2步，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其他几人捂着嘴惊呼出声，却又不敢真的叫出声音来。我以后不会再说你的坏话了。今日之事，我也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我也是，这样才对嘛。傅文嫣此刻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恶魔，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解决完这些被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傅文嫣正要转身离开，却突然看到温让慈那复杂的眼神，她唇角的笑有一瞬的凝滞。我操，刚才太残暴，不会吓到嘉文恒小天使的。宿主，你现在才想起来这件事，不觉得太晚了吗？不晚，反正我也从未想隐藏真实的自己，那样多没意思。穆文嫣很清楚，温恒总有一天会发现她不是真的傅文嫣，演得了一时却演不了一世。表哥，我累了，先回去了。我送你回去。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好。说罢刚要离开，目光落在站在最后面的温让慈身上，眸光深了一瞬，勾唇又道：既然表哥你们在这是为了吟诗作对的，那我便也抄一首诗凑个热闹。抄什么诗？你这丫头可别拿舅舅那些诗来哄人。谁人不知幕府大小姐从小在边陲长大，目不识丁。温庭浩并不想让自家表妹在人前丢人，傅文嫣却淡笑不语，直接走到桌前抽出一张宣纸，洋洋洒洒的写了一通。众人都还未反应过来，他已经转身离开，动作潇洒，毫无留恋。这丫头总是风风火火的。温庭浩摇头浅笑，说完又朝着桌案走去。他也很好奇这位小祖宗留下了什么好诗。此时桌边的人纷纷神色沉重地看着纸上的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赐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温庭浩吐出一口气，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边境待的那几年眼前的惨象。这当真是傅小姐所作？围在桌案前的人惊疑不定地回头看向傅文嫣离开的方向。傅小姐不愧为将门虎女。此事一出，傅文嫣不会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无知蠢货。嫣儿终究还是长大了。小姐，二殿下来府上了，老爷问你要不要出去见见。他来做什么？青叔，让你们抓的人抓到了吗？话音刚落，一抹身影从暗处闪出，
单膝跪在傅文嫣面前。辉小姐，早上已经将人带回刑部大牢了。好，我倒想看看，当温庭琛知道他爱的是个蛇蝎心肠的人后，会是什么表情？被除掉身份样貌都比自己强1万倍的情敌，他不仅屡次设计，让心上人对他厌恶万分，甚至不惜买凶故人，将女人推下悬崖。只是没想到女人不仅大难不死，还仿佛被人换了心思，甚至伸出手来向渣男讨要自己多年来所赠之物。只因这一事，他携系统带使命而来。小姐，二殿下来府上了，老爷问你要不要出去见见。他来了也好，青叔，带上我要你准备的东西，咱们去会会这位二殿下。前厅内，当温庭琛看着眼前傅文嫣出现后，也是眼睛一亮，随后又讥讽地勾起唇角。这么快便来了，还不是为了讨我欢心？但不得不承认，傅文嫣这张脸不折腾的时候的确很美。哎，看来我家闺女到底还是忘不了那狗东西。傅文嫣见众人神色不一，也自知他们都想多了，便不急不慢道：“二殿下是准备好那1300两黄金了吗？”语气冷淡，内容直白，丝毫没给温庭琛半点面子。一旁傅占成却猛地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刚才这话是自家闺女说出来的，但只愣了一瞬，就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也许，可能，或许，丫这次是真的不再痴恋二殿下了吧？温庭琛闻言也是一顿，错愕地看向傅文嫣：“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的东西我会筹备好送到你手中。今日来是想邀你去茶楼小坐的。”呵，二殿下，您没钱还我，却有钱去茶楼挥霍，真是君子品性，让人望而生畏呢。这孩子望而生畏是这么用的吗？平时让他多读书他不读，这会子骂人的用词儿都用不对。正当傅占成想要不要去给自家闺女请个教书先生之时，傅文嫣的声音却再次传来：“那日绑架我和苏小姐的绑匪经抓到了，青云，把刑部的认罪书拿出来，给这狗东西看看，他想方设法护着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傅文嫣，你……哎呦，狗东西这词用得好，不愧是老子亲闺女。正当傅占成悄悄打消在请教书先生之事之时，却又听傅文嫣悠悠道：“算了，青叔，还是直接告诉刑部的人这件事按说国律法办吧，以免有人暗通款曲。”还是请个教书先生吧。是，小姐。闻言，青叔转身便要离开，却被温庭琛一把拦住。傅文嫣，你到底想做什么？你若没瞎就自己看。温庭琛，你真以为你爱的是什么宝贝不成？说罢，便扬起手中的供词朝温庭琛脑袋上砸去。拓印的纸张洋洋洒洒地落在温庭琛面前。温庭琛一低头就将纸上的内容看了个一清二楚，更何况这些绑匪手里还有苏府留下的信物。温庭琛的眼神有一瞬的凝滞，白纸黑字，还有绑匪的签字画押，此事多半做不得假。可是陈瑜那般善良，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看着他明明灭灭的表情变化，傅文嫣只觉心中舒坦至极。你眼中乖巧的小白兔，居然是一只砍人骨头的恶狼，这种感觉怎么样？若要压下此事，你想我怎样？不管此事是不是苏晨瑜所为，他必须在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之前压下去，否则苏晨瑜就真的完了。这块血我很喜欢，你将它还给我，这件事我可以不捅出去，如何？闻言，温庭琛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血玉。这玉佩是傅文嫣之前送的，如今他竟是要拿回去吗？怎么舍不得？还是说二殿下表面上对我爱搭不理，实则内心对我一往情深？谁稀罕你的东西，还你就是。小心着点，要是摔坏了我和你没完。这可是能调动天下第一杀手组织浮游的信物，要真是摔坏了，我找谁哭去？没想到在拿到玉佩的瞬间，傅文嫣脑海中出现一道冰冷的提示音：男主气运已转移20%，请宿主再接再厉。筒子发发此刻也兴奋地在傅文嫣脑海里蹦跶。宿主，我太爱你了，连转移男主气运这件事你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你果然是我无往不利的大杀器。东西已经给你了，还望你放过陈瑜。自然没问题，还有欠我的黄金3日之后我要看到，否则别怪我不给你脸面。说罢便转身离开，毫无留恋。而温庭琛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眼中却是一片墨色。以往都是傅文嫣目送自己离开，只要自己回头，他就一脸满足的傻笑，对着自己挥手。这还是头一次，自己看着他头也不回的走远。思及至此，温庭琛也不知为何，心底像是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傅占成看了看脸色铁青的温庭琛，又看看自家闺女潇洒离开的背影，心底暗爽，但还是怕温庭琛被傅文嫣气死在自己府里，又不情不愿的挪不上前。二殿下可有不舒服？臣府中有大夫。不必，今日本殿还有其他事要处理，改日再来将军府拜访。温庭琛刚走不久后，傅文嫣便轻车熟路地找到温让慈所在的茶楼。温世子，一天没见，想我了没？没想到傅文嫣说话竟然如此大胆，温让慈只觉耳垂一阵发烫。傅小姐自重。好吧，之前你送我书，这是回礼。说罢，便拿出一个精致的檀木盒子，递到温让慈面前。直到看到盒子里规规整整躺着那锭500年的老灰墨时，温让慈眼中闪过惊讶。傅小姐，这太贵重了，我那些书本并不值钱，傅小姐不必还礼。温恒，我猜这2锭墨一定是合你心意的，不要拒绝好不好？喜欢吗？
确实是喜欢的，只是这种有价无市的东西，实乃千金难求。温让慈深思许久，却还是将盒子推回到傅文嫣面前。无功不受禄，傅小姐的心意我心领了。温世子可还记得那日在河边见到我时的狼狈？温让慈眸光闪烁，君子不接人短，他全当自己已经忘了。那日若非见到你，我原本是打算溺死在那河中的，是你救了我。温恒，救命之恩必当重谢，还是你认为本小姐的命不及这定墨珍贵？温让慈初时只是羡慕温庭琛，如今却有些心疼眼前的人。若非伤心到极点，他又怎会想一死了之？再次沉默半晌后，终于还是看不得傅文嫣的落寞神情，伸手将盒子接过。那就多谢傅小姐美意了，傅小姐很好，值得最好的男子相陪。傅文嫣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一下午的时间，两人都待在一起。见温让慈看书，傅文嫣也并未打扰，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却在不知不觉中枕在桌案上睡了过去。小姑娘安然的睡姿显得格外的乖巧甜美，温让慈不知不觉中便看呆了。直到傅文嫣悠悠转醒，温让慈才慌乱地移开视线。抱歉，不小心睡着了。温世子一直看书到现在啊。宿主，我要举报，你睡着的时候，温让慈根本没看书。没看书，那他在干嘛？他在看你，你睡了多久，他看了多久，视线都没移开过。若非温让慈除了看傅文嫣之外没做其他事，发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对傅文嫣有非分之想了。温世子，今日多谢你陪我，我先走了，改日再见。温让慈刚想说自己送他回去，但是想到傅文嫣的身份，却还是觉得不妥。傅文嫣该是自由的、肆意的，她不该成为男人权势里牺牲的公主。自家这种情况对她来说只会是束缚。我让人送你回大将军府。傅文嫣在听到他说让人送自己回去之后，眼中也是一片黯然。不必劳烦温世子，我自己回去即可。见傅文嫣转身离开的背影，温让慈嘴唇动了动，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明知不可为，又何必误家人？回府后的傅文嫣心情很是烦闷，于是，在给发发灌了半坛酒后，自己也喝了不少。深夜，刚刚清醒的发发便见傅文嫣一路跌跌撞撞地朝着福远王府走去，顿时脑袋都快气炸了。文嫣，你只是魂穿，怎么连九品差这点都能一起带过来？你现在要去哪？你不会要去福远王府吧？你不怕吓到你的温恒小天使？切，别吵！傅文嫣，哎呦，胆肥了啊！敢直呼你家宿主大名，信不信我把你全身的毛都拔光？想到刚开始跟傅文嫣这个小恶魔的那2年，经常秃毛被其他童子笑惨了的发发，顿时没了声响。你就去吧，第2天醒酒可别怪我没拦着你，毁了你在温恒小天使心中的形象。还没等发发说完，傅文嫣已经顺着福远王府的墙角翻了进去。这个女人明明是京都第1美人，却每天浓妆艳抹，把自己画得跟鬼一样，只因她有个好闺蜜。世上舒服的夏小姐真是越来越美了哈。那还不得看看跟谁比？有傅文嫣这张鬼脸在旁边，是头母猪也会显得眉清目秀。小姐，夏小姐府上送来了请帖，邀你晚间去雅阁一聚。此时发发正在给傅文嫣讲述她昨晚翻福远王府的墙，又被温恒送回来的事。傅文嫣还在崩溃的头疼中，便接到夏安梦的邀请。作为原主的闺中密友，原主痴恋顾廷琛多年，可有她的一份功劳。每次傅文嫣想放弃的时候，都是她这位好姐妹在一旁给她画大饼，让她甘之如饴的付出。可实际上，姐妹情深是假，为温庭琛留住傅文嫣这个将军府独女和她身后的势力才是真。哦，穿越过矮光记的收拾温庭琛和苏晨瑜这对狗男女，倒是把这瓶小绿茶给忘了。告诉夏府的人，就说我会准时过去。嫣儿妹妹，你终于来了。傅文嫣抬头打量着雅间里的人，都是京都各大世家贵族的女子，只是除了嫡女之外，还有些得宠的庶女也在。嫣儿妹妹，听说二殿下最近和苏家那个小贱人走得极近，当真是半点都不把你放在眼里呢？这话说的绵里带真，温庭琛若是把他放在眼里，怎会在生死之际选择苏晨瑜而非他傅文嫣？见傅文嫣一副并无接话的打算，夏安梦似乎有些不满。你不生气吗？二殿下想选择谁是他的自由，和我没关系。再说了，一个没有母族可以仗的皇子而已，你们以为我真的能看得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毕竟傅文嫣跪舔二皇子多年，没人想到他的答案会是这样。傅文嫣，你放肆！一声厉喝突然传来，众人皆是一愣，没想到二皇子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二殿下，嫣儿妹妹不知您在这里，那番话也是有口无心，不用你替本小姐解释。傅文嫣抬眸，眼神比温庭琛的还可怕。夏安梦不由后退2步。二殿下来喝花酒还不忘带着苏小姐，不知道还以为苏小姐是这雅阁的继子呢。门外的苏晨瑜刹那间便白了脸，温庭琛也顿时暴怒，顺手抓起桌上的茶杯便朝着傅文嫣的脸泼去。傅文嫣虽然迅速避开，可屋内毕竟空间有限，这茶虽然没落在脸上，身上的衣服却还是不可避免的湿了大片。温庭琛，本小姐是不是给你脸了？温庭琛却在对上他冷漠的眼神后，一时间有些呆愣。从前他看自己的眼神从来都是毫不遮掩的欢喜，可现在他的眼里再无半点温情，难道真的不再心悦自己了吗？
一瞬间，一股莫名的烦躁染上温庭琛的心间，他下意识地放柔了语气：“我刚才只是气急了。”这样的发展谁都没想到，一向从不把傅文嫣放在眼里的二殿下，居然会这般温柔的解释。然而，这让所有人更为震惊的是，一向跪舔的傅文嫣竟然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旁的茶壶，直接朝着温庭琛的脑袋砸了过去。温庭琛顿时呆愣在原地，甚至都忘记了躲闪。一旁的苏晨瑜却率先反应过来，直接冲过去朝着傅文嫣用力一推，傅文嫣竟直接被推出了栏杆。卧槽，又来！嫣儿，不要！殿下，陈瑜害怕。傅文嫣，你去死吧！只有你死了，殿下才永远不会有回头的机会。殿下，你是我的，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没想到就在傅文嫣坠楼的瞬间，对面的隔间中一道人影也快速跃出，他揽着傅文嫣的腰身，带着她平稳地落在一楼。傅文嫣震惊地抬头，映入眼帘的便是温恒那张温怒的脸。傅小姐，你没事吧？温恒。这时和温让慈一起的束修也追了过来。嫣儿妹妹，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温世子反应快。我没事。嫣儿。温庭琛声音颤抖地开口，嗓子却像被什么堵住，最终只能说出这2个字。然而傅文嫣只是冷冷地将视线移向他身侧。当日我与你交易，用血玉换苏晨瑜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今日苏晨瑜却再一次置我于死地，真当本小姐好欺负吗？傅文嫣，明明是你先出言不逊，我只是一时失手。哼，且不说今日之事，就你我2人被绑匪绑架，二殿下为了救你置我生死于不顾，害我坠入100丈悬崖，几乎丧命。苏晨瑜，你当真以为真相无人知晓吗？你什么意思？那些绑匪现在可一个不落的全都在刑部大牢呢。经过审问，其幕后主使乃是苏小姐你的娘亲呢。这怎么可能？那些绑匪不是都送出京都了吗？为什么还会被抓到？陈瑜，此事是真的。一瞬间，苏晨瑜感觉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这下是真的急火攻心，晕了过去。呵，每次都晕得这么及时，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嫣儿，我们好好谈谈好吗？谈你娘！说罢，傅文嫣懒得看温庭琛的脸色，潇洒地转身上楼。掌柜的，把你们的花魁公子给本小姐叫过来。是，小的这就将人给傅小姐送过来。嫣儿妹妹，一个温庭琛而已，值得你这般伤心？这和温庭琛有什么关系？傅小姐，醉星来了。老鸨细长的声音传来。傅文嫣闻声抬眸看去，醉星，最后不知天在水，满传奇梦压星河。你这名字起得不错。此话一出，屋内几人齐齐愣住。醉星的名字只是妈妈随意取的，但是今日之后，醉星会记得自己名字的含义。你当真要这般作践自己？作践，这便叫做作践。那我这般的呢？说完，他抓住醉星的衣领，踮脚便要亲上去。束修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胆大至此，直接愣在了原地。傅小姐喝醉了。这时门口响起一道温润的声音，傅文嫣的动作顿住，下意识的一把推开眼前的人。醉星蹙眉，阴狠的视线投向站在门口的人，只一眼，醉星便知道傅文嫣为何会把自己推开。眼前的男人太干净了，尤其那双眼睛，干净的过分。傅小姐，温世子说我喝醉了，那我便是醉了吧。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既然知道喝醉了，那我送傅小姐回府。出了雅阁，夜风一吹，傅文嫣的酒意便更浓了2分。很喜欢醉星。醉星身份并不简单，他对我有用。他是在给自己解释今日对醉星表现的那般亲密的原因吗？温让慈难掩错愕，可看向傅文嫣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带了2分柔意。其实你可以不用和我解释。为什么不用？只要是你想知道的，问了我便会给你答案。温恒，这是你在我这独有的权利。剩下的路途2人都没有再说话，但是温让慈的脑海中却一直回荡着那句：温恒，这是你在我这独有的特权。傅小姐，将军府到了。温世子，改日再见。刚刚那句话，你可跟二殿下说过？话说出口的瞬间，温让慈就一阵后悔，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太像一个吃醋的丈夫了。傅文嫣的眼神却亮了亮。小七，10步以外等着，我有话和你家世子说。马车外的小七只是翻了个白眼，并没打算动。开玩笑，我可是福远王府的下人，又不是将军府的，干嘛要听傅文嫣的话？轻说。温世子，可信借尸还魂。其实过去的傅文嫣如何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第一次见我开始，便是真正的我。这个皇帝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就是每每在大臣外出公干之时，都要偷偷召见他的女儿，甚至不惜提前部署，将皇后支了出去。皇上这是怎么了？嘘，是傅大小姐在里面。傅文嫣，你好大的胆子！原来今日一早，傅文嫣便被宣入宫中，足足在外站了1个时辰后，才被宣进内殿。没想到刚进来，面对的却是龙颜大怒。回陛下，臣女不知所犯何错。听说你和二殿下断情了，二皇子再不得宠也是朕的儿子，你莫要以为有了皇后的疼爱，便可以连朕的儿子都不放在眼里。身为一个皇帝，朝中万数的大臣却皆俯首于皇后，还要旁人将你怎么放在眼里？若非后来景华皇后被身边之人背叛，中毒身亡，这本书的结局还真得改写一些。将心底的腹诽压下，傅文嫣抿着唇，
准备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路线。陛下说其此事是在责怪臣女吗？文宣帝蹙眉，显然没看懂傅文嫣的操作。你哭什么？二殿下与臣女纠缠不清，又与苏晨瑜暧昧不断，甚至为了苏晨瑜害得臣女跌入万丈悬崖。最后臣女却查明这一切都是苏晨瑜自导自演，结果被骂的是臣女，被舍弃的是臣女，甚至差点丢了性命的还是臣女。现在就连陛下也要来怪罪，这不公平！明明最委屈的是臣女。一旁的王总管看着傅文嫣又哭又闹，撒泼耍赖的样子，震惊到连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维持的好。文宣帝也是一脸吃了屎的表情。你是皇后的侄女，这般野调无腔，成何体统？臣女不要体统，就要一个公平。放肆！天子面前言行无状，该当何罪？如果陛下硬要包庇自己儿子，处罚臣女，那臣女也认了。放肆！傅文嫣，你好大的胆子！陛下，傅元王府的文世子求见，说是管护井和水位上涨一事。让他进来吧，你去外面跪着，等朕处理完正事，你再进来。卧槽！文宣帝今日是铁了心要罚自己了。见皇上态度坚决，傅文嫣只能起身，怒气冲冲地朝外走去。温让慈余光落在他冷着的小脸，微不可见地蹙了一下眉头。本以为自己来了之后，陛下会放过他，可现在看来，自己只怕是弄巧成拙了。也不知道皇后娘娘得到消息还要多久才能回宫。思及至此，也别无他法，压下心底的担忧和思绪，温让慈只能平静地走进御书房。发法，我没记错的话，2日后硕国是不是有一次特大的洪灾？是的，原书中温庭琛在这个时候前往抗洪前线，积累了不少民心。今日我总不能在这御书房门前白跪，文宣帝是天子，想必为了百姓跪一跪这苍天也没什么问题。皇帝，你说你招谁惹谁不好，非要招惹这记仇的女人。好在温让慈在御书房里待了没一会就出来了，他淡漠的视线落在傅文嫣身上，欲言又止，又见他被太阳晒得嘴唇越发的苍白，便默默走到他身后，为他尽可能挡住了炙热的阳光。温恒，回去吧。然而无论傅文嫣怎么说，身后的影子也未动一丝。直到半个时辰过后，王总管从御书房出来叫傅文嫣，看到温让慈居然没走，有些意外。温世子还有事吗？在想护金河的事一时走神。世子劳心了，傅小姐，陛下叫您进去。傅文嫣揉了揉膝盖，起身再次踏入御书房。进殿后也只是屈膝行礼，并未有跪下的打算，因为他知道皇上并不会拿他怎样。且不说傅占成手里有80万兵权，就是现在也不是和皇后翻脸的好时机。怎么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了？礼数如何，陛下在乎吗？陛下要打要罚，直接下令便是，又何必用这些后宅妇人才会用的法子搓磨臣女？放肆！你姑姑就是这么教你和朕说话的。本宫倒是没觉得妍儿哪里说错了。景华皇后端庄高贵的身影出现在御书房门前，目光在触及傅文嫣被晒得通红的皮肤和惨白的嘴角之时，险些压不住心里的怒火。陛下，不知妍儿做错了什么，让陛下发这么大的脾气，罚她又战又跪的警示。文宣帝脸色很难看，明明把皇后支去普化寺为百姓祈福，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傅文嫣不知礼数。陛下，您不仅是硕国的君王，还是妍儿的姑父，妍儿一个小姑娘与您签界协议实施了礼数，陛下也要小题大做吗？看吧，要不然景华皇后能占据朝堂的半边天呢？就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逼着你不得不应的本事，还真没几人能做到。皇后既然如此说了，那么此事便接过吧。看着我不在，便这样欺负你，陛下莫非真以为我不敢对他如何？姑姑，听闻淮江一带阴雨连绵，水灾不断。景华皇后一时间有些呆愣，不知傅文嫣所谓何意。陛下乃是天子，若是他能亲自一跪一叩首的登上普化寺，想必定然能感动上天，解了淮江等地的水灾。景华皇后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笑容明媚的小姑娘，有些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你的想法的确不错，可陛下哪里会愿意做这样操劳的事？那不重要，只要这是天下百姓心中所愿，陛下并不能如何。傅景华知道傅文嫣这是在报复文宣帝今日对他的处罚，可能让文宣帝吃瘪受罪，他也乐见其成。这件事我会去安排，嫣儿你莫要插手。两人又说了一会话后，傅文嫣起身离开，皇后却望着他的背影，目光沉沉。宿主，你不相信景华皇后？她是原主的姑姑，宠爱的是原主那个单纯没脑子的侄女，不是我。那大将军夫妇呢？傅文嫣沉默，此时艳阳高照的天却忽然黑了下来，雷声攒动。傅文嫣呆呆地站在宫门前，直到雨滴落下，她都没有动。发法，他们真的很好，可我不是傅文嫣。也许有朝一日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傅文嫣已经死了，我只是占用她身体的魂魄，说不定还会恨我。雨下的这般大，为何不上马车？一顶油纸伞将满天的大雨遮挡住，鼻息间水雾裹挟着墨香传来。傅文嫣不用抬头都知道是谁。温恒，若无立场之别，你可愿意义无反顾地奔赴我？温让慈看着身边垂着脑袋、满身写满孤寂的小姑娘，心口一阵阵发涩，可想说的话却卡在嘴间，无法吐出。拿着伞回府去吧。傅文嫣并未接过雨伞，而是久久地望向他。许久，他轻笑一声，更像是自嘲。温让慈，这个问题我不会再问了。
温恒，你知我并不是傅文嫣，可你又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你，我一无所有。世子，您为了傅小姐急急忙忙的进宫，又在这宫门前等了2个时辰，可人家根本不领情，您这又何苦呢？他没有不领情，是我不好，明明听到了他的问题，却只能选择沉默，他一定很失望吧。只是傅文嫣，以现在福远王府的状况，我又怎能将你卷入其中？我的爱，只怕永远也不能为人所知。这个男人明明是一国之君，却被百姓逼着去跪1800个台阶，只因他得罪了一个大臣之女。陛下，说国自入伏以来，大雨不绝，水患不断。坊间传言说，若得陛下效仿前人，一跪一叩首，登上普化寺为天下百姓祈福，或能求得上苍怜悯。文宣帝看着手里百姓联名写下的万字书，不禁脸色黑了又黑。普化寺一共1800个台阶，陛下龙体金贵，岂能受此大罪？正是因为陛下贵为天子，却屈膝向苍天下跪，方能感动上天，达到为天下百姓祈福的目的。臣服役，臣服役，臣服役。你们放肆！与前朝的激烈相对比，后宫却是一片安宁。此时的皇后娘娘正倚在榻上听丫鬟来报的消息。情况如何了？回皇后娘娘，陛下起初不愿，后在大皇子请命前往后，却一改之前态度，愿意前去叩首祈福。呵呵，咱们这位陛下能力不行，疑心倒不轻，他这是怕大皇子此番前去赢得民心呢。燕儿的计谋果然不错。就这样，文宣帝被赶鸭子上架的去跪了那1800个台阶，而罪魁祸首傅文嫣自从上次进宫又是罚跪又是淋雨，回府便病倒了。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3天之后，此时的傅文嫣正一边嘶嘶哈哈地吃着柳心给他包好的红薯，一边听着傅占成说着朝中之事。大殿下今日主动请去淮江一带赈灾，陛下同意了。皇后娘娘怎会同意？这趟必然危机重重，怕是陛下会对她暗中动手，你多派人护着她些。放心，我会安排好。在朝中，皇上与皇后各占朝廷半边天，只要除去大皇子，皇后一派便会无人可服，自然土崩瓦解。所以这次赈灾的危险可想而知。除了此事之外，陛下后日便要上普化寺祈福，我这2日可能会很忙，家里便交给夫人了。提到文宣帝，柳心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他还记恨文宣帝前些日子责罚傅文嫣，害他回府便大病了一场的事。只是正在说话的2人，并不知道他们口中的2件大事，却都和身边正在专心和红薯斗争的某人脱不了关系。傅文嫣当然也不会自己将此事戳破。袁书中，温庭琛就是在这次赈灾中扑在前线得了不少民心，现在有我在，这等好事自然不能让他抢去。父亲、母亲，我晚些时候要出去一趟。夫妻俩含情脉脉的眼神被打断，视线齐齐落在他身上。这个时候出去，你的身体才好，不能着凉了。什么事？给爹爹说，我让手下的人去做。傅文嫣难得有几分心虚，可踌躇半天见夫妻俩也没有放人的打算，只好心一横牙一咬，我要去雅阁见个人。雅阁。傅占成听到这2个字，反应过来之后立即炸毛。雅阁，雅儿，你去哪子地方干什么？我去雅阁是为了正事。什么正事？总不能说我是去找硕国第一杀手组织的老大的呗，那还不如说是去找花魁的好。你这丫头，我看你是被散养惯了，怎么好的不学尽学坏的？走，爹爹送你回房间，哪里都不许去。傅文嫣一见傅占成这撸胳膊挽袖的阵势，立马抬脚就跑。我不，我就要去。你给我站住！娘亲，爹爹凶我。傅占成，爹爹，你别生气，我真是去做正事，不乱搞。不得不说，女儿奴的傅占成再次被这声软软糯糯的爹爹取悦到了，最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散养模式，让傅文嫣出了府，只是全程得有红缨跟着，美其名曰保护安全。看看你把你闺女都惯成什么样了，说的好像你没事似的。造孽！掌柜的，把醉心带过来。好，傅小姐稍等。殿下，傅小姐来了。正在和身边人商量水患处理对策的温庭琛抬起头来，眼中出现一抹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惊喜。看吧，还是忘不了我。听说那日他被父皇责罚后回府便大病了一场，这是身体刚好，知道我在这里便寻过来了。知道了，他在哪？风雨阁，傅小姐一来便指明要见醉星，奴已经让她过去了。什么？此时的雅间内，醉星再次见到傅文嫣，眼里也是一阵欣喜。奴让人将暖炉点上，小姐莫要再受寒了。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哟，只是听说而已。哦，福佑现在不干杀手的勾当，消息倒也是冷落的不错。此话一出，醉星眼神里的乖顺凌厉了一瞬，但又很快消失。奴听不懂小姐在说什么。我既然能找到你，自然也知道你的身份。你来雅阁想必是因为查到了温庭琛身上有这块血玉的存在，但现在这血玉物归原主，在我手上，所以醉星，以后你们的主子是我。醉星双拳不自觉地握紧，听傅文嫣的口气，他知道他已经确认了自己的身份，那么自己反驳也没用。他退后了2步，身上的气质透出几分渗人的冷意。傅小姐在说什么？醉星不懂。哟，看来这是不打不听话。
说罢便迅速向醉心驶去。两人在隔间内打得你来我往，一时竟是分不出胜负。隔间外的红英一张脸早已经红成了猴屁股。哎呀呀，小姐也真是，明明答应了大将军不乱搞，而且自己还在呢，也不知道小声这点。就在红英思想不纯洁的想入非非之时，傅文嫣已经找到最新的弱点，此时正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将其压制住。只是房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紧接着的就是一声暴喝：“你们在干什么？”他刚穿越，就带着丫鬟去雅阁找小官，谁料居然偶遇渣男前男友。傅文嫣，你在干什么？怪不得发法说今日不宜出门，果然不看皇帝出门会踩狗屎。曾经的原主跪舔了他3年，没想到最后他却为另一个女人害他坠入万丈悬崖，香消玉殒。狗男人果然就是狗男人。本小姐做什么和二殿下有何关系？你可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跟我走！你给我放开！此时温庭琛固执地圈着他的手腕，用那双看狗都深情的眸子脆弱地盯着他。燕儿，我们之间还没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不要这样好吗？怎么就没到了？温庭琛，那日断崖之上，是你选择了苏晨瑜，是你口口声声说武将之女粗鄙不堪，不配得到你倾心。燕儿，那日之所以选择陈瑜，是因为他自小在京都长大，又向来身体娇弱。够了，温庭琛，自你做了选择害我坠入悬崖的那一日，爱你的傅文嫣便死了。傅文嫣说的是实话，她不是原主，爱她的傅文嫣也的确死了，死在了苏晨瑜的算计中，也死在了温庭琛的冷漠里。而此时的温庭琛却脸色惨白，像极了被主人抛弃的宠物。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就算你知道我掉下去必死无疑，你也会选择苏晨瑜。温庭琛，这才是真正的你，自私傲慢又小傲。此话一出，温庭琛眼神都变得一片空白，他像是接受不了傅文嫣不再爱他的这个事实一样，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燕儿，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只要你同意，我现在就去请父皇赐婚，好不好？然而他现在多深情，在傅文嫣看来就有多可笑。晚了。说罢，傅文嫣淡漠地从他身边走过，走到门口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醉星，本小姐喜欢听话的人，否则中毒不浅的人会死。他声音轻飘飘的，却让醉星当场变了脸色。妈呀，他知道，他咋知道的？是夜，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绝，震天响的雷声时不时响起。此时的大将军府内，傅文嫣坐在庭间，看着和白日气质完全不同的那个人，淡淡开口：“我以为你还要再考虑一段时间。”你是如何知晓我的身份的？每个人身上的味道都不一样，而长期与杀戮作伴的人，洗得再干净也会残留那股子血腥味。说的好像也是，可你又怎知我们身上所中之毒？我靠，收个小弟问题还真多，我总不能说我有这本书的剧本吧？那个，我知道浮游中人皆在加入帮派时，被喂下了一种名为木偶的毒药，只是彻底解毒的方作还没研究出来，只有暂且压制。什么？木偶之毒，自古以来都只能压制，从无彻底解毒的法子。可这个女人居然说她在研究。醉心怀疑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傅文嫣疯了。不用质疑，能统领浮游的血域都在我这，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看着桌角边随意放着的血域，醉心目光也是呆愣了一瞬。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从今天开始，浮游阁听命于我，唯我是从。最终傅文嫣凭借对原书的剧情了解，终于如愿以偿地收服了这里的天下第一刀人组织。而此时的抚远王府内，小七正将今日雅阁内发生的一切说与自家世子听。赐婚，他不会同意的。是的，傅小姐还讽刺了一番二殿下，最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雅阁。他如何讽刺二殿下的？小七早知道温让慈会问这些，赶紧掏出线人送来的小纸条，学着傅文嫣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给温让慈听。见自家世子的目光越来越柔和时，小七好几次都差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将雅阁中的人都撤回来吧。世子的意思是，他以后不会再去那里。小七还是没明白这话的意思，便见屋外走来一人。禀世子，雅阁走水，花魁醉心死亡，其余7个乐伎轻伤。知道了，下去吧。世子，你是不是知道雅阁会失火？我是人，不是神。温让慈知道雅阁失火，意味着醉星已经被傅文嫣留在了身边。此时他沉静地走到窗边，隔着漫天大雨向大将军府的方向看去。哪怕你不是原本的傅文嫣，可你依旧是兵马大将军府的女儿，靠近你只会将你拽入无尽的漩涡中。或许逃避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可我总归想让你拥有更好的。小七正看着自家世子落寞的背影，暗自心疼。突然瞥见屋中多了一人。托，傅小姐。听到小七的声音，温让慈心神一震，不可置信地转头。当看到面色苍白的人时，几乎大脑一空。你不要命了？大病初愈就顶着雨到处乱跑。你明知道我病了却不去看我，便只能我来看你了。他声音低低的，似是委屈又像是撒娇，反正可怜巴巴的。温让慈刚刚才筑起的高墙在顷刻间崩塌，在给傅文嫣倒了杯热茶过后，突然间好似又想到什么，随即迅速转身离开房间。傅文嫣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捧着热茶的手顿时一僵。发发，他不想见我。发发听着自家宿主失落的心声，刚想安慰，却见温让慈端着一碗姜汤走了回来。得，现在好像也不用安慰了。看到温让慈回来，傅文嫣眼睛一瞬间便亮了起来。
可当看到他手里那碗姜汤时，却不由金了金鼻子。温恒，我可以不喝吗？你大病初愈，喝些姜汤驱寒，以防病情反复。说罢，温让慈端起姜汤就要送到他手中，傅文嫣却眼睛转了转。若非要我喝，除非你亲自喂我。听到他的要求，温让慈端着药碗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却并没答话，只拿起汤匙舀起一勺姜汤喂到傅文嫣唇边，直到最后一口姜汤下肚，傅文嫣才终于没忍住龇牙咧嘴的露出嫌弃的表情。温恒，我以后再也不喝这东西了，就算你喂我，我也不喝。哦，不喜欢喝，下次便不该这样任性的出来领你。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不过一场雨，怎能拦得住我来见你？明知道自己不该因这句话而心动，可温让慈的心还是不受控制的颤动了一下。你可知，你我之间所隔远胜于山海，一旦抚远王府抓住机会起兵，那么我就是乱臣贼子，而她是将军之女，我们之间所隔乃是家国大义，生死浩瀚，忠义难全，并非山海可比。知道，但你所顾虑的不会出现。温让慈闻言不可谓不震惊。抚远王府所谋虽大，但一直警醒甚微，可他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抚远王府的不臣之心。直到天色慢慢暗下来，雨却没有半点要停的迹象，而此时的傅文嫣眼里已爬满了困倦。傅小姐，我送你回府吧。好。大殿下自请去淮江一带赈灾，此事你可知道了？我让他去的。去淮江对表哥来说百利而无一害，而且我也会去。温让慈眉心不自主地拧了一下。你去做什么？你身体才刚好。去当护卫，我就这么一个表哥，可不能让他折在淮江。本来这些事可以交给浮游阁的人来做，但是关温庭浩的安全和他以后安稳的养老生活，傅文嫣不放心交给任何人。傅小姐，将军府到了。回去之后好好养着身体。淮江我陪大殿下去。傅文嫣刚要下车的动作一顿，抬眸看着面色如常的男人。好，那我们一起去。说罢还不等温让慈反对，就一溜烟的跑下马车。就这样决定了。这个寡妇只因生得好看，就被恶霸强行绑回家中。少爷今六抢了哪家的女子？张家川刘寡妇也是可怜，听说刘寡妇下面还带着3个奶娃娃呢，这下注定是回不去了。果不其然，第2日清晨，女人便被裹着一张草席扔到城郊的乱葬岗中。没想到面对如此惨状，所有人却都敢怒不敢言，只因恶霸是当地知府的儿子，百姓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温庭浩一行人出现在这里。臣等叩见大皇子殿下，殿下千岁。不必多礼，本殿乃是凤凰命前来怀州一带赈灾，还得劳烦汪知府给我们安排一下住处。此时傅文嫣一身男装跳出马车，众人皆是对她的美貌一愣，没想到男子的容貌居然还能比女子美上3分。跪在汪勇身后的儿子汪毅甚至看呆了去。温让慈见此，不着痕迹地挡住傅文嫣。舟车劳顿，大殿下和本世子都累了，先带我们去住的地方吧。是啊，几位跟臣来即可。殿下，这位温世子下官是见过的，只是这位小兄弟不知是哪家的公差。在下只是大殿下的至交好友，淮江一带赈灾的明细负责的是大殿下和温世子，本公子只是来消磨时间的。汪大人不必管我，招待好他们2位才能保得住你的官帽。汪勇笑脸一僵，任他怎么想也没想到傅文嫣居然这般不懂人情世故，将他那些心思说了出来，当即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身后的汪毅却笑着接过傅文嫣的话：傅公子既然是来游玩的，不如让我给你做个向导如何？在历城没什么好玩的事本公子不知道的。那感情好啊，以后就麻烦汪公子带本公子在历城好好玩玩。听到他们的对话，温让慈和温庭浩却默契的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奈。这位大小姐又要作妖了。休整片刻，温庭浩和温让慈便去了知府府的书房，开始归纳淮江一带的受灾情况。傅文嫣没跟着去，毕竟她现在的人设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顶级富二代，所以表面她是在房间补觉，背地里却悄无声息地潜到了知府府后面的一个狭窄巷子中，找到提前被指派到这里的罪星。我让你搜寻的药材都准备好了吗？除了一味天南草，其他的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备好了。没想到在你之前就有人大量囤积天南草这药材了，倒是有趣。天南草有清肺解毒散热之效，若是少了这味药，药方的效果怕是会大打折扣。去查究竟是谁买走了那些天南草，我倒要看看谁和我一样这般有眼光。是阁主。对了，汪勇有一个儿子叫做汪毅，此人如何？汪毅此人好色贪杯，无恶不作，是个典型的二世祖。上行下效，想必他老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历城看起来倒是一片祥和，其实处处危机。最终在确定好药材的安全后，傅文嫣便偷偷回了自己的房间。没想到刚准备休息，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靠近。傅公子，你睡醒了吗？快到宜春楼迎客的时间了，我带你去看看。没想到汪毅这么快便找上门来，傅文嫣自然也不会服了他的面子。淮江地带女子多柔情，她也是想见识见识。门从里面打开，露出傅文嫣那张勾人至极的脸，哪怕早上已经见过，此刻汪毅还是看得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傅公子这般容貌，哪怕是女子也难比得上。汪公子眼光不错，走吧。汪毅看着他盈盈一握的细腰，丝毫不掩饰眼中的贪婪。
等父亲替陛下姐姐吊大殿下，到时候这个福嫣一定要由自己来处置。感受着身后炙热的视线，傅文嫣在心底一阵恶心。都怪本小姐生得太美，哪怕是个男人也依旧让人惦念。呵呵，被一个好色的男人这样恶心的盯着，你还能想这些？宿主，你果然比他更变态。汪公子，你常来这一春楼吗？呵呵，在下只是偶尔来。那真是遗憾，京都吉州边几城的花楼就没有本公子没去玩过的，还以为汪公子和本公子一样的风流倜傥呢。一旦谈到这些，汪毅便立马控制不住自己。作为男人，还是一个玩得花的男人，汪毅哪能服输？于是和傅文嫣说起了各种各样的花边话题。然而他发现，无论他说的有多花，傅文嫣都能轻描淡写的接上，甚至还用那种藐视的眼神看着他。靠，叔能忍，婶儿也忍不了。于是最终借着酒劲，汪毅自豪地将自己过往的那些荒唐事天花乱坠的一顿抖落，甚至就连前几日的刘寡妇一事也说了出来。只是他并没发现的是，傅文嫣的眼神已然越来越冷，直到一杯酒泼在了他的脸上，汪毅的醉意才清醒几分，揉着眼睛醒来不满地骂了一句后，见是傅文嫣，才一改不耐的表情。傅兄，你生的可真好看。是吗？既然我这般好看，那你可喜欢？喜欢，自然是喜欢的。等大殿下死了，你就是我的了。这话一出，屋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就连跪着伺候的小丫鬟都屏住呼吸，半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看来汪知府已经得到了上面那位的命令了，虎毒不食子，他倒是无毒不丈夫，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还真是连亲生儿子都不放过。在心里鄙夷一番后，傅文嫣也没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汪勇可有让人收集天南草这味药材？陌生的词汇涌入脑海，汪毅眼中闪过迷茫，半晌后摇头。靠，摇头是啥意思？是不知道，还是说这件事并非汪勇所为？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傅文嫣直接一脚将人踹开。给你们半刻钟的时间，好好伺候他，否则是奴婢一定会将事情办好。厢房内偶尔传来一两声皮鞭抽打在肌肤上的闷响，路过的人知道房内是汪毅之后，便习以为常的离开。半个时辰过去，傅文嫣一脸困倦的模样，晃晃悠悠的回到知府。不想进门的时候，刚巧遇到汪勇，他还好脾气的停下来打了个招呼。汪知府这是要去哪？见傅公子和犬子还未回来，在下正准备去寻。汪兄瞒得累了些，知府大人若是担心，去春楼找他便是。这傅嫣神色坦然，言行举止中并未看出任何不对，应当是这家狗儿子并没说出啥不该说的。思及至此，汪勇悬着的心一落。既然犬子只是玩累了，那本官就去忙正事。傅公子请便。傅文嫣目送他远去，眼神冷得可怕。你自己不去找他的，以后段子就孙可不能怪我。灾民明明一天吃8顿，却满街都是饿死的人。而朝廷就算已经掏空国库赈灾，还是不断有灾民朝历城中涌来。因为不管哪个朝代，赈灾物资都是一块大肥肉，经过大大小小的官员，最终能到灾民手里的少得可怜。即便皇子已经亲临现场赈灾，贪婪的地方官员却还是动起自己的小心思。大殿下，你既然来了怀讲，便不能对我们这些百姓见死不救啊！我全家都嘎了，现只剩我一人，若是朝廷也没有办法，我们还不如死了算了。前一天刚收拾完当地知府的恶霸儿子，没想到第二日一早，傅文嫣就被外面的嘈杂声吵醒。他刚走出房门，便见一群难民打扮的百姓将知州府挤了个水泄不通，而温廷浩和温让慈正应付着周围百姓的质问，却无可奈何。反观汪勇等地方官员，眼中满是幸灾乐祸。不用想，傅文嫣也知道今日这事和他们也脱不了关系。你说多少时间没吃东西了？3日了。方才听你哭得这般嘹亮，本公子还以为你刚吃饱呢。怎么可能？大家都吃不饱睡不好穿不暖，我怎么可能刚吃饱？是吗？话音落下，傅文嫣抓着男人的衣领，直接将他拽了起来，然后屈膝顶在对方的胃脘处。只听一声闷哼，下一秒那男人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吐了起来，而他呕吐出来的东西都是白花花的大米，甚至还有未消化的肉糜。不是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吗？这些东西是你祖宗给你留着过年的，真正饿了几天几夜的流民是他们那样的，不是你们这种吃的酒足饭饱，穿上些破烂衣裳就叫做流民了。那男子没想到傅文嫣居然会直接动手，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抬眼看向汪知府。旁观了许久的汪知府忙抹了一把刚冒出来的冷汗，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这些流民也只是为了寻求帮助，下官让人在下庭好好教训就是。见衙役上前就要抓人，傅文嫣却一把拦住。刚才闹事时不见你们有所行动，现在倒是积极，这天下可还姓温不姓汪？知道的便当你们眼聋耳瞎，不知道还以为你汪勇想造反。他语气严厉，一番话说下来，汪勇直接白了脸。傅公子，话可不能乱说，下官哪里敢有这样的心思？这里的事由大殿下和文赦之处理，您赶紧去休息吧。你汪勇捂着脸，一时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当众扇了耳光。你这是殴打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一个拿着朝廷俸禄，却是百姓生死于不顾的狗东西，也叫朝廷命官？本官听不懂大殿下在说什么。朝廷拨下来的款项多少？
真正用到赈灾之上的有多少？王知府，你真以为本店是个被你牵着鼻子走的蠢货吗？随着温廷浩一本账本砸在汪勇头上的瞬间，近百暗卫出现在院中，他们手中执剑悬在汪勇等地方官员的脖子上。把各位大人带下去吧，稍后再和他们慢慢算账。很快，历城的官员便全部被带了下去。见这些搅屎棍被带走，现场的流民却都惶惶不安地站在原地。施以暴虐的手段之后，便要安抚人心了。这种事情，温廷浩拿张死了初恋的冷脸不是合作，但是我家温恒小天使无比合适。于是，在温让慈脚不离地的安抚流民，告诉他们朝廷接下来的措施时，傅文嫣和温廷浩就坐在屋檐下，如出一辙地嗑着瓜子，盯着那温润如玉的人看。如果的陛下重用，温让慈如今不会只是一个游走在边缘地带的史官。文宣帝当真是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周扒皮的一套发挥到了极致。阿恒才华的确被埋没了。若是表哥当的皇帝，会怎么处置抚远王府？他所问虽然是抚远王府，可实际上问的却是温让慈。温廷浩听到他的问题，张了张嘴，重用2个字却说不出口。树大招风，臣大压军，我可能做的和父皇也不会有太大区别。闻言，傅文嫣却没有半点意外，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这便是人性。但他却不希望自己以后要抱的大腿成长为一个多疑的暴君。其实，表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哦，此话何意？比如把温让慈和抚远王府区分开，温恒这样的人才不可埋没，但是抚远王那样的豺狼也不可重用，所以重用温让慈，而贬抚远王府。这样的话听来似乎矛盾，毕竟温让慈就是抚远王府的世子，在世人眼中他们就是一体的。然而此刻，傅文嫣话里的意思却是将这两者区别开来。抚远王如今在朝中势力庞大，要想将其从朝中连根拔起很难，但若是将绑定在抚远王身上的利益关系都转而绑定在温让慈身上，那么重用温让慈并且架空抚远王的目的便都能达到了。温廷浩想通这些，当即便一言难尽地看了神情闲散的傅文嫣一眼。多指近摇，也难怪母后让我戒备你了。万万没想到温廷浩会把临行前景化皇后对他的叮嘱说给自己听。傅文嫣当即翻了个白眼。姑姑要知道你把她卖了，估计得罚你面壁思过。面壁思索而已，换一个如此聪明的妹妹，我很赚。傅文嫣盯着他看，忽然有些泄气，还有些嫉妒，嫉妒原主能被这么多人真真正正的爱护着。温廷浩以为傅文嫣优先皇后对他的猜疑。放心，你是我的妹妹，以后我定会护着你。闻言，傅文嫣垂下眼眸，试图遮掩自己眼中的动容，可心中暖暖的感觉却让他没办法欺骗自己。是夜，大雨声让这个世界变得格外安宁，只有阴暗潮湿的知府牢狱中传来一声声少年的惨叫。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叶儿是无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汪公子可不无辜，仗着你这个当知府的爹在淮江一带无恶不作，他怎么可能无辜呢？不过你若是将天南草的所在告诉本公子，那本公子可以考虑让你的狗儿子少受些苦。说完，傅文嫣脚下猛地一用力，牢房里再次响彻汪毅的惨叫。爹，求求你了，父兄到底要什么？你答应他吧，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我若死了，汪家的血脉可就断了。最终在汪毅一声声的哀嚎中，汪勇心中的防线终于倒塌，还是将天南草的位置和盘托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傅文嫣便连夜让最星等人亲自去寻，差不多1个时辰的时间，拖着药材的板车就进了知州府。温廷浩和温让慈看着眼前有几分熟悉的男人，皆怔愣了一瞬。你是最星，在下并非雅阁的花魁。温让慈心中了然，温廷浩却看向周身弥漫着危险气息的最星，一脸震惊。表哥，这是预防和治疗失忆的药方，药材最星都已经备好，你们安排下去即可。你要离开？我称病也有些日子了，总不能一直借此不见人。我让人送你回去。不用，最星手下的人会护送我回去，你们不必担心。温让慈视线落在最星美的雌雄莫辨的脸，最终还是垂眸答应。但是这一瞬间，他身上的氛围就变得很奇怪。英，我家温恒小天使不会是吃醋了吧？傅文嫣缓缓走到他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1掌宽。我没有曲子，温恒，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你帮我想一个好不好？曲子应当是师长或者长辈来取，我的身份不合适。温恒，罢了，说到底自己也曾赠他笔墨书籍，也算半个师长，娶个小子又何尝不可？好，哈哈，就知道你最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说完，他又爽快地朝被忽略了许久的温廷浩也挥挥手。最星接下来会负责你们的安全，若是遇到刺杀，保命为上。温廷浩点点头，他自然知道傅文嫣嘴里的刺杀指的是什么。交代完该交代的，傅文嫣不再犹豫，朝着京都赶去。终于回来了，可真累死本小姐了。快去告诉大将军和夫人，那苏家的小姐又来了。苏家的小姐，莫非是苏晨瑜？她来大将军府做什么？闻言，傅文嫣心中很是疑惑，于是加快脚步朝着傅占成夫妻俩的院子走去，刚好将从院子里出来的两人拦住。父亲、母亲，两人看着突然出现的小丫头，眼中闪过一抹慌乱。你怎么不好好在院子里休息，跑出作甚？听下人说苏晨瑜又来将军府了，他来做什么？这刑部判定苏夫人买凶杀人，故流放3千里。
苏小姐姐受不了这个结果，所以来求你放过她娘亲。她这些日子日日都来，跪晕了被苏府的人带回去，然后醒了又来跪着。我和你娘没办法，也只能随她去了。只是傅占成没说的是，因为苏晨瑜的这一番操作，大将军府得理不饶人的名声在京都已经传开了，同时传开的还有苏晨瑜这个大孝女的名声。弄清楚事情原委，傅文嫣讽刺地笑了起来。他们还真是母女情深呢，让她先跪着吧，我回房间去换衣服。听到这话，傅占成夫妻俩齐齐松了一口气。发发，给我一块粉饼，我要画个破碎妆，不就是装柔弱吗？谁不会？发发一听这话，就知道傅文嫣要开始还击苏晨瑜了。为了看戏，他二话不说就将化妆需要的运工具全部摆在了桌前。傅文嫣挑挑选选的用着，没一会，一个我见犹怜弱柳扶风，仿佛走2步就要晕过去的病弱美人就出现了。他先将番茄放入锅中熬成番茄汁，再加入82年的蜂蜜，最后搅拌均匀后灌入提前准备好的塑封袋里，这样一个简易的现代版血包就制作好了。呵呵，有作弊神器在手，装柔弱谁不会？原来自从尚书府嫡母雇凶谋害傅文嫣的事情败落后，苏晨瑜便每日都来将军府门前下跪祈求原谅，美人垂泪，柔弱可怜。此番操作不仅将将军府推上得理不饶人的风口浪尖，更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绝世大孝女的人设。傅文嫣刚出将军府的大门，看到的便是苏晨瑜将要晕倒的身影和百姓们鄙夷的目光。傅小姐，您终于肯来见我了。我不是不想见你，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说完，傅文嫣便捂着嘴轻轻咳了2声，眼中染上一层薄雾。见此，苏晨瑜眼底却有一瞬的僵硬。今日的傅文嫣看起来，甚至比跪了许久的自己还要脆弱。难道她这几日当真是生病了？一时间，苏晨瑜有些不安，可随之傅文嫣咳声的停止，一抹暗红瞬间从她捂嘴的指缝里溢了出来。天哪，傅文嫣这是咳血了？应该是吧。看傅文嫣这样子，怕是病得不轻。那之前到底是谁在说傅文嫣是故意折磨苏小姐，故意避而不见的？此话一出，刚才还议论纷纷的人慢慢的陷入了沉默，他们不约而同的看向苏晨瑜，一个个拧着眉。还能是谁？之前不是苏小姐口口声声说傅小姐对她避而不见，见死不救吗？可人家傅文嫣分明就是病重，都吐血了。这些百姓虽然有刻意的压低声音，但你一言我一语，还是一字不漏的传入傅文嫣耳中。这百姓中也不缺乏人才啊，若不是场景不合适，定然要给对方颁一个最佳捧哏奖。傅小姐，我自知母亲做错事在先，但实在不忍母亲年迈还受流放之苦，还请傅小姐出具谅解书，救晨瑜的母亲一命吧。在硕国，若是受害者愿意出具谅解书，是可以从轻判刑的。然而听到这话，傅文嫣却一脸的不可置信，仿佛因苏晨瑜的这番话震惊到一般，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一旁的红英见状立即领会，扶着傅文嫣就嚎啕大哭起来。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家小姐本来身体好好的，可你们先是雇凶伤人，害她坠入悬崖，后又被你从2楼推了下去，差点我就失去我家小姐了。红英越说越起劲，若不是还要扶着孱弱的傅文嫣，她只怕已经冲上去和苏晨瑜揪头发了。现在你还舔着大脸求我家小姐救你娘，呀个呸的，我救你祖宗18代。见红英口无遮拦的骂了起来，傅文嫣赶紧拉了她一下，低调低调，咱们现在可是受害者，怎么能这么泼辣？感受到傅文嫣的提示，红英骂声一弱，又赶紧捂脸哭了起来。我可怜的小姐啊，为何要受这样的罪？苏晨瑜脸色惨白，千算万算没算到傅文嫣会来这一招，但是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傅小姐，此事的确是家母做的不对，但你我都为人子女，求你看在我一片孝心的份上，放过我娘亲吧。说完，他重重的朝傅文嫣磕了几个头，一行清泪从他的脸颊滚落，看起来模样也是可怜极了。说到底，苏小姐只是一个救母心切的女娃娃罢了。苏小姐，你的母亲3番2次想要置我于死地，若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自然会答应。听着他迫不及待的回答，傅文嫣心底暗笑，母亲要救，但我不会像苏小姐这样去死皮白赖的跪在人家门前，逼着受害者去搭救施暴者。苏夫人所犯之错，刑部已经做了定论，你若是对结果有异议，可以去刑部击鼓鸣冤。明明傅文嫣的声音并没有多大，可是却清晰地落在所有人的心中。傅文嫣是受害者，凭什么也没加害者的几句哭诉便要她原谅对方？之前还觉得苏小姐接连几役跪在大将军府门前的行为很孝顺，咋此刻觉得这么恶心呢？那些厌恶的目光纷纷落在苏晨瑜身上，哪怕没回头，他都感受到了周围充斥着对自己的厌恶和恶心。在姐面前道德绑架，不好意思，姐道德在18岁那年早就一起被火烧没了。傅小姐，
苏晨瑜见此计不成，身体立即微微摇晃起来，眼见下一秒又要老套路的晕过去之时，温庭琛却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他上前搀扶着摇摇欲坠的苏晨瑜。得饶人处且饶人，做错事的并非陈瑜，你又何必这般折磨他？听到这话，傅文嫣当场就被气笑了，差点连自己病美人的人设都没维持住。我折磨他，难道不是吗？不然陈瑜跪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何不见他？我见你大爷，活该你们俩是一对呢。蛤蟆配青蛙，长得丑玩的花，你们俩作死，赶紧原地拜堂成亲吧。听着傅文嫣这炮仗一般的怒骂，苏晨瑜心底却洋溢着喜悦，而面上又故作自责道：殿下，对不起，是陈瑜又连累您了。放心，有我在。殿下，看着在自己面前秀起恩爱的两人，傅文嫣白眼都快翻上了天，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他们这般做作，没忍住破坏气氛。二殿下，莫非您是有本事能改了苏夫人流放的惩罚不成？本殿不会做那种徇私枉法的事。傅文嫣，我想和你做个交易，你若答应写谅解书，我便娶你做二皇子妃。苏晨瑜听到这话，眼中慌乱一闪而过，傅文嫣却在此时瞪大了眼睛。二殿下，没记错的话，在雅阁那日本小姐便明确的告诉你，你我之间再无半点关系。你现在说这种话，是难道因为你脑子和雅阁一样被火烧干净了吗？还有，我说国向来崇尚孝道，若是苏小姐当真如今孝顺，那便替苏夫人受这流放之苦吧，如此方能表现出苏小姐的孝心。我觉得傅文嫣这提议好像没啥毛病，代母受过，却是孝女所为。有理。没想到苏晨瑜想方设法引到大将军府门前来给傅占成等人施压的百姓，此刻却成为了见证他选择的见证者。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苏晨瑜，等待着这位口口声声为了母亲可以牺牲一切的孝女做出选择。然而苏晨瑜见情况不对，竟仰脸一翻，晕了过去。行了，苏小姐晕过去了，今日没热闹看了，都散了吧。傅小姐，你说苏小姐是真晕还是假晕啊？真真假假和我都没关系，就是苏小姐每次都晕得这么及时，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呢。百姓听闻此番回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一个个纷纷向苏晨瑜投去鄙夷的目光。温庭琛犹豫着开口，刚想说什么，却被傅文嫣及时打断。我们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你有什么屁都憋回去，别污染我周围的空气。以前傅文嫣不是这样的，可为何现在却连听自己说一句话都不愿意？当真是因为她不再喜欢自己了吗？还是等安置好陈瑜，再亲自来大将军府哄哄她，应当就好了。直到看着傅文嫣在红英的搀扶下离开，温庭琛最终还是没有追上去。回京的这2日，傅文嫣基本都待在房间里看温让慈给她的书，以及整理浮游阁这些日子送来的消息。淮江一带的雨势减小，加上温庭浩和温让慈软硬兼施的治理，淮江水患和暴乱明显缓和。而温庭浩和温让慈2人事事亲力亲为，在百姓心中颇有威信。看到这些消息，傅文嫣便知温庭浩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袁书中去治理水患的人是温庭琛，他也因此得到淮江一带百姓的爱戴，为他后来登基是奠基。但现在这件事和他再无关系。嘿嘿。这个男人只因在宴会上多喝了2口水，便被一旁的女子扶回房中，没想到竟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把客人们都引了过来。姐姐，你在干什么？苏无忧，你放肆！大皇子殿下，臣教女无妨，还请恕罪。原来女人本是尚书府嫡出大小姐，只因生母早逝，从小便被继母虐待，刚及笄就被迫要嫁给80岁老头做偏房，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在男人的酒水中下药，用名节来赌自己的未来。只是没想到一朝入府做侧妃，自此男人却从未用正眼看过她，显然仍对当初下药一事心怀芥蒂。女人终日也只能以泪洗面，却不想家中又出大事。小姐，打听清楚了，苏小姐回府之后，据说是晕了1天1夜，醒来时苏夫人已经按律法流放了。听说苏小姐知道此事，还又哭晕了过去。她倒是每都晕得很及时。不过苏侧妃回苏府了，说是苏府后宅无人主持大局，便只能将苏侧妃叫了回去。苏府面子倒是大，皇子侧妃去给个尚书处理宅门之事，也不怕折寿。哼，谁让她是苏家的女儿呢？活该受罪。原来苏无忧不仅是温庭浩的侧妃，还是恶毒女主苏晨瑜的嫡姐。红英自然对她的感官也不会好到哪去。若苏无忧还是苏府的小姐便罢了，但她现在毕竟是大皇子的女人。温庭浩在怀州赈灾回不来，我既然在京都，就要帮他照拂着。准备一下，我要进宫一趟。皇后娘娘，傅大小姐来了。自从上次景华皇后对傅文嫣的身份起疑后，2人便再也不算亲近。因此听到傅文嫣来景华宫的时候，景华皇后都有一瞬的惊愕。而当傅文嫣一走进景华皇后的寝殿时，便闻到了隐藏在熏香下那股暧昧的味道，以及屏风后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呼吸。有发这个作弊利器在，傅文嫣自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原书中皇后娘娘男宠无数，也是玩得相当花，只可惜雷霆手段的她，最终却死在自己最信任的男宠手里，还害得温庭浩身份被人质疑，最后登不了储君之位。
燕儿今日入宫来，可是有什么事？姑姑可知苏夫人被流放后，苏特妃被叫回了苏府处理苏府的杂事。本宫自然知晓，只是懒得去管罢了。景华皇后一向不喜苏无忧，虽然是户部尚书的嫡长女，但母亲早是在府中也是个不得宠的，于朝事上根本帮衬不了温庭浩半点，又是靠不光彩的手段进的大皇子府，若非温庭浩明里暗里的护着，他这个侧妃可能早就病逝了。姑姑，苏无忧毕竟是表哥的侧妃，苏家对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打的可是大皇子府和表哥的脸。被傅文嫣这样一提醒，景华皇后轻蹙了下眉头，才恍然苏无忧即使再不讨喜，也依旧是大皇子府的人。苏府这样做是在打他儿子的脸。这件事是姑姑考虑的不周，来人去苏府传本宫口谕，本宫近日受函，让苏侧妃入宫侍疾。直到出了皇宫，傅文嫣才仰着脑袋对发发连声感慨。不愧是在朝中能和文宣帝温庭抗衡的女人，玩的是真花。难怪原主第一次见温庭琛就想着对他霸王硬上弓，若非被苏晨瑜撞破，也许她还真有可能嫁给温庭琛。发发对此有些无语，但还是无情地戳破傅文嫣的脑骨。女主是苏晨瑜，作者自然不会让原主成功。也是哈，你说这个叫孙悦的男宠身怀武功，会不会就是他嘎了景华皇后？原书中对那男宠的介绍极少，甚至连名字都不曾拥有。发发埋头整理了好一会数据，最终也是无奈道：景华皇后宠爱的男宠很多，我一时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吧，文宣帝显然是知道这些事的，只是可怜了我那表哥，他若是知道了，只怕比现在更阴质暴力。妈耶，我将来不会扶持出一个暴君吗？最终为了自己将来抱的金大腿不变成阴质的暴君，傅文嫣决定还是在温庭浩得知此事之前，想办法替景华皇后将屁股擦干净。又过了2日，天气逐渐放晴，淮江一带也传来好消息。据说在温庭浩和温让慈2人的努力下，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初步有了安身之所，一切都在井井有条的恢复中。消息传到京都的时候，温庭琛就被文宣帝叫到了御书房。老大此去淮江赈灾，不但没有任何失误，还将淮江一带的难民治理得井井有条。此事你可知的？儿臣知晓。废物，你的心思若多放在正事上，此次去淮江的人就该是你。儿臣知错。其实甚少有人知道，表面上文宣帝并不疼爱温庭琛这个皇子，但背地里却是将硕国最好的资源都花在他的身上。否则以温庭琛母族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在夺嫡中脱颖而出。退下吧，真不想再听到你和苏家小姐之间的那些破事。傅文嫣，你必须将她给朕套牢了，拿不到大将军府的兵权，朕就算想抬举你，你也不配。提及傅文嫣，温庭琛只觉胸口一阵疼痛，直到浑浑噩噩地离开皇宫，走着走着却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大将军府外。没想到随着他的出现，守门的小厮竟齐齐皱眉，随后迅速进府，不是通报，反而是将大门关上。没办法，是小姐说的，二殿下和狗禁止入内。宿主，温庭琛此时正在府门外站着呢。狗东西，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才开始怀念的肾虚男。他愿意站在外面，就由他去吧。又过了半个时辰，傅文嫣看书看得有些昏昏欲睡时，又听发发道：温庭琛还没走，一直站在大将军府门前，已经有不少百姓看到了，你确定不管吗？不是，他有病吧？红衣，去府门口将温庭琛给我赶走。啥？二皇子他怎么会来？还在府门外？小姐怕不是魔怔了吧？要你去你就去。好吧。妈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二皇子还真在府门外站着。那个二殿下，我家小姐请您。燕儿知道我来，她想见我了是不是？嘿，自作多情，二殿下误会了，小姐是让奴婢来请您回府的。所以她知道我来，却不愿见我。温庭琛顿时心口如刀割一样的痛着，却还是极尽镇定地问出了自己想问的。这个嘛，小姐只说让奴婢请殿下离开。你家小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因为我认不清自己的心，因为我放弃了她而选择了苏晨瑜，所以她生气了，再也不愿意像从前那般爱着我了。红英沉默地想了一会，还是如实回答道：奴婢也不知道，只是小姐已经很久没提到殿下了。这句话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温庭琛努力克制的情绪终于爆发。这不可能，什么叫做很久没有提到本殿了？你作为他的丫鬟，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滚开！我要见他。二殿下，我家小姐说了不见你。怎么，本殿要见他，你一个奴婢也敢阻拦？二殿下，您这般硬闯大将军府，怕是不合适吧？此时一道嘲讽的声音传来，只见舒修骑在马背上，目光沉沉地看向温庭琛。你来做什么？游湖那日，燕儿妹妹答应了同我去骑马，这不是天气放晴了，特意来寻燕儿妹妹出去嘛。你走吧，她不会去的。去不去的我见到了燕儿妹妹才知道，以前或许傅文嫣不会去，现在可不一定。去告诉你家小姐一声，就说本世子来接她去骑马。是，奴婢这就去。不用通传了，本小姐在这呢。爱你的时候你不珍惜，不爱你的时候你又后悔莫及，说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曾经的原主跪舔他3年，他却为了另一个女人害他坠入悬崖。如今的傅文嫣对他视若无睹，他又觉得心痛男人死缠烂打。
嫣儿之前答应了陪你骑马，不如趁今日陪你可好？温庭琛，老娘稀罕你的时候你不珍惜，现在老娘不待见你，就算你割大动脉崩我一身血，我也会先让你赔我衣服，然后再去死。二殿下，嫣儿妹妹今日要和我们去三殿下组的局骑马，恐怕没时间陪你了。这叫什么？自作自受。喂，既是老三组的局，本店便也去凑个热闹。卧槽，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京郊的马场中，三皇子正在众星捧月地享受着周围人的恭维，突然看到随束修缓步而来的女子，顿时脸色一变。傅文嫣，本店在的地方你也敢来？哟，这俩主正又碰到一起，有瓜吃，有瓜吃。自从傅文嫣曾为了温庭琛泼了温景凡一壶热茶之后，这两人每逢见面必掐架，谁劝都没用。然而打了10多年，至今依旧谁也打不服谁。而傅文嫣听到三皇子不满的嘲讽后，也是眼神亮了亮。原书中三皇子温景凡此人被提及的次数不多，但在温让子为数不多的朋友中，他算一个。书中，温让子为劝退抚远王府谋反的40万大军，以身死为祭，最后被曝尸荒野，是温景凡一人一马，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为他收的尸。思及至此，傅文嫣决定看在温让子的面子上，不再与他计较。谁知某人却越来越来劲。本店跟你说话呢，你聋了？怎么，三殿下你是有毒吗？有你在的地方我还必须得躲着。傅文嫣，咱们俩啥关系？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什么关系？难不成景哥哥你暗恋我？不能吗？不是，你疯了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女人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只要你不暗恋我，我们的关系就缓和的可能。你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以后咱们不打架了可行？或许还可以做好姐妹。行，看你今日态度还算不错，本店暂且不与你一般计较。等会，你刚说什么？谁特么要和你做好姐妹？本店堂堂7尺男儿。好啦好啦，别唧唧歪歪的，本小姐就当你答应了。本店多安，来点瓜子不？这俩人有日子不掐了，京都的生活都变平淡了。傅文嫣，怎么今日不见你跟在我二皇兄身边了？把你身边的西瓜递我一块。刚刚还上纲上线的温景凡被傅文嫣一句话堵了回来，也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赏了傅文嫣一个大白眼之后，还是拿起一块西瓜递到他手中。于是，一人伸手，一人自然而然地递东西过去。一时间，这见面就掐的人相处的无比和谐，让早已准备好瓜子的一行人面面相觑，感觉心底怪异极了。瓜子我都准备好了，就给我看着。两个对对，突然就不对了，好不习惯。见众人都休息的差不多了，温景凡悠悠起身。今日的比赛是从马场跑到京郊的断崖处，谁先到目的地谁赢，赢着本店重重有赏。由于温景凡这个冤大头一向出手大方，因此他组的局想方设法参加并拿第一的人不少。一群人立即整装待发，正待出发之时，只见马场外又一人骑着马赶来。温景凡当即沉了脸，不为其他，只因为那个人是温庭琛。卧槽，温庭琛来了！那这个刚刚才说要和自己当好姐妹的某人，不会又要发疯了吧？以往可是每次只要遇到自家这个二皇兄，傅文嫣就像疯婆子似的逮个自个咬。想到这儿，温景凡浑身的汗毛都透着警惕。没想到傅文嫣只是悠闲的把脸转到一边，看都没看温庭琛一眼。见他这副样子，温景凡心里莫名的舒坦，但还是控制不住嘴贱。怎么，真不喜欢我二皇兄了？不喜欢。二皇兄，你的小跟班不喜欢你了吗？你干嘛？嫣儿只是在闹脾气。我不是，我没有，别胡说。温庭琛这个傻叉是听不懂人话吗？二殿下，我以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喜欢你的傅文嫣被你亲自舍弃了，你也不要再装作这深情款款的模样来我面前晃荡，真的很让人恶心。嫣儿，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面对温庭琛看狗都深情的眼眸，傅文嫣却半个字都不想再和他多说。温景凡，你他丫的还比不比？开始吧。随着一声鞭鸣，10多匹骏马朝着京郊的方向跑去。温庭琛没说出的话刹那间被憋回肚子里。然而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傅文嫣的马术居然特别好，没一会就把众人甩在身后。不出意外的，傅文嫣最终是那个当之无愧的第一。而温景凡准备的礼物是一块极好的上品暖玉，递到傅文嫣手中时，依旧没板住贱嗖嗖的嘴。怎么，你这瞎眼玩意打算把这玉配送给二皇兄啊？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嫣儿若是喜欢自己留着就好。哪怕到了这一刻，温庭琛还是觉得傅文嫣会把得到的好东西都送给他。然而，眼前的人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臭不要脸！二殿下，仆且信是一种病，有空让他一晃晃你的脑袋吧，看看有没有水声回荡。仆且信什么意思啊？温庭琛直觉这不是什么好话，但还是将心底的疑惑问了出来。就是普通且自信，本小姐早已经和你划清界限，你却事事都觉得我还会将你考虑在其中，不是过度自信是啥？还有一个骑马比赛，你连我这个2年没骑马的人都比不上，这还不够普通？恕我直言，你简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呢。不能笑，那是二皇子，不能笑，我得隐住。此时温庭琛死死捏着双手，他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一时之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羞怒多一些，还是伤心多一些。相对比的就是温景凡那张一脸看好戏的笑脸，没想到下一刻傅文嫣那凉薄的视线却落在了他的身上。温景凡三番两次找自己不痛快，本小姐怎么可能放过他？想让这货破防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按着他的脑袋，强行让他磕他心目中的神和他最讨厌之人的 CP。所以在温景凡幸灾乐祸的眼神中，傅文嫣缓缓开口：“三殿下，这暖玉我已经有了想要相送之人。”他这样一说，瞬间就将温景凡的好奇心勾了起来。不知道傅小姐想要送给谁啊？福远王府世子温让子。一句话成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变了脸，温景凡方才幸灾乐祸的脸一下就黑成了锅底。你说是谁？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福远王府温让子，温世子为人端正有礼，性子温和沉稳，如此君子，本小姐心意于他又何不可？本店不同意。温恒那样好的人，你这种声名狼藉，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一无是处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他。配不配得上你说了不算。最终这场马术比试以温景凡怒吼着将所有人赶走而结束。回府后的傅文嫣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起如今朝中各个势力的关系图，精细到连各个势力中的人的爱好都一清二楚。硕国朝廷中各方势力盘踞，你想筛选出可为你所用的，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发发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家宿主，毕竟我不是真的傅文嫣，景华皇后又对我多加猜疑，还是有自己的势力比较靠谱。而就在他专心绘制势力图之时，怀州捷报传来，温廷浩和温让慈已在回城的路上。硕国最有名的侯门贵女，如今却被一头肥猪给拱了，只因她在宴会上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老爷，如今可如何是好啊？要怪只怪你们口无遮拦，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那尊煞神。原来见傅文嫣在屋里将自己关了2天，母亲柳心便想寻个机会带她出去透透气，于是便来参加相府的赏花宴。谁曾想居然在遇挑衅！哟，我当是什么风，居然把将军夫人吹来了。我带嫣儿出来走走。傅夫人，平日都不见你来参加这等宴会，今儿个来莫不是为了让傅小姐露面，重新为她挑选夫婿吧？此话一出，场内立即一阵沉默。虽然傅文嫣下定决心和二殿下划清关系，但毕竟原主痴恋温庭琛多年，在京都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所以场内到处都是想看看傅文嫣能坚持多久，顺便再加以嘲笑的人。夫人说笑了，嫣儿才过及笄，将军府还准备多留她几年呢，挑选夫婿已是不急。听到这话，那夫人脸上不屑的神情却更浓了2分，语气中都藏着讽刺。是傅小姐不急，还是二殿下不愿意娶啊？丞相夫人，即是邀请我们贵女的宴会，怎么那些整日追着男人跑的阿扎之人也能随便进来？娘，我看咱们还是先走吧。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唏嘘，丞相夫人更是直接黑了脸，可又不能当场发作，只因对方正是中书令的夫人和嫡女。如今的丞相府因帝后之争已遥遥可危，而中书令可是天子面前的大红人。丞相夫人莫怪，小女年少不知礼数，我们刘家就这一个嫡女，都是被我家老爷给宠坏了。无碍，都是小辈间的打打闹闹。看来相府今日的门的确没关好，连路边的哈巴狗都敢过来吠叫。傅文嫣，你骂谁是狗？谁接话我骂谁。傅文嫣，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我父亲可是当朝的中书令。那又如何？觉得我不敢打你吗？我父亲可是陛下的人，本就与将军府对立。你若敢动我，自有陛下为我讨回公道。呵呵，还真是没有脑子。院子里震耳欲聋的巴掌声响起，刘云捂着红肿的脸，看着一脸淡然的傅文嫣，一时半会竟反应不过来。我靠！你竟然敢动我女儿，傅文嫣，你好大的胆子！刘夫人，是你女儿先无礼在先。傅夫人，这就是你们将军府的教养吗？哟呵，那本小姐也想问问，您家的教养让你跟个长舌妇似的说别人的家长里短 ？Double kill。您家教养让你阴阳怪气的挖苦他人 ？Triple kill。您家的教养是让你养了个敢妄议朝政的好闺女 ？Quadra kill。真是好有教养呢。Pentakill。你在胡说什么？是您家小姐亲口说的。刘大人是陛下的人，与将军府对立，这不是妄议朝政是什么？本小姐别说是打他，就是杀了他也没人敢说什么。此话一出，现场再次陷入一片死寂。这中书令嫡女还真是个蠢的，能把党政提到明面来说。就是景华皇后和文宣帝毕竟还没撕破脸，她一个臣子之女跳出来耀武耀威，不是找死是什么？听到四下的议论纷纷，刘家母女也觉得一阵后怕。你胡说，我哪有？有没有？可是有这么多双耳朵听着呢，还真是蠢得很。本小姐再怎么样，也比你这个上赶着也没人要的粗鄙之人强。大将军府有你这样的女儿，当真是家门不幸。好，那我就让你知道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家门不幸。青说，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院中一道银光闪过，众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刚刚还耀武扬威的刘云已经晕了过去。傅文嫣，你这个疯子，你居然动我们，我家老爷不会放过你的。再用你的爪子指着我，本小姐不介意替你把爪子摘了。嫣儿，小城大姐即可。柳心长期跟在傅占成的身边，自然能察觉到傅文嫣此时眼神里的是杀意。好，都听母亲的。说完，他又歉意地对江夫人屈膝行了礼。今日误了江夫人的宴会，晚辈给夫人道歉。看着眼前乖巧知礼的人，江夫人很难将她和刚才那个眼神阴鸷的小姑娘联系起来。不过，对于刘夫人母女，江夫人也没多少同情心，当着人家女儿的面这样挤兑人家母亲，只是晕过去已经是幸运了。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晚刘云便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扔进雅阁，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用发发的话来说，就是得罪狗也不能得罪傅文嫣，这个女人向来都是睚眦必报的。而今日此番举动，更是让周围的人又是一阵汗毛倒立，再也不敢说将军府的半个不字。母亲，江小姐说带我四处走走。好，注意安全。不是，我啥时候说要带这里的煞神四处溜达了？傅小姐认识我家秀秀，还算有些交情。靠，去你妈的交情！打我耳光，把我按在地上摩擦时的交情吗？江小姐，哦，来了。虽然心里极不情愿，但江秀还是起身带着傅文嫣朝盛开的紫薇花树下走去。你喜欢紫薇花吗？不喜欢。那你还来我家宴会？这2日我没怎么出门，也没什么朋友，母亲怕我在家里憋坏了，所以带我出来走走。听到这话，江秀不由愣了一下。傅文嫣来京都2年，一直追着二殿下跑，好像还真没什么朋友，就连那个夏安梦，恐怕对他也不安好心。思及至此，江秀突然觉得现在不追着二殿下跑的傅文嫣，好似也没那么讨厌了。傅文嫣，以后我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你陪我一起吧。我认识性子不错的小姐，也可以介绍给你，绝对比那个夏安梦强100倍。我太难了。傅文嫣看着面前一脸真挚的女孩，一时间有些呆愣，就连发发在听闻此话时，也瞬间炸毛。宿主，居然有女人想要和你做朋友，就你这又狗又傲娇的脾气，居然还会有女人主动和你做朋友，我勒个豆，这个位面的女人这么不正常吗？我谢谢你哈，话挺好，就是下次别说了。收回思绪，傅文嫣眼睛亮亮的看着面前此刻略有紧张的人。你这样是想和我做朋友？只要你愿意的话，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玩。好。原书中帝后之争，最后一直没站队的丞相府可没落得个好下场。若是丞相府大厦倾倒，眼前这个小姑娘会哭鼻子吧？既然成了朋友，傅文嫣觉得有必要找个机会提醒一下江丞相。江秀，等宴会结束后告诉你父亲，改日我来你府上找你玩。啊哈，找自己，为何还要告诉爹爹？虽然心中疑惑，但江秀还是点头答应。小姐，淮江有信送过来。在得知温庭浩和温让慈马上回京的消息，傅文嫣眼中难掩兴奋，可是看完信中的内容时，却不由变了脸色。宿主，你怎么了？文宣帝居然派了近200人去围杀温庭浩，咱们这位陛下还真是心狠手辣，生怕自己的儿子死得不透彻。不是有罪星在吗？200之数的刺客，以浮游阁区区不过20的人数也难以应付，此行会让此等人恐怕9死1生。发发，看来咱们得亲自走一趟了。于是趁着夜色，傅文嫣悄无声息地离开大将军府。傅占成遥遥看着傅文嫣利落远去的背影，眼中一片忧色。以前伢儿什么都不管，只一心追逐在二殿下身后的时候让人操心，现在什么都想管，同样让人操心。哎，养闺女可真难。为救自己的心上人，他不惜暴露自己穿越者的真实实力，只因要害他心上人的，正是这个位面权力顶层的那个人。属下恭送大殿下上路。父皇，你当真如此狠心吗？温庭浩沉默地提起手中的武器，努力地克制着眼底的痛色，最心也是满身伤痕，却依旧难掩眼中的杀意。相比于这2人，温让慈的神情却依旧温和平静，鲜血将他身上的衣服染成鲜红，可那双眼睛却依旧是一片澄澈的湖泊。大皇子，在下也是奉命行事，还望殿下莫要怪罪。兄弟们，给我上！没有给温让慈一行人混合的时间，厮杀再起。这些杀手分为几批，朝着最为强大的3人冲去。3人被逼得节节败退。一个刺客将手中的武器捅入温庭浩的肩膀，给身边的同伴制造可以杀死他的机会。温让慈见状，立即不顾自己所处的困境，将手中的长剑朝着那人的后心扔了出去。他的举动为温庭浩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却也将自己完全置于了危险之中。见他手中没了武器，方才还和他缠斗在一起的刺客如潮水般朝着温让慈涌去。只要刹那，温让慈便会被这些杀手送入黄泉。他瞳孔中倒映着朝他扑过来的刺客，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与傅文嫣相处的点点滴滴。也不知道这些日子他在京都可还安好？不，我还想再见他一面，所以绝不能现在就死在这里。抱歉，我还未见到他，所以今日不能如君所愿了。温世子，
大势已去，何必纠缠？在下这就送您上路。不要啊，阿恒，再见了，傅文嫣。若有来生，恒定不负你。温恒，温恒，你可还好？突然心心念念的声音在一旁响起。温让慈不可置信地睁开眼，只见傅文嫣正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温让慈心中一紧，立刻提起力气将傅文嫣护到了身后。你怎会在此？你知道此处有多危险吗？借着月色，傅文嫣看到了他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眼睛瞬间就红了。温恒，疼吗？刚要斥责眼前之人的温让慈，听闻此话，身体瞬间僵住，还没来得及多想，便脖子一痛，整个人瞬间失去了意识。傅文嫣将温恒推给同样伤重的温廷浩，表哥，照顾好他。燕儿，无碍，今日这里只有我们能活着离开。话音落下，傅文嫣抽出手中的长剑，那双泛着凉意的眸色落在眼前的刺客身上，好似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群杀人如麻的杀手，而是一群待宰的猪羊。你是谁？不战先怯，死不足惜。他疯了，孤身一人杀进刺客中，虽然能极快地取了这些刺客的性命，可同时也将自己完全置于危险中，这根本就是自损1000伤敌800。我数数，1、2、3，还剩43个，别磨蹭了，我们继续。我们今日的目标并非是你，你又何必和我们作对？你们的目标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我在，死的人只会是你们。这句话已经为眼前还活着的刺客定下了最终的结局。随着最后一个刺客倒下，温廷浩也没能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表哥，你还能走吗？原本以为瑶儿只是脑子聪明，现在看来，这武力值也当真是让人望尘莫及。伤了你和温恒，对他们来说，死已经是解脱了。看着眼前一脸杀意的傅文嫣，温廷浩的眸光闪了闪，震惊之余又有些暖意。话说被妹妹保护的感觉，貌似还真不错呢。温恒，你醒了。昨夜你孤身而来，那些刺客是你解决的？没错。温让慈不赞同的拧着眉心，还想再说什么，却突然看到傅文嫣缠着纱布的手臂，顿时眸中一片紧张。你受了伤，严重吗？疼不疼？没想到听到这个问题，傅文嫣先是眼睛一亮，片刻后又委屈巴巴地看着他。温恒，我受了好严重的伤，也好疼的。听闻此话，温让慈心疼的整颗心都在死命的缩紧。他刚想起身下床查看傅文嫣的伤势，没想到下一刻，傅文嫣竟一个箭步扑到他的怀里。如果抱抱的话，可能就不那么疼了呢。明知眼前之人是在耍赖，可拒绝的话卡在温让慈喉间，无论如何也吐不出，只能双手垂在两侧，努力地克制着将他拥入怀中的冲动。傅小姐，再靠下去我要站不稳了。带着点点笑意的声音，犹如一颗颗碎钻钻入傅文嫣的心里，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凝结成一条灿烂的星河。她抬起头来，仰头看着面色苍白、眸色却温暖的胜过秋天连绵不绝的枫叶的人。温恒，你这样惯着我，不怕我得寸进尺吗？不怕，救命恩人嘛，有得寸进尺的特权。这话总觉得有几分熟悉。傅文嫣狐疑地瞅着温让慈，突然想起自己前几日和他说的那句独有的特权，眼中顿时染满笑意。看来我说的话温让慈都有好好记哦。然温让慈温和地注视着他，片刻后还是没忍住，身上有伤就不该四处乱跑。谢谢你，果然是懂破坏气氛的。直到皇后的人接手这处别院，傅文嫣便立即返回大将军府，因为离开太久，难免会引起文宣帝那边的怀疑。与此同时，硕国皇长子温廷浩和温让慈在回京途中遇刺身亡的消息翻天覆地地传入京都，引起一片哗然的同时，也将百姓心中的怒火点燃。呵，大皇子刚刚解决怀州水患，是哪个杀千刀的居然敢谋害他？就是大皇子一心为百姓谋福祉，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伤害他的人。对，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胸怀天下的人就这么陨落，这件事朝廷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究竟是谁放出的老大遇刺身亡的消息？幕后之人散播消息的手段极为隐秘，这些消息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儿臣无能，实在无从查起。原本他的计划是打算在温廷浩死后，说他是在回京途中突然失忆身亡，可现在温廷浩遇刺身亡的消息却传得天翻地覆的都是，完全将他原本的计划打乱。都是废物，朕派出去的刺客无一人回来，老大被刺杀的事却已经传得天下皆知，这让朕怎么给百姓交代？父皇，如何给百姓交代并非最重要的，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大哥是否真的已经身陨。朕的人早已经去过城外，可在那里并没有找到老大和温让慈的身影。既然没见到尸首，就不能排除他还活着的可能。去传令京都守卫军，以搜查刺客为名，给朕查出大皇子此时的藏身之处。一旦搜查到他的踪迹，杀无赦。
被除去能力比自己强1万倍的亲生儿子，他不仅将儿子派往最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甚至还秘密派出一个连的刺客沿途阻击，却不想仿若天选之子的儿子竟还能完好无损的回来，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藏了起来。却命京都守卫军以搜查刺客为名，秘密查询大皇子的藏身之处，一旦找到他的踪迹，杀无赦。消息很快传到大将军府，相对比傅占成的暴跳如雷，傅文嫣倒是一脸淡然。听说将温庭浩藏身的地方泄露给京都守卫军军首，算好时间，等他动手之时，将我们的人和百姓一同引过去。暴露大殿下的位置，去安排吧。是，小姐。直到青书退下去，傅占成才从刚刚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你这丫头是想将刺杀大殿下的帽子扣在守卫军军首的头上？姑姑不是一直想在守卫军中安插自己的人吗？现任军首不死，姑姑哪有机会？傅占成吸了一口冷气，虽然已经有了猜测，可是当听到傅文嫣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谋划，傅占成还是觉得心惊胆战。这丫头胆子可真肥，她这一手可是将陛下的心思全都算计准了。想到文宣帝得知这件事后会是何等震怒，傅占成都有些忍不住同情他了。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多幸灾乐祸一会，傅文嫣的声音便悠悠响起：“父亲，我有事还需要出去一趟。”你说啥？那个，我想出去。你小命不要了是不是？刚带一身伤回来，又想出去作妖？爹爹，我有我的打算，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不行，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丫头根本没把自己的小命当回事。谁家姑娘像她这么整天作死？再次被拒绝后，傅文嫣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然正当她准备撒娇卖萌喊爹爹之时，没想到傅占成竟早已预判了她的预判。呀，你看爹爹新买的耳塞好看不？你看，好看个大头鬼！为了防止自己撒娇，爹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呢。傅文嫣见此，先是无奈地瘪了瘪嘴，然而下一刻竟嗷的一嗓子大哭起来，看着自家闺女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拽起自己的衣袖擦鼻涕。傅占成只觉一阵脑壳痛，半晌，终究还是他败下阵来。看来光有耳塞还不够，以后还得再准备个眼罩。手臂上有伤就多注意一些，若是伤势加重，以后爹爹绝不会再心软。爹爹放心，女儿保证一定生龙活虎的出门，活虎生龙的回来，连根毛都不会掉在外边。在跟傅占成一阵再三保证后，傅文嫣终于如愿出了门。傅文嫣，我当然知道你叫傅文嫣，只是这货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自己房间的？你那日说过几日再来我府上找我玩，不会指的就是现在吧？我想见见张丞相。来我家不找我，反而找我爹，倔强。虽心中埋怨，但江秀还是乖乖地将傅文嫣带到江丞相的书房中。我想，丞相大人应该知道晚辈今日来的目的吧？傅小姐是为了皇后娘娘来当说客的吗？如今一直作为中坚势力的丞相府，早已在帝后之争中风雨飘摇。江丞相深知唯一能解决眼前困境的办法，就是在帝后之中选择站队。而傅文嫣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江霍自然能想到她来此的目的。丞相大人误会了，今日晚辈前来是为自己，为天下人游说丞相大人，并非是为了皇后娘娘。此话何意？丞相大人之所以一直不做选择，是因为你只想为百姓请命。可你有没有想过，若再不做选择，便会失去丞相这个身份，到那时别说你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还会将你的家人也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咱们的帝后可都不是心慈手软之辈。但是如果丞相大人明面上选择皇后娘娘，暗中选择的却是我，眼前的困境便可迎刃而解。本相倒不知选择傅小姐和皇后娘娘的区别在哪。选择我，丞相大人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者亦是晚辈之愿。此话一出，江霍震惊地呆愣了一瞬，半晌，脸上却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我竟然不知道傅小姐是如此胸怀天下之人，老夫老了，不知道变通了，还需要你这个小姑娘来提点。此时，江霍看着傅文嫣的眼神中满是掩饰不住欣赏，不为其他，只他那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让天下读书人无法拒绝。本官愿选择傅小姐。江霍做出了选择后，傅文嫣又在丞相府密谋大半个时辰才离开。没想到他前脚刚走，后脚丞相府的管家就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老爷，不好了！守卫军军首率人自杀大殿下，被百姓撞了个正着。眼下京都的百姓皆自发去了宫门前求陛下主持公道。朝中来了消息，明年即可入宫上朝。大殿下如何了？据说大殿下身受重伤，目前尚不知生死。江霍闻言起身，匆匆朝着外走去，步伐虽快，但是眼神中却无太多紧张之色。显然管家刚传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提前知晓了。刺杀皇嗣，罪至株连9族，刘军守
或许你可以告诉本宫是谁指使你的，本宫还能保你家人一命。跪在地上的刘君守在听到景华皇后这暗含威胁之意的话后，下意识地看向文宣帝，却在对上文宣帝森寒的目光时，不由瑟缩了一下。木有人指使臣指使。指使什么？其实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狡辩一下，毕竟我们可怜大殿下的一根毛都没碰着呢，就被这些不知道从哪了冒出来的百姓一顿胖揍。回皇后娘娘，臣只是误伤大殿下。呵呵，无人指示，误伤，好得很。我操无情！皇后，这是议政殿，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陛下，今日若是刘君守不死，您要如何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交代朕自然会给，但京都护卫军军守这个位置何其重要，你怎敢就这样直接处置了他？我说过人才济济，区区一个护卫军军守，本宫有的是推荐的人，京都的安危，陛下不必担心。闻言，文宣帝脸色更加黑的可怖。然而，景华皇后却只是将匕首随意扔在刘君守旁边，不紧不慢地抬脚离开。傅占成在心底默默地为自家强势的妹妹竖起了大拇指，面上却一片神色肃穆。陛下，刘君守已死，但君守一位不宜空悬太久。微臣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副将，不如微臣给陛下推荐2个。推荐你个大头鬼！朕干脆把江山拱手递到你们老傅家手里，你要不要？文宣帝的心里简直憋闷极了。可他这方阵营中，文臣的数量远远胜过武将，而忠于他的武将各司其职，根本就抽调不出能担任军守这一职的人来。然而就在这时，自上了议政殿便一直保持沉默的江丞相却站了出来。陛下，福远王府世子温让慈德才兼备，品行端正，且此次淮江赈灾一事，温世子也劳苦功高。陛下不如将这军守之位交予温世子，一来可以锻炼年轻人，二来也算是对温世子此次赈灾的嘉奖。温世子一个史书编撰，哪能胜任军守之职？本将还是觉得我的几个副将合适，他们长期跟着本将征战沙场，经验上绝对无人能比拟。所以，朕觉得江丞相的建议不错。文宣帝一见傅占成又跳了出来，怕军守一职真当被他抢了去，便忙一锤定音：代公公，您旨封福远世子温让慈为禁卫军军守，护宫中安全，即刻上任。老奴遵旨。哼，朕身边虽无能任命的武将，但也不会将军守一职拱手让给皇后一派。此时一切已尘埃落定，傅占成颇为不甘心地瞪了江霍一眼。若不是这孙子插手，自己的人铁定能担任军守。不过这孙子怎么突然帮起福远王府来了？察觉到他的视线，江霍却一脸谦虚地对他颔首。傅占成一愣，当即就冷着脸别开视线。卧槽，什么玩意？刚和自己针锋相对，下一刻就对着自己挤眉弄眼儿，简直是不要老脸。怎么看傅老贼的样子，似乎不知道自己推荐温让慈是听了他家闺女的吩咐。看来这傅大小姐瞒着大将军府的事也不少啊。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过期的药品更胜毒，说的正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曾经的原主跪舔他3年，他却为了另一个女人害他坠入悬崖。如今的傅文嫣眼中再无他的身影，他却恍然发觉，原来自己一直深爱的都是他。嫣儿，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要再闹了好吗？温挺身，你是不是贱啊？我把你高高捧起的时候，你不屑一顾；等我觉得烦了、厌了、倦了的时候，你又巴巴的粘上来，一次次找骂。一旁的江秀见此，忙低下脑袋。原本今日他兴致勃勃地来找傅文嫣玩，没想到刚要出门，就和来大将军府的温庭琛迎面碰上。此时听到温庭琛这近乎卑微的语气，江秀都恨不得当场将自己埋进土里。笑话，温庭琛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皇子，此刻自己见到他这副卑微的模样，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而傅文嫣的目光却掠过温庭琛，最后直直落在他身后的几口大箱子上。英，看样子二殿下没忘了自己还欠着我1300两黄金呢。嫣儿，这里一共有1800两黄金，多的算是我给你赔礼道歉，你莫要再生气了，好不好？啊哈，这还真是风水轮流转。曾经的傅文嫣，就是二皇子咳嗽一声，他都会紧张到以为对方得了重感冒。可现在的傅文嫣，我敢保证，就算二皇子在他面前上吊，他也一定会当温庭琛是在荡秋千。二殿下，那些补偿道歉的话，请你还是别再说出来了，新人的好。此时的温庭琛早已没了曾经的高傲，只一心想挽回那个曾经爱他如命的女人。就在他还想再说什么之时，却被匆匆赶来的傅占成及时打断。二殿下莅临比府是有何事？爹爹，二殿下将欠我的金子送我过来，您让人点一下收进库房吧。看到箱子的时候，傅占成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但此刻听傅文嫣这样说，还是有些意外。想到这些箱子里都是金灿灿的黄金，傅占成脸上立刻堆起了姨母笑。二殿下，您跟老臣来清点旧事，伢儿还要和朋友出去玩吗？朋友，傅文嫣在京都除了夏安梦之外，居然还能有其他的朋友？难道是江秀？
思及至此，温庭琛淡漠的目光落在一旁的江秀身上，江秀不由打了个冷战。妈耶，看我做甚，是你不懂珍惜，还怪人家不爱你了。傅占成见温庭琛此时的目光，也是满脸不悦。卧槽，这是什么表情？合着自家宝贝闺女在他脑子里就只配围着他这狗东西转吗？然他的宝贝闺女此刻根本不想搭理他口中的这个狗东西。爹爹，我先走了，一共1800两，你让人点仔细些，别少了。啥呀？不是1300两吗？怎么自家大宝嘴巴一碰就多了500两？思及至此，傅占成这下在看温庭琛的眼神都带了几分亮光。也是，谁会嫌钱多呢？殿下，请随微臣来。见温庭琛还想再说什么，傅占成赶紧抓着他的手就往前厅带，丝毫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而傅文嫣也抓紧时机带着江秀逃到马车上，见他一副被鬼追的模样，江秀不厚道的笑了起来。以前你追着二殿下跑的时候，他的表情就和你现在的差不多。不过风水轮流转，如今也到他来求着你哄着你了。风水轮流转嘛。傅文嫣不由心底冷笑，只可惜原主可早就死了，再怎么转也不是原本的风水。小姐，府有毛府的小厮送来一封信。正百无聊赖的傅文嫣闻言眼睛顿时一亮，迫不及待地拆开塑封的信件，打开信纸的瞬间，跃入眼帘的果然是温让慈极具风骨的字迹。见字如晤，崭新书言，犹记得曾于怀州分别之时，恒允诺为小姐寻一小字，故翻阅典籍，觉成篇之用，逍遥自得2句寓意极好，特取其中。之遥2字，不知可否合小姐心意？傅之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逍遥自得，无忧无虑。傅文嫣看着这2个字，唇角微微勾起，想出这2个字，看来温恒耗费了不少脑细胞吧。嘿嘿，好想见他。由于傅文嫣上次负伤回来，所以傅占成强行将他按在院子里休养，就连前2日能有幸出府办日，也是看在江秀亲自来寻他的面子上。而此时的府门外早已被傅占成安排了多名守卫把守。傅文嫣颇感无奈，可为了能见到温让慈，她只能一溜烟地跑到院中的墙角下。小姐，您身上的伤还没好，不适合翻墙吧？无碍，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翻个墙而已，轻而易举。说完，傅文嫣足尖一点，借力爬上墙面。小姐，要不您还是下来吧，太危险了。你再大点声，干脆让全府上下都知道我在翻墙得了。那小姐，你小心着点。然而此时的傅文嫣却根本没听到红英说什么，她目光灼灼地看着站在墙下，正仰头看她，眼中满是温和笑意的人。温恒。温让慈原本平静的眸子在对上傅文嫣的视线后，刹那间仿若天上的星辰般闪闪发光。小心些，莫要将伤口弄裂了。温恒，你怎么会来这？此话一出，温让慈刚才还正常的脸色便肉眼可见的红了，他嘴唇动了动，半晌却没说出一个字来。小七却在他身后默默地翻了个白眼。自家世子都来大将军府蹲墙角了，还能为什么？还不是被你这个妖精勾了魂。傅文嫣没错过这主仆俩大相径庭的表情，当即轻笑出声。温恒，你是不是这2天没得到我的消息，所以想我了？不是，我只是路过。不是，世子您怎么连说谎都不会啊？咱就是满京都的溜一圈，也溜不到大将军府这荒无人烟的后墙边来吧？然而这蹩脚的理由，傅文嫣却信得很认真。能让世子路过，想必这大将军府里定有什么吸引你的宝藏呢？见他微微轻身向前，温让慈不由有些心跳加速。我现在上前将这妖精与世子隔开，世子会不会揍我？温恒，我觉得之遥2字很好，我很喜欢，谢谢你。你喜欢便好。此时温让慈眸光柔和，心间仿佛被傅文嫣弯着的眉眼填得满满当当。那是不是我喜欢的你都会给我？闻言温让慈脸色红红的，只一瞬就知道这人想要说什么。他自然也想要将天下最好的一切都给傅文嫣，又自觉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只是拒绝的话还未说出口，便听墙那边传来红英刻意压低的声音：小姐您还在吗？大将军回来了。傅文嫣一听这话，立即像是被拎住了脖子的小猫，浑身一激灵。在，我马上回来。小七，你看那是什么？见小七回头，傅文嫣毫不犹豫地跨到温让慈身侧，一边踮起脚尖，一边伸手揽住温让慈的脖子。在温让慈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傅文嫣还带着淡淡药味的唇角已轻轻落在了温让慈嘴边。温让慈的心跳仿佛瞬间慢了半拍，可傅文嫣并没给他震惊的反应时间，早已一个跳跃，消失在了墙的那头，只留温让慈已经红到耳边的脸和一脸懵逼的小七。什么东西？哪呢？这边啥也没有啊。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可她却一口气背出唐诗300首，顿时震惊四座。据王爷，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本小姐今日所作之诗，够多了吧？够了，没想到寿国还有此等彗星人物。此事一出，怕是无人再敢与之匹敌。傅小姐这乃大才艺。而在2个时辰前，女人还是众人眼中闻名京都的草包大小姐。大皇兄，今日是19楼1年1度的大比，燕儿妹妹呢？她不来凑个热闹吗？
见温廷浩的身后并没有傅文嫣的身影，温庭琛不免有些失望。那丫头自由散漫惯了，本店也不知道她到底来不来，或许你可以问问温世子。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齐齐噤声，而刚和温让慈并肩走来的三皇子温景凡闻言，却眉心一拧。大皇兄，你这话未免让人误会，傅文嫣那疯女人来不来和温恒有什么关系？听到温景凡的这句话，方才因温廷浩的话而惊讶不已的人齐齐冷静下来。也是，温世子洁身自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怎么可能会和傅文嫣扯上关系？想必方才只是大殿下随口开个玩笑罢了。然而温让慈却在这时不急不慢道：恒也不知傅小姐是否会来。他唇角挂着温和的浅笑，提到傅文嫣时，眼神不复平时的疏离淡漠，而是透着让人沉溺的柔和。众人再次齐齐一默。哎呦我去！温世子这又是何意？三殿下明明已经替他和傅文嫣撇清关系了，为何他又主动接过大殿下的问题？难道傅文嫣当真和温世子有什么不成？想到这个可能，这些人的眼神肉眼可见的复杂起来。温庭琛却在这个时候轻蔑地瞥了温让慈一眼。温世子和嫣儿并不相熟，不知他是否会来也在情理之中。温让慈对上他眼中的不屑，面色不变。二殿下与傅小姐倒是相熟，可不也不知道她今日是否会来。而且二殿下身边既有家人相伴，又何必再唐突傅小姐？温庭琛闻言脸色猛地一变，刚想解释是苏晨瑜自己跟过来的，此时一道少女的声音却在人群后悠悠传来：哟呵，挺热闹啊！众人闻声纷纷转头看向潸然走来的那人，有探究，有不怀好意，有同情，有怜悯，甚至有幸灾乐祸的。可以说，傅文嫣在这短短的几秒就体会到了人间百态。不过，她依旧能面不改色的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人群前方，反而是跟在她身后的江秀恨不得将脑袋都埋到地底去。早知道跟着傅文嫣一起出现是这样的场景，我就不和她一起来了。嫣儿，你来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大将军府接你。抱歉，本小姐没懂二殿下的意思，我来不来这里关你屁事。温庭琛脸上的笑容一顿，傅文嫣的冷漠让他顿时有些手足无措。傅小姐，你莫要怪二殿下，是陈宇身份地位，又极想观摩各国才子佳人在诗文上的造诣，这才求着殿下将陈宇带了过来。傅小姐若是要怪，就怪陈宇吧。他眼睫微垂，握着手绢的手都在缩紧，似是对傅文嫣害怕到了极点。装什么呢？你说这话不就是想告诉嫣儿是二殿下带你来的？他应该识趣的闭嘴吗？江秀实在看不下去苏晨瑜这种盛世小白莲的做法，外加现在也是真心把傅文嫣当朋友，自然不能让傅文嫣被欺负了去。而傅文嫣却并未接话，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晨瑜。你还真别说，今日这苏小姐怎么总感觉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是不是感觉有点恶心？怎么回事？若是以往傅文嫣早就该对着自己破口大骂了，怎么今日这般静默不语地看着自己，仿佛自己此刻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入不了他眼的跳梁小丑。思及至此，苏晨瑜突然眼泪汪汪地抓着温庭琛的袖子。殿下，陈瑜没有那个意思，您知道的，陈瑜一向喜欢诗文，并非是为了故意针对傅小姐。温庭琛看着他眼中强忍的泪水，心中却不知为何再也生不出过往的心疼。他抽出衣袖，快步来到傅文嫣面前，带着满面深情道：嫣儿，比试快开始了，我已经让人备好了你爱吃的莲花酥，你来尝尝可好？温庭琛此刻的态度不仅惊呆了苏晨瑜，甚至连周围的人也同样看呆了去。二殿下这是被鬼上身了，平日不是最厌恶傅文嫣吗？难道是傅文嫣的欲擒故纵有了效果？看来这次是真要得偿所愿了。然而得偿所愿的某人却只是后退了2步，好似面前有什么脏东西似的。二殿下，你记错了，我从来不喜欢吃莲花酥，不过我觉得苏小姐应当挺喜欢吃莲花酥的，毕竟白莲花和莲花酥此乃绝配啊。只可惜这些迂腐的古人不懂21世纪的小仙女们，这些奇奇怪怪却又无比贴切的梗，纷纷投来一脸呆滞的目光。傅文嫣觉得无趣，抬腿欲走，温庭琛见状下意识的就要伸手去拉他，没想到就在这时，横空一只手却挡在了温庭琛面前。二殿下，男女授受不亲，还请自重。温庭琛垂下眸子，看向温让慈挡住自己的手，眼底浮现一抹暗色。本殿与嫣儿的事，温世子似乎管得太多了。此事虽然是在下唐突，但傅小姐不愿，还请二殿下莫要为难。你又不是他，你怎知他不愿？仿佛是被人戳破了心思，温庭琛顿时恼羞成怒。温让慈还没回答温庭琛的质问，傅文嫣就从他身后探出头来。嘿嘿，男女授受不亲，还请自重。嫣儿，请叫我傅小姐。此话一出，人群中传来几声压抑的笑声。当真是奇了怪了，过去都是傅文嫣对二殿下死缠烂打，现在却完全反了过来。傅文嫣今日对二殿下的态度，根本不是咱们以为的那般是欲擒故纵，他明显就对二殿下没了兴趣。最后随着楼下比试的开始，众人的视线才终于转移到正地方，见楼下众才子佳人皆跃跃欲试的模样。刚随温庭浩来到天字第1号房的傅文嫣，顿时觉得索然无味。随着一声哈欠响起，傅文嫣揉着眼睛起身对温庭浩道：我出去一下，
表哥帮我看顾一下江小姐。坐在角落里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江秀，我谢谢你哈，就很尴尬有木有？就在傅文嫣踏出包房走向19楼后院的瞬间，苏晨瑜目光森森地看着傅文嫣离开的背影，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傅文嫣，只要有你在，他的眼里就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别怪我心狠。被除去心上人的白月光，他不仅狠心给自己下媚药，甚至还找了个200斤的壮汉来撕扯自己的衣服。不要，傅小姐，我知道错了，求您别这样对我。是陈瑜，发生什么了？糟了，是阿瑶。咋回事？不知道，咱们也去看看。苏晨瑜，为了他，让自己染上一身污泥，值得吗？傅文嫣，若是没有你，殿下会只爱我一人的。你想要温庭琛的爱有千万种办法，可你不该将主意打到我这里来。苏晨瑜，新仇旧恨，你猜我会怎么让你付出代价？火火，就算你想对我做什么，现在也都来不及了。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呸！啥也不是。傅文嫣，你对陈瑜做了什么？傅文嫣挑眉饶有兴致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还没说话，便见那大汉跪在地上忙不迭地朝温庭琛磕起了头。二殿下饶命啊！小的家中还有病重的老母要照顾，这才被逼无奈按照傅守节的要求请保于这位姑娘。殿下，傅小姐刚才给陈瑜灌了一杯酒，陈瑜好难受。苏晨瑜此时颤抖着握住温庭琛的手，潮红的脸颊上泪眼婆娑，看起来弱小可怜到了极点。温庭琛脸一黑，视线落在地上摔碎的杯子上，随即抬眸冷冷地看着傅文嫣。陈瑜做错了什么？你不是对我已经不屑一顾了吗？又何必再这样折磨她？给一个无辜的弱女子用这种药，你简直是蛇蝎心肠。今日本是19楼内1年1度的文试，此时楼中早已人满为患，只这短短几句话的功夫，进到后院的人便都认定了这一切是傅文嫣所为。你说是傅小姐指使你来玷污苏小姐清白，请问这是发生在何时何地？你们之间有何交易的信物？没有信物，是傅守节4今日临时找到小人的。他说小人的母亲在他手里，让小人听他的命令行事，否则就杀了小人的母亲。胡说！你说傅文嫣是今日临时找的你，可傅文嫣今日出了大将军府便去丞相府接我，后面一直都与我在一处，我怎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时间去找你做出这等下三滥的事来？这或许是傅守节在找你之前来找的小人呢。哼，你这样说也行，不过你总归能估出是什么时辰吧？傅文嫣何时去的丞相府？我丞相府的人心里都有数，只要你说出的时辰对得上。然江秀话还未说完，被温庭琛搀扶着的苏晨瑜却发出一声闷哼，众人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去。殿下，杀了陈瑜吧，陈瑜宁死也不愿失去清白。苏晨瑜半合着眼睛，全身酸软无力，像极了一朵即将破碎的白莲花。不会的，有我在，我会想办法的。傅文嫣，今日的事不会到此为止，你必定要给陈瑜一个交代。有气交代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话音刚落，温庭琛便觉怀里一空，而苏晨瑜已经被傅文嫣扣住下巴，站在了离他2步之外的地方。苏晨瑜，我这人从来不吃亏，既然你们咬定是我给你下了药，那么今日这事本小姐势必做到底。说完，傅文嫣掌心一闪，一颗药丸便被丢入苏晨瑜口中，随后又一把将其推回温庭琛怀里。苏晨瑜又惊又怕，可下一刻更是浑身燥热难忍，而傅文嫣只是不紧不慢地将另一颗药塞进一旁大汉的嘴里。苏晨瑜见状，当即明白傅文嫣的意图，顿时简直都要疯了。殿下，求求你带陈瑜离开这里，求求你。想走？今日这戏不看完，本小姐看谁能活着离开。没想到随着傅文嫣这句话说完，19楼之上20多名暗卫凭空出现，他们面无表情又嗜血的目光紧紧盯着人群。卧槽，我就想消停的看个热闹而已，不至于吧？咱这简直是用命在吃瓜。温庭琛此时显然也被傅文嫣一句话就喊出来的这些暗卫给吓到，可又气又恼，却又毫无办法。二殿下还是赶紧将苏小姐送过来吧，否则这要笑到了，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听到此话，温庭琛的脸又是一黑，可现在的傅文嫣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地看向一旁的温庭浩。大皇兄，难道你也要看着傅文嫣这样为非作歹吗？温庭浩轻蹙了一下眉，眼中闪过不悦。何为为非作歹？既然苏小姐和这位所谓的帮凶都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此事是燕燕筹划，那不如就让这件事坐实了。这样，就算我们背了这个骂名，也不算是冤枉，不是？在场的人都没想到温庭浩会是这样的回答，当即再次认识到这位杀伐果断的大殿下对这位心狠手辣的表妹宠的当真是没了边。温庭琛深吸一口气，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傅小姐，没想到就在这时，刚才还意识恍惚的大汉突然猛地站了起来。傅小姐所托小人未能完成，但也不愿伤害无辜之人，小人愿以死明战，还望傅小姐放过我的家人。话音刚落，
他突然从袖中掏出匕首，猛地就朝着自己的心口刺了下去。温让慈看到他的动作，立即伸手去拦，可还是晚了一步。锋利的匕首从温让慈掌心划过，然后直直捅入大汉的心口，鲜血一滴一滴的从温让慈掌心滴落，在地上绽开一朵一朵的红色皇冠。傅文嫣低头看着地面那刺目的红，肆虐的杀意顿时染上他的眉眼。阿瑶，不疼的，真的不疼，只可惜没能拦下他，线下没有唯一的人证。温恒，别再让我看到你受伤，只许一次，下不为例。由于江秀全程关注着这边，对傅文嫣身上刚才流露出来的杀气比别人更加体会深刻，所以当看到温让慈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敢去靠近傅文嫣，他心底默默地对温让慈竖起了大拇指。难怪傅文嫣现在喜欢温让慈，这样丝毫不畏惧她的男人确实不多。更难得的是，温让慈还如此的温柔耐心，换作是我也得心动。正当江秀正天马行空地想着，突然一道冷冽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江秀立刻正色，佯装无事的抬头望天。想想都不行，占有欲强的女人真可怕。苏晨瑜，我给你喂的药非阴阳交合不可解，二殿下有这功夫在这闲扯，还是想想怎么给你的小绿茶解毒吧。听到傅文嫣的这句话，看着眼前陌生到极点的傅文嫣，温庭琛只觉心中又是一阵阵的揪痛，而苏晨瑜心底默默地松了一口气。哼，既然你这么费尽心思想要这一切，那本小姐就助你一把，等你们生米煮成熟饭之时，本小姐自有办法让你们知道何为后悔。思及至此，傅文嫣也是实在没心情再看眼前辣眼睛的这一对，让他们走吧。是。刹那间，围在四处的暗卫瞬间消失，堵在出口处的众人也自觉为温庭琛让出一条路来。温庭琛抱着苏晨瑜的身形一顿，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匆匆的离开。这场闹剧最终以一条生命的终结而落下帷幕，只是并没有人注意到早已死透了的大汉尸体，竟不知在何时消失的无影无踪。二殿下，不是微臣不想办法，而是苏小姐所中的媚药，除阴阳交合之外，确实无解。温庭琛闻言注视着已经醒来又昏迷了不知多少次的苏晨瑜，脑海中想着的却是傅文嫣看温让慈时那含情脉脉的目光。以往他的眼中只有自己，可如今到底一切都变了。殿下，苏小姐就要醒了，还请殿下赶紧拿主意。劳烦院守大人回宫复命时告诉父皇，本殿要娶苏小姐为侧妃。正妃之位，不知为何他心底还有一点希冀，或许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某人有朝一日能回头吧。而就在太医离开后不久，二皇子府内染上了一层玉色，男女杂糅在一起的乐曲悠扬地传出院子。黑夜降临，没人注意到那道悠闲地扒在墙头处的人影。傅文嫣听着这延续了近1个时辰的动静，啧啧地摇头晃脑，独自感叹：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药效这么强悍呢？他先将一颗加强版的媚药强行塞进女人口中，后又将令人不举的药偷偷掺在男人的茶水里。果然不多时，房间里便传来一阵阵诡异的惨叫。这到底怎么回事？本殿这是怎么了？殿下，请我穿越无数个位面的阎罗王，还能被你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小鬼欺负了去。苏晨瑜，这就是你冤枉我的下场。是啊，别闹！卧槽，温恒，该死的，刚才听得太入神，都没注意到温恒啥时候来的。我刚刚的猥琐表情，他应该没看到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那个，我能狡辩一下吗？待两人来到偏僻处，确定周围没巡逻的侍卫，温让慈才停下来，一脸严肃地盯着傅文嫣。你一离开19楼，我就知道你要来二皇子府。你是想杀了苏晨瑜，还是杀了温庭琛？没想到被当场抓包的某人，面对如此质问，却依旧理不直气也壮地反驳：苏晨瑜故意冤枉我给他下药，我便如他所愿；而温庭琛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恶心我，我若还什么都不做，得多委屈啊！见眼前这人上一秒还理直气壮，可下一秒又一脸委屈，温让慈的心底瞬间变软的不行。好吧，那你告诉我，刚刚你在他的茶里放了什么？他虽然晚跟上傅文嫣一小会，但还是看到了他往温庭琛的茶里加料的过程。没想到听到这个问题，傅文嫣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僵。怎么，阿瑶是不能告诉我？那个也不是，只是怕污了你的耳朵。闻言，温让慈更加好奇，难道还是让人那啥的药？不是，一招不用2次，总用那啥药显得我多没品。见傅文嫣一脸不想说的样子，温让慈便静静地盯着他，显然一副不好糊弄的神情。哎呀，那个时间不早了，我爹喊我回家吃饭了。说罢，傅文嫣利落的抬腿就准备开溜。可惜的是，温让慈明显早就防备着他这一手。阿瑶，你还没告诉我你在二殿下的茶里放了什么？温让慈的手指修长，轻而易举的就把傅文嫣的手腕牢牢圈在掌中，加上温让慈故意装着一脸无辜的模样，和刚睡醒的小狗等待着主人投喂的小表情如出一辙。在这种一边强势一边温柔的攻势下，傅文嫣果然没坚持2秒便率先败下阵来。是你非要问的哦。傅文嫣清了清嗓子，可话到嘴边却还是有些说不出口。要不等过几天吧，过几天你就知道了。然而温让慈只是摇头，依旧满眼期待地注视着他。见此，傅文嫣只能仰天长叹，闭上眼睛，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那不是那啥药，是让男人不那啥的药。夜风掠过，此处一片死寂。半晌没听到声音的傅文嫣悄悄地睁开一只眼睛，却见刚才还一脸淡定追问她的人，已经不知何时背过身去，只留耳边一片红晕。妈耶，这是害羞还是被我这残忍的手段吓到了？温恒，其实那样。阿瑶，你是女孩子，莫要将那些污秽之词挂在嘴边。污秽之词？那我说污秽之词，你害羞什么？温让慈手指蜷缩了一下，有些不安地避开傅文嫣笑眯眯的视线。我在害羞什么呢？好像是想到，若是以后自己做错了事，阿瑶会不会也用这药来惩罚自己吧？不，我怎么能有这样的荒唐的想法？而且我家阿瑶应当是不会对自己做这样的事吧？在努力将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甩出脑外后，温让慈终于自己把自己给劝服了。人之常情，还望傅小姐莫要过度解读。有，我不信。温恒，老实交代，刚才是不是联想到什么不该想到的画面了？我没有，不是我。一个否认3连之后，似是怕傅文嫣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温让慈又赶紧拽住她的手。走吧，我送你回府，你爹喊你回家吃饭呢。见此刻温让慈脸红到耳朵边的模样，傅文嫣的心情简直愉悦到了极点。直到走到大将军府门前，见四下无人，她毫不吝啬的踮脚在温让慈脸颊印下一吻。温世子这么乖，赏你的。傅文嫣，温让慈咬牙切齿地看着那亲完就跑的人，当场被气笑了。你这人到底知不知道男女有别？在我眼里，世上之人不分男女，只分温让慈和温让慈以外的人。听到这话，温让慈瞬间愣在原地，久久才终于回过神来。恒何德何能，得你如此？我赌一只鸡腿，温恒刚才绝对脑补到了一些坏的画面，否则绝不会这么害羞。宿主，你不要一己夺人好不好？猥琐的是你，又不是温恒。这话怎么说？人家温恒的人设是神清骨秀的君子，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傅文嫣一听这话，立刻不乐意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人设不行，就该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你的人设是温庭琛早死的恋爱脑拔月光。忘了这茬了，那是原主的人设。我现在的人设是有过无数传输经验的全能大小姐，美貌睿智独特。你有病啊你！发发不想听傅文嫣继续卖瓜，义正言辞地打断他。不管你什么人设，总之温恒就是一尘不染的白纸。你，呵呵，你这张纸上乱七八糟的颜色什么都有，唯独没一处空白。哎，你听说了吗？所以傅文嫣当真给苏小姐下那种药，逼得二殿下不得不将苏小姐带走解毒。可不，这傅小姐难得做了一手好事，就是这形势也太恶毒了。果然本性难移，居然让人当众玷污苏小姐的清白，实在是歹毒。那可不，不过他这样一来，倒是成全了二殿下和苏小姐。听说今日陛下赐封苏小姐为侧妃的消息就送到上书府。侧妃不应该是正妃吗？谁知道呢？听说是二殿下要求封的侧妃，不过能嫁给二殿下苏小姐也算是得偿所愿。就是不知道傅婉嫣那恶毒的女人知道后，会不会把鼻涕泡都哭出来？诸如此类的言论充斥着大街小巷，短短1日时间就传遍整个京都。此时的傅文嫣在众人眼中就如同一个过街老鼠。然人人喊打的某人，此时却在府中悠哉悠哉的自斟自饮。哼，可笑，苏晨宇恐怕到现在还以为他用定了吧？只是他永远也想不到，这场婚礼的后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傅文嫣眼中漾着势在必得的笑语，遥遥朝着二皇子府的方向隔着虚空碰了一杯。苏侧妃，希望你能喜欢本小姐为你们送上的新婚大礼。这个女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却不想新婚当天，满心欢喜的她竟被新郎狠狠地摔到地上。怎么回事？怎么看着二殿下好像有点虚的样子？是啊，你看他眼眶缺青的样，看起来就像是被鬼吸了精气似的。都愣着干嘛？赶紧将小姐和二殿下搀扶起来。是。随着一片混乱的场景被一点点理顺，温庭琛也翻身上马，可还是觉得自己全身都不适，但具体是哪里不舒服，他又说不出来。殊不知，今日的种种状况，全都是拜他的前女友所赐。我打赌，苏晨宇绝对这辈子都不敢再让温庭琛抱他了。今日这一摔，真是别笑发财了。傅文嫣此时靠着窗沿，将楼下发生的一切尽收眼里。轻快的小曲晃晃悠悠地飘到与他这相邻的包房，温景凡当即黑了脸。温恒，你到底看上了他什么？谁家千金小姐笑得跟个土匪似的，这般小人得志。听到温景凡的疑问，温让慈眼中的宠溺甚至还没来得及散去，唇角的弧度却再次扩散。他很好，我看你真的是中了他的毒了。是吗？那恒，甘之如饴。你哼，本殿再也不想和你这家眼玩意做朋友了，绝交。和他们这边轻松静谧的环境相对比，二皇子府内则一片喜气洋洋。此时温庭琛和苏晨瑜正一左一右地抓着千红的两侧，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听到这4个字，苏晨瑜原本还有些不安的情绪终于被抚平。李成送入洞房。且慢，随着李官高喝完最后一声，同时响起了，还有另一个冷冽的女声。众人一惊，闻声看去，便见一侍女打扮的人昂首挺胸地走进婚宴现场。那不是傅文燕身边的丫鬟吗？莫不是之前一直没出现，就是为了等现在来抢亲？可是离几经成了，他这亲未免抢的晚了些。这用我们村里的话来说，就是吃屎的都赶不上热乎的。听着满堂宾客的讨论，温庭琛按捺着心底的欢喜，面上故作厌恶地看着红英。怎么是你？你家小姐呢？二殿下娶的是侧妃，又不是正妃，我家小姐没必要亲自前来，奴婢来此也是奉我家小姐的命令，给殿下和苏侧妃送贺礼来的。听到这话，苏晨瑜藏在袖口下的手猛地握紧。温庭琛虽然脸色难看，却到底没说什么。当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人，一样的目中无人。除非你家小姐做出让人玷污苏小姐清白的事来，人家苏小姐也不至于匆匆忙忙的就嫁给二殿下。就是傅文燕那等心思恶毒的女人，简直就是大将军府的耻辱。闭嘴！你们这些不长眼睛的狗东西，麻烦睁开你们那24K 纯金大眼睛，好好看看到底谁才是那个心思恶毒的坏女人。话音刚落，便见红英身后一个彪形大汉被人押到二皇子府中。哎，这大汉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呐，我也面慌的呢。我操，这不是那日受傅文燕指使要去玷污苏小姐清白之人吗？此话一出，前厅立刻陷入一片哗然。不对呀，这人不是当义就洗了吗？哼，他若是洗了，谁来还我家小姐清白？听到红英和宾客的对话，此时的苏晨瑜心中又惊又惧。怎么可能？那人为什么没洗？他没洗的话，那自己做的事，他岂不是全部都知道了？光是想到这个可能，苏晨瑜就觉得全身冷的都在发颤。殿下，让他们走。晨瑜害怕，一看到他我就想到那日傅小姐所做之事。殿下，求您。苏侧妃怕是哭早了，我家小姐说了，她这个人喜欢用证据说话，不像苏侧妃，只会用眼泪博取人的同情心。这到底是啥意思？不知道啊，但是感觉当日的事绝不是咱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思及至此，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死而复活的大汉身上。小姐，你说只要我装作是傅小姐招来玷污你的人，你便招认就是我的母亲，可结果呢？你却杀了她。若不是傅小姐救我性命，我当真被你骗得好苦。你胡说，我以前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让你去冤枉傅小姐？那日你明明已经洗了，你又口口声声说是傅文嫣救你性命，一定是傅文嫣让你来冤枉我的。苏晨瑜，你休想否认，俺娘是你苏家荆州庄子里的仆人，我去过那庄子多次，见过我的人不少。你能杀了我娘毁灭证据，但你还能将一整个庄子这人都杀了吗？殿下，这都不是真的，是他和傅文嫣联合起来冤枉我的，您相信晨瑜好不好？你要本殿怎么相信你？温庭琛再蠢也不至于到现在分不出两人话中的真假。他口口声声说是苏府庄子上的人，本殿只要派人去询问一声便可得知。但是陈瑜，本殿想听你亲口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的一手筹谋？殿下，真的不是陈瑜。听到这话，温庭琛的眼中的温度逐渐褪去，他将苏晨瑜抓着他手腕的手一根一根的掰开。陈瑜，你太让我失望了。苏晨瑜定定地看着自己被掰开的手，指尖上仿佛还残留着男人手上的力道。失望，火火，世上谁都可以对我说失望这2个字，唯独你不可以。爱你的你不珍惜，不爱你的你视若珍宝。温庭琛，你就是个傻子。陈瑜，做错了就是做错了，燕儿因你而蒙冤，他何其无辜？无辜。可他的无辜不是殿下你造成的吗？那日断崖之上，是殿下你口口声声武将之女粗鄙，不配得你青睐，也是殿下你亲口选择了我，才让他坠入断崖。是殿下你亲手葬送了那个曾爱你入骨的傅文嫣，如今他已经不爱你了，为什么你还要犯贱呢？苏晨瑜怜悯地看着因自己的话而涨得面色通红的温庭琛，一遍一遍地提醒他最不想承认的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做错了事，燕儿会原谅我的。他不会。温庭琛，别再自欺欺人了，不如你问问此人到底是什么时候醒来的？为什么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却偏偏要等到你我成亲之后再出现？温庭琛，他厌恶你，不想和你再有半点交集，这才等到你我之间的婚事再无转圜时才将这一切戳破。他把你我曾经加诸在他身上的痛苦都加倍的还给了我们，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你们之间再无半点可能。没想到苏晨瑜居然能看得这般透彻，就连红英也颇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二殿下，苏侧妃，您的家事你们慢慢处理便好，既然人已送到，奴婢就不打扰了。对了，我家小姐还说，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她做的事自会承认，但她没做的事，也不能任由旁人将污水泼在她和大将军府的身上。说完，红英昂头挺胸的抬脚离开，留下满堂错愕、内疚，又因那一句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震撼的宾客。曾经对傅文嫣的辱骂和诅咒的他们，就像是一个个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这婚事无论如何是参加不下去了。二殿下，臣的四舅姥姥今日生孩子，为臣先行告退。臣的小舅妈今已嫁人，微臣也先行告退。陈医师，不知是谁带起了头，
没过多久，满堂宾客便散了个一干二净。温庭琛耳边却好似什么都听不见，只有苏晨瑜刚才的一句句质问。所以他是真的故意等到一切再无转圜的余地后，才让他的婢女呆着人来将一切澄清。他这是连多看自己一眼都不愿意。温庭琛越想越觉得心口堵得慌，他红着眼抬头看向大将军府的方向，突觉喉间一阵心甜。忽然，一口乌黑的鲜血从他喉间涌出。看来那个曾爱自己入骨的小姑娘，真的再也不会回头了。陛下不好了！滚犊子！你他妈才不好了呢！不是，陛下，是二皇子不好了。二皇子府的事朕已经知道了，不过一个取错的侧妃而已，处置了就好，对他影响不大。不是这个，陛下，二殿下吐血晕厥，太医院的人刚去看了之后说。见王总管犹犹豫豫不敢开口的样子，文宣帝眉心跳了跳，心中当即升起一阵不好的预感。说，怎么了？回陛下，太医院的人说，二殿下郁结于心，导致气血堵塞而昏迷事小。重要的是二殿下精气亏损过重，肾气严重不足，以后恐再难有行房之力。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面对文宣帝冰冷的眼神，王总管心神一颤，闭着眼一口气道：太医院说二殿下阳事不举，恐再难痊愈。你敢信？21世纪穿越女不仅亲手毁了前男友的大婚，甚至以一颗药丸让渣男彻底失去作为男人的资格。这到底怎么回事？本殿这是怎么了？温庭琛，这就是你得罪本小姐的下场。娘娘，太医院说二殿下阳事不举，恐再难痊愈。呵呵，嫣儿行事还真是让人半点毛病都挑不出来。景华皇后怎么也没想到傅文嫣居然会下手这么狠，竟直接让温庭琛再无翻身的机会。要知道，皇子一旦没了传宗接代的能力，等来的便只会是老皇帝的遗弃。而罪魁祸首傅文嫣，此时正悠哉悠哉地坐在床边听发发讲二皇子府内发生的事。不提这些，先查一下温庭琛的气运转移进度吧。温庭琛现在已经失去文宣帝的支持，可转移气运为30%，目前共转移男主气运为83%。哟呵，宿主，你可以取温庭琛的性命了呢。傅文嫣闻言，眼睛也顿时亮了起来。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往二皇子府走一趟吧。树影在黑夜中摇晃，寂静的二皇子府处处透着绝望的哀色，甚至一路走来，连个侍卫的影子也没有。文宣帝可真现实，知道这个儿子没了价值，这么利落的便将他舍弃了。上位者眼中看到的不也只有价值吗？师传，谁在那里？忽然一声冷喝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傅文嫣不紧不慢地转身，淡漠地看向那个满脸戒备盯着自己的人。苏侧妃，怎么，你也是来取二殿下手机的吗？傅文嫣，你为何在这里？知道温庭琛吐血，苏晨瑜实在放心不下，这才趁夜偷溜出来查看，却没想到除他之外，竟还有人能来温庭琛住处，更没想到此人居然会是傅文嫣。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察觉到不对，苏晨瑜立即就要尖声呼叫，可却在张嘴的瞬间落入了傅文嫣的掌心。苏小姐，已经很晚了，小声点。不要杀我！苏晨瑜脸色逐渐青紫，死亡的恐惧侵袭着他所有的感知。傅文嫣眨了眨眼睛，听着身后逐渐清晰的虚浮脚步声，脸上突然扬起了一抹无害的笑。好，我不杀你，但你得杀了他。随着他转身的动作，苏晨瑜也看清了出现在身后的究竟是何人。嫣儿、晨瑜，你们怎会在此？温庭琛捂着胀痛的心口，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两人，一时间竟有些错愕。因为要取殿下的小命啊！殿下，你快走，傅文嫣疯了，他要杀了你。唉，还真是一点都不珍惜自己的小命呢。话音落下，苏晨瑜甚至还没反应过来，一丝荧光便不断的在他眼前放大，直到眉心传来一阵刺痛，他这才意识到这是什么。可是已经晚了。苏晨瑜，君子有成人之美，不必担心，我会让他下去陪你的。直到对上傅文嫣视线的那一刻，那蚀骨的冷意让温庭琛清晰的意识到，这并不是错觉。他定定地看着傅文嫣缓缓靠近，过去的种种忽然在脑海中清晰起来。温庭琛近乎执着地盯着傅文嫣的脸，越看越觉得陌生。你不是他，嫣儿是热情单纯的，她不会有这样冰冷的眼神，也绝不是这样可怕的恶魔。认出来了啊，可惜呢，晚了。随着傅文嫣这一声叹息消散在院中，长剑带起一道劲风朝着温庭琛呼啸而去。温庭琛立即侧身避开，傅文嫣倒也没有半点意外，毕竟温庭琛身上还有些剩下的气运，想要杀他的确没那么容易。随着又一道劲风闪过，很快院中的两人缠斗在一起。不同的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傅文嫣的动作越来越犀利，反观温庭琛的动作却越来越慢，最终原本喧闹的院子终于再次恢复了死寂。一道蛇影悄悄抛过树梢，傅文嫣站在树下慢条斯理地将麻绳打结，随后将早已力竭的温庭琛拖到古树下。殿下怨恨苏侧妃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故借着夜色将其杀害。
后又觉得人生无望，故自了此残生。这样的解释，臣女觉得于情于理都无比合适。您觉得呢？面对傅文嫣早已想好的理由，温庭琛想否认，想求救，只可惜最终却什么都做不了。直到树影和人影重叠在一起，摇晃着，摇晃着，最终归于平静。男主气运已经转移完毕，恭喜宿主成为这个位面的核心。接下来的剧情将彻底脱离原书设定，我能为你做的不多了。没关系。傅文嫣闭眼感受着夜风的洗礼和与这个陌生位面息息相关的归属感。你能一直陪着我俯首这个世界就够了。温恒，我二皇兄喜了。一滴墨沿着狼毫落入宣纸，温让慈抬眸看向眉眼中皆透着郁气的温景凡。所以你来我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傅文嫣和温庭琛以及苏成瑜之间的矛盾，我心里都有数。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温庭琛的死和他有关，可以我对傅文嫣的了解，你相信这件事真的和他没关系吗？温让慈握着笔杆的手微微用力，手背凸起的青筋暴露了他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般冷静。殿下，阿瑶虽从来不是一个纯良无害的女子，但是她也不是那等滥杀无辜之人。就算此事当真是她动的手，那也只能说二殿下和苏侧妃都有着非洗不可的理由。闻言，温景凡简直被气笑了。温恒，你这瞎眼玩意真是没救了。当天下午，温景凡怒气冲冲地离开抚远王府，径直向着大将军府的方向走去。是你杀了我二皇兄，对不对？三殿下，话可不能这样说。那刑部的人验过尸体，都说二殿下是自缢的，你可不能什么事都怪在我家闺女身上。温景凡对傅占成还是有几分尊重的，但看到傅文嫣没事人似的坐在一边吃着瓜果，就气不打一处来。傅文嫣，本殿跟你说话呢，你聋了？爹爹，你听到狗叫了吗？咱府里什么时候养狗了？傅占成嘴角一抽，左右为难之下，还是果断选择了自己的宝贝闺女。那个府里没养狗，可能你听错了。既然没养狗的话，那可能就是三殿下的声音和狗子有点像。傅文嫣，你早起。没想到刚来这里啥都没问出来不说，还挨了一顿骂的温景凡简直气疯了，撩起袖子就朝傅文嫣扑了过去。傅占成眼疾手快地将人拦住。三殿下，小女不是那个意思，您莫要动气，有什么事好好说。我就是那个意思，否则我都不明白为何三殿下每次看我怎么跟狗看见骨头似的，扑上来就咬。呀，你少说两句吧，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怎么这宝贝闺女就像是和三殿下八字不合似的，见面就掐，掐就掐了，你倒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啊。似是看出老父亲的心思，傅文嫣的声音在旁清脆地响起。行了，爹爹你回去休息吧，这是将军府，三殿下再疯也咬不到我的。闻言，傅占成像得到赦令似的，还没等温景凡反应过来，此处只留下一道他的影子。傅文嫣，你接近温恒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做什么难道表现得还不够清楚吗？本小姐心仪于温恒，难道还不够明显？哼，你也配，还妄想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很显然，温让慈就是那朵鲜花，而傅文嫣就是那坨牛粪。卧槽，穿过那么多位面，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是牛粪的，这体验别说，还他妈挺别致。闲言少叙，废话少说，动手吧。随着大将军府内传来乒乒乓乓的东西落地声，以及偶尔传来温景凡的一两声惨叫，傅占成恨不得将耳朵埋在土里。丫儿也真是的，走人也不知道小声这些。半炷香的时间过去，屋内的打斗却没停下。卧槽，丫儿该不会把三殿下打死吧？又是半炷香的时间过去，傅文嫣神清气爽地推开了前厅的大门，温景凡鼻青脸肿地跟在身后。三殿下，本小姐配得上温恒吗？就你这坨牛粪，配个屁！我呸！这个妃子只因在侍寝的时候不小心放了屁，便被更年期的老皇帝以污染空气为由发落至冷宫。与之一起被连累的，还有他年仅8岁的小儿子。殿下，这里还得麻烦您重新打扫一遍。你们，哟呵，你瞅啥呀？瞅你咋的？咱们可都是上面安排下来的，殿下瞪我们也没用，就算殿下将眼睛瞪出来，今日这地您还是得扫干净。听着耳边时不时传来的讥讽，少年面无表情地低下头，重新开始打扫，直到2个太监走远，他才抹了下脸上的汗水，沉默地盯着手中的扫把。动不动就哭鼻子，没出息，他们欺负你，你就欺负回去呗。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少年的眼睛瞬间就红了起来，当即丢掉手里的扫帚，抬脚就朝着屋檐下的人扑了过去。师傅，谁是你师傅？快起来，脏死了！原来就在2天前，察觉到文宣帝意图重新培养出一个棋子的傅文嫣，悄悄前进这所冷宫，以承诺会就宜嫔为前提，与恨透皇家的4皇子温若初达成共识。临走前还随意的扔给他一本书，叫他熟记。没想到看完全书的温若初却竟然发现，那居然是一本武功心法。师傅都教我武功了，那自然算是若初的师傅。你将秘籍都背下来了。哥，我现在可以背给师傅听。都说了，不要叫我师傅。那不叫师傅叫什么？叫姐姐可以吗？卧槽，姐姐听起来也太怪了。
我可不想和文轩帝扯上什么关系。你还是叫我师傅吧。好的，师傅姐姐。算了，还是先带我见见你母亲吧。破败的小屋内，一个一脸怯懦的中年女子忙起身给傅文嫣行礼。多谢恩人肯教初儿武功，只是初儿和我都被困在这冷宫，实在没办法准备拜师礼，真是委屈您了。无碍，娘娘可知，陛下这2日便会派人来送你上路。我知道，自二皇子故去，陛下想要初儿能完全为他所用，必定是要去母留子。只是以后我这可怜的初儿就要麻烦您照顾了。从这2日来青丘殿欺辱温若初的人多起来，宜嫔很清楚她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皇宫是容不下一对无权无势还相依为命的母子的。师傅，你答应过我会救我母亲的。我的确答应过这小子救你一命，但我想问问，宜嫔你还想继续活下去吗？一个没有求生欲的人，傅文嫣是不想浪费时间去救的。自然是想的，我想看着初儿长大成人，想要看着他成家立业，但是我的身体或许撑不到那个时候。既然想活着，那就好好努力，等他们给你母亲送药的时候，让她将这瓶中的药先吃下去，剩下的事你们便不用再管了。谢谢你，师傅姐姐。虽然不知道师傅姐姐要做什么，但就是感觉她不会骗自己。如果真的骗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能走了。见小少年一脸视死如归的小模样，傅文嫣也便不想与他计较到底是师傅还是姐姐的问题了。又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后，便一个闪身消失在雨夜里。3日后，宜嫔病逝，陛下怜悯四皇子年幼，将其接到身边抚养的消息从宫内传了出来。而此时，傅文嫣正坐在去夏府赴宴的马车里，将人看顾好，过些日子我再过去看他。是，妈爷，小姐今日让俺们去宫里接人，可谁能想到要接的居然是已经病逝的宜嫔，还有送进宫那具和宜嫔一模一样的尸体。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精湛的易容术。青叔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可他不知道的是，21世纪的仿妆早已经让网友们研究的出神入化了。嫣儿妹妹，你来了。夏小姐的生辰宴，我自然会来的。傅文嫣一边说着，一边躲过夏安梦伸过来的手。夏安梦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面上依旧热情地将傅文嫣带进府内。嫣儿妹妹，有些日子不见，你的诗文何时写的那般好了？我以前竟然不知道你还有如此笔墨。我哪里会瞒着你，这都是天赋。以前对那些不感兴趣，后来一学就碾压了所有人。你说气不气人？你看，见傅文嫣一本正经的吹牛皮，夏安梦深吸一口气，瞬间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瞧着他眼中的嫉妒，傅文嫣无声地勾了勾唇。夏安梦既然是文轩帝安在原主身边的内应，自然会毫无惧惜地将自己说过的话都传达到他身后的人耳朵里。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有操控的空间了。怎么了？一脸心事的样子。梦梦，我跟你说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夏安梦听到这话，眼睛不由自主地亮了起来。你说吧，我保证不告诉别人。开口之前，傅文嫣还特意让身边伺候的丫鬟都退后了几步。早上出府前，我姑姑传来消息，说宜嫔喜了。宜嫔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四皇子的母妃，关在冷宫的那位。听到傅文嫣的话，夏安梦瞬间愣住。这些日子没少听夏大人提起四殿下，所以夏安梦对他也不算陌生。这要是得到什么秘闻，在陛下那里可是大功一件呢。思及至此，夏安梦更加迫不及待了。那宜嫔喜了，四殿下怎么办？我姑姑说了，陛下肯定会亲自抚养四殿下。那四殿下岂不是会和二殿下一样同大殿下作对？到时候大殿下又要头疼了吧？不可能，陛下不会放权给四殿下，凭他一个没有权势，还被关了那么多年的小屁孩，怎么跟我表哥作对？我表哥才是硕果最厉害的皇子。看着傅文嫣这与有容焉的模样，夏安梦心底对他的那种陌生感瞬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果然，傅文嫣就是傅文嫣，就算那将军府和皇后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也是，毕竟大殿下天人之姿，的确不俗。傅文嫣认可的点点头，又拉着夏安梦随意的闲聊起来。发发看着将原主那狂妄自大还没脑子的样子学了个10成10的傅文嫣，实在没眼看。你说个点眼，小心真变蠢了。还没来得及回发发的话，便见大门处走进来一人，他一身银白的缎面长裙，行走间脚下犹如绽开朵朵白莲，瞬间就将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尤其是那张透着宁静温和的眼睛，对视时便让人心底生出一种岁月静好的安逸感。这是太傅府的嫡小姐莫奇九哥。哎，你知道吗？听说莫奇小姐是温世子一同长大的青梅，只是多年前随她母亲去了兰亭寺修行，昨儿个才回了京都。这莫奇小姐无论是容貌还是身份，甚至是才学品质，都与温世子极为相配。那可不，一个是天上无瑕的皎月，一个是池中圣洁的白莲，果然是绝配。绝配吗？哈哈，本小姐倒要看看哪里就绝配了。低端的绿茶大多喜欢高调的出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咋了你？吃死耗子了？叫这么大声？
而高端茶艺师的出场，往往更加淡定从容，与之相处犹如雨前龙井，让人春风满面。那位就是太傅府的嫡小姐莫奇九哥，听说她多年前随母亲去兰亭寺修行，昨儿个才回了京都。这般容貌气度，以后提亲的人怕是会踏平太傅府的门槛。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莫奇小姐是和温世子一同长大的青梅，温世子那样英俊的人，大概也只有莫奇小姐这样如天仙般脱俗的人儿配得上了。没想到吃瓜竟吃到了自己心上人的身上。傅文嫣那双原本淡漠的眸子中忽然绽开一层浅浅的笑，还真是一个让人不由自主想要靠近的美人呢。一旁的夏安梦疑惑地看看傅文嫣，又看看朝他们走来的莫奇九哥，一时竟没分辨出傅文嫣的这句话是单纯的夸赞，还是有别的意味。早早就听说太傅府的小姐眉目如画，今日一见，才知传言不是作假。九哥虽然不在京都，却也听说过夏小姐才名，今日能来参加夏小姐的生辰宴，也是九哥的荣幸。说完，他故意低头看向一旁神态慵懒的傅文嫣，眼中满是疑惑。不知这位小姐是？莫奇小姐当真不认识我？闻言，莫奇九哥顿时一怔，因为他的确知道眼前人是谁。虽然在佛寺修行，可是京都内时时发生的事，都会有专人整理好送到自己手中。只是这一点，傅文嫣是如何知道的？抱歉，九哥这几年都在佛寺修行，对京都的人和事并不算了解。是吗？那为何莫奇小姐看到我这样一个美人，眼中一点惊讶都没有呢？此话一出，场内一片死寂，就连夏安梦也愣在了原地。虽然傅文嫣很讨厌，但也不得不说，傅文嫣的容貌绝对是让人不能忽略的存在。可刚才莫奇九哥的眼神的确太过平静了，就好像早就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宴席上一般。此时的莫奇九哥脸上依旧挂着那平静温和的笑，可心底却已经被傅文嫣这敏锐的观察力掀起了惊涛骇浪。或许是因为九哥天生性子淡，所以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傅小姐的容貌的确让九哥很是惊艳。是吗？莫奇小姐还真是聪明，都不认识本小姐，便知本小姐幸福。莫奇九哥心头一梗，看着眼前这张笑容灿烂的脸，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夏安梦也跟着默默地咽了一口唾沫。怎么感觉今日的傅文嫣好像是在故意给莫奇九哥挖坑呢？这莫奇九哥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夏夫人在一旁见状，连忙出来为莫奇九哥解围。京都有几个像傅小姐这般身份尊贵又容貌出色的小姐，莫奇小姐或许是恰好猜中而已。夫人说的有理，莫奇小姐一个不了解京都人和事的人，倒是将谁能坐在最前面的位置摸得一清二楚，还真是聪慧过人呢。听出傅文嫣话里的嘲讽之意，莫奇九哥的笑容终于有了几分不自然，这就是他刚才宁愿沉默也不接话的原因。可他没想到夏夫人会这么蠢，给他补了这么一句越解释越黑的话。傅文嫣果然不是传闻中那个只知跟在男人屁股后的废物。嫣儿妹妹，你不喜欢莫奇小姐？谁说的？我可喜欢莫奇小姐了。是吗？还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呢。见夏安梦一脸狐疑的眼神，傅文嫣也着实没心情搭理。随着这场插曲接过，生辰宴平静地走到了尾声。傅文嫣刚走出夏府的大门，便见不远处矗立着一道熟悉的身影。瞧见没？那就是福远王府的马车。莫奇小姐今日来夏府赴宴，回程可是温世子亲自来接。不愧是温世子的青梅，这般待遇在京都也唯有莫奇小姐能享受到了。哎，你真别说，温世子和莫奇小姐无论是容貌还是身份，甚至是才学品质都极为相配呢。随着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红英不免有些担忧地看向傅文嫣。小姐，您没事吧？然而就在红英担忧的目光中，傅文嫣缓缓朝着福远王府的马车走了过去。此时的温让慈与莫奇九哥之间保持着3步远的距离，可眉眼中却并无对待旁的女子时的疏离淡漠，甚至还有几分傅文嫣熟悉的温柔。见此，傅文嫣向前的脚步忽然就停了下来。温恒，一个名字成功让正在说着话的两人同时僵在原地。傅小姐怎可直呼世子哥哥的小字？面对莫奇九哥的质疑，温让慈却像没听见一样，直直注视着傅文嫣嫣红的脸庞，眼中不免多了一抹担忧。傅小姐这是喝醉了吗？没有，你这是要亲自送莫奇小姐回府。受长辈所托，送九哥一程。九哥，傅文嫣重复着这2个字，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妖媚。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告辞。说完，傅文嫣竟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见他决绝的背影，温让慈眼中的光一点点幻灭，一直注视着温让慈的莫奇九哥见此心底隐隐有些不安。世子哥哥和傅小姐可是相熟？温让慈收回落在傅文嫣身上的视线，打量着神色如常的莫奇九哥。为何这样问？今日在宴席上，我好像惹恼了傅小姐，所以想着，若是世子哥哥和傅小姐相熟的话，可以替我从中说个情。他抿了抿唇，眼中溢出几分委屈。世子哥哥知道的，我才回京都，人情世故上难免有些生疏。这话说的，任谁听到都觉得是傅文嫣欺负了他一般。温让慈的眉心也因此而缓缓挤在了一起，他眸光幽暗地盯着莫奇九哥，语气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凉意。那你应该反省自己做了什么，才会将他惹恼。我……莫奇九哥意外的抬眸，
不可置信地看着温让慈，没想到他的一句话将自己准备好的措辞全部堵在了喉间，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他问的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惹恼了傅文嫣，而不是自己惹恼傅文嫣之后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而此时温让慈却根本没心情注意他是什么样的表情，他满脑子都是傅文嫣转身离开时的背影。明明他笑容那么耀眼极致，可看在温让慈的眼中却只有心惊。小七，你亲自送莫奇小姐回太傅府，若有差池，便自己去父王和太傅面前请罪。奴才一定将莫奇小姐关进还没等他话说完，温让慈几经策马朝着大将军府的方向奔了出去。莫七九哥迷茫地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袖中的手无意识地握紧。世子哥哥便这样把我丢在这里了吗？呦，您这才哪到哪？我家主子为了那妖精，大将军府的墙角都蹲过，将您独自扔在这简直不值一提。莫奇小姐莫要多想，您知道的，世子如今是京都守卫军的军手，忙碌也是正常的。哦，九哥理解。莫奇九哥的眼睛紧紧盯着温让慈离开的方向，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只要我不承认温让慈的变化，就还可以一如从前那样待在他的身边，成为他身边唯一特殊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他的身边只会剩下自己，也只能有自己。灭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原来白日里傅文嫣因温让慈对另一个女人的态度不同，负气离开后，温让慈便一路追到大将军府，却不想连将军府的大门都没进去，便被一道牌子拦在门外。无奈之下，一向清冷自持的温世子竟也被逼得趁着夜色偷偷来爬墙。我当是什么小毛贼敢爬我大将军府的墙，原来是礼数周全的世子殿下。世子殿下能来大将军府还真是蓬荜。红英，一会拿扫帚扫扫会。阿瑶，别，还是叫我傅小姐吧。面对此刻傅文嫣比这秋夜的风还要凉上几分的态度，温让慈本就不安的心脏彻底冻成荒原。怎么，世子殿下呀，罢了不成？没有，我想等阿瑶宣泄完了不悦再开口。呵呵，不悦，我哪敢对世子殿下有什么不悦？傅文嫣挑眉打量着温让慈，在他走到自己面前时抬手制止了他进一步靠近的动作。如果说我不满的是你这个人呢，世子殿下又该如何？任何一点你不满的地方我都可以改。阿瑶，只要你别再恼了我。他声音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意，那双一贯冷情的眸子里，此刻更是装满了让人疼惜的不安和惶恐。这样的温让慈，是傅文嫣从没见过也没想象过的。这一刻，好似他不再是那有着神情古秀之姿，被世人夸赞称颂的世子，而是卸去一身骄傲，等待着抛弃他的主人回头的器物。傅文嫣抵在他肩上的手力道微微一收，温让慈忙趁此机会抓着傅文嫣的手，顺势将人带进怀中。如果今晚我不出现，阿瑶是不是明日便不会再理我了？他的声音沉闷的犹如一口1000年前的古钟，在那平静死寂的湖面震荡起不绝的涟漪。傅文嫣不由吐出一口气，他没有推开温让慈，却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抱着他，而是默认了他刚刚的问题。如果今夜你没出现，那么天亮后你便只会是与我再无关系的温世子。温让慈听到这个答案的瞬间无比庆幸，然而在他眸中升起希冀之时，傅文嫣又毫不留情地从他怀中退出来了。那么你现在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温让慈心口又是一痛，却不敢有半点犹豫。来哄阿瑶。空手来。温让慈愣住，随即歉疚地低下了头。抱歉，我今日没有准备，是很考虑不周。哼，既然如此，那便等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再来吧。经书、送客等等。阿瑶可否告诉我，你有什么想要的吗？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只要我有。好。傅文嫣红唇微勾，一字一句地同他说道：凤冠霞帔，8抬大轿，10里红妆，此3者缺一不可。听到这话，温让慈沉默了一瞬，就在傅文嫣以为他会拒绝时，温让慈的话却轻轻在耳边响起。好。傅文嫣一时间愣住，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目光温柔的人。你说什么？我说好。虽然现在不是最合适娶阿瑶的时机，但我一定会在她进门之前将所有阻碍都处理好。思及至此，温让慈缓缓走到傅文嫣面前，小心翼翼地揉了揉她的脑袋。见他没有避开，温让慈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阿瑶，我知道你这3个要求只是气话，可我是认真的。傅文嫣皱了皱眉，显然心中的恼意并未完全消散。如果我说我还不想你靠近莫七九哥呢？绝不会有第2次。温让慈神情不变，就连眼神也依旧温和。他抬手轻轻抚平傅文嫣的眉心。莫七九哥的父亲乃是我的授业恩师，今日去接他是应老师的请求，但我并没打算让他和我同乘。阿瑶，我的马车上迄今为止只有你一人坐过，所以不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人不开心好吗？可是你换他九哥，换我傅小姐。说这话的时候，傅文嫣的声音里依旧沁着彻骨的凉意。是我的错，不会再有下一次。换莫七小姐归名，是因为幼时我们曾在太傅府的私塾共同学习，熟悉之后便改了口。在外换阿瑶为傅小姐，是因为不想旁人窥见我对阿瑶的心思，借此利用我与阿瑶之间的感情。但是以后不会再遮掩了，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听着他将这些一一说来，傅文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气就消了。随着舒沫的气息慢慢靠近，一个浅浅的吻轻轻落在傅文嫣的唇角。第2日一早，
傅文嫣刚醒便接到了宫中送来的请帖。小姐，皇后娘娘在宫中举办了曲水流觞宴，这是请帖。傅文嫣狐疑地接过帖子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看来咱们这位莫奇小姐还真是招人喜欢呢。什么情况？皇后娘娘的宴会和那个讨人金有什么关系？没想到离京这么多年，你这孩子的礼数竟然还如此周全。莫奇夫人果然是会教导孩子的。多谢皇后娘娘夸赞，不过比起礼数，臣女觉得还是傅小姐更胜一筹呢。她这话说的违心，却也是事实。傅文嫣身上那股高贵的慵懒劲，还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你和燕儿几经见过了？还不等莫奇九哥回答，门口处便传来一阵响动，院中众人齐齐回头，便见一名艳少女在温庭浩等人的簇拥下踏进院中，满屋的贵女千金，在傅文嫣出现的时候，仿佛瞬间成为了陪衬。嫣，到姑姑这里来。姑姑。傅文嫣看向景华皇后，没有犹豫便走了过去。莫奇小姐，即日不见又漂亮了呢。原本今日莫奇九哥穿着的依旧是一身出尘的白纱广袖裙，像极了画本子里的九天玄女。可不知为何，在一脸慵懒的傅文嫣身边，那股子出尘的宁静，便让她直接被人忽略的彻底。多谢傅小姐夸赞，不客气。本想介绍傅文嫣和莫奇九哥认识，但现在看来，燕儿似乎不是很喜欢莫奇九哥，就是不知这是为什么呢？景华皇后心中思索着，面上却看不出任何异常。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大家入座吧。皇家宴会向来都是贵女们比武竞技一展风华的地方，带来参宴的宾客按男女分席左右两侧坐好。而今日的裁判是景华皇后和国子监里的几位夫子，紧接着便是激动人心的才艺展示环节。随着不时有贵女们上前表演诗歌舞艺，获得裁判们或高或低的点评。一番比较后，终于轮到今日宴会的主角莫奇九哥上场了。看着他脸上淡然的笑容，傅文嫣无声地勾了勾唇。莫奇九哥算起来应当算是温庭浩几人的师妹，而皇后如今明显有将她嫁给温庭浩的打算，自然会借此机会让她扬名立威。只是可怜了在莫奇九哥之后表演的小姐们，顶着这巨大的压力不说，最终还只能落得一个给他当陪跑的结果。见莫奇九哥缓步走到一侧古筝面前，端正坐姿，那双柔弱无骨的手落在琴面，随着手指拨弄琴弦，几个音符从他指尖流出，接着便是完整的一段一曲。他弹的是《雾龙沙》，此曲拍子又碎又急，自古以来能将此曲完整弹下来还不出错的人寥寥无几。看样子，这莫奇九哥是一个有真本事的。自然，若无真本事，又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敢当今日宴会的第一人呢？傅文嫣从不会否认对手的优秀，相反还抱有一丝尊敬。随着琴音消散，耳边震耳欲聋的掌声响起。这2年九哥虽然不在京都，但是琴技却依旧无人能比拟。莫奇小姐此曲的确无可挑剔，当着这次宴会的魁首。听着全场络绎不绝的赞扬声响起，温景凡在赏了莫奇九哥一个大白眼后，又不耐烦地向温让慈身边挪了挪。切，从小到大他都这么装。温让慈只是浅浅地笑了一下，并没接话。随着赞扬声慢慢落下，傅文嫣困倦地打了个盹。没想到一道温和恬静的声音在此时突兀地响起。听闻傅小姐才情洋溢，只是适才九哥早有领会，就是不知除了写诗之外，傅小姐可还有其他本事能拿出来让我等开开眼界。此话一出，场面一片寂静，谁都没想到莫奇九哥会突然来这一波操作。哎呦我去！谁不知道以前傅文嫣诗书笔墨一窍不通，就连这诗才也是最近开了窍才展露了天赋。至于其他才艺，看来这刚挽回人设不久的傅大小姐又要帮他了。然而即将人设崩塌的某人，却只是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那一直在作死边缘蹦跶的莫奇九哥。这九哥才回京都，当真不了解傅小姐的为难之处，还望傅小姐莫怪。见他一副坦坦荡荡装作当真不知情的模样，傅文嫣小手一挥，表示无碍。本不打算破坏景华皇后今日的安排，可奈何有人总想着给本小姐女上眼呀。姑姑，这您可不能怪我咯。景华皇后此刻也皱起眉头，不明白为何莫奇九哥会突然向傅文嫣发难，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傅文嫣丢了大将军府的脸面。思及至此，正要开口粉饰此事的景华皇后，竟见傅文嫣没事人似的伸了个懒腰，起身朝着古筝走去。既然莫奇小姐这般想多了解一下本小姐，那本小姐便也弹一曲，也算全了莫奇小姐的一片好奇之心吧。说话间，傅文嫣已经坐到了七弦琴面前，她抬手胡乱地拨弄了一下琴弦，刺耳尖锐的声音瞬间充斥在院中。温景凡痛苦地捂着耳朵，半点不客气地朝傅文嫣怒吼：傅文嫣，不会弹就不弹，有我们在这，谁还能逼你不成？干嘛要这样折磨本店的耳朵？四皇子温若初紧紧抿着唇，他一早便认出傅文嫣正是他的师傅。此刻小小少年看向场中的眼神也都是担忧，只有温庭浩和温让慈除外，相反他们此刻心里只有期待。他从不是那样没有半点把握便给人作配的人。
你敢信？面对心机女的故意刁难，没想到闻名京都的草包大小姐竟以一曲21世纪火遍全网的《本草纲目》惊呆了一众古人。莫奇小姐，觉得我这首曲子如何？此时的莫奇九哥头上早已布满冷汗，哪怕他已经竭力在克制，可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微微发颤。嘿嘿，曲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这腰间的赘肉可是卡掉了。此曲如何？九哥恐没资格评议。也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来评判的资格。此言一出，莫奇九哥的脸色又是一白。我刚才那般说只是不想承认傅文嫣弹得好而已，结果他竟然直接承认了自己没资格评价。世上怎会有他这般毫不谦虚、厚颜无耻的女子？锦华皇后看了一眼难掩难堪的莫奇九哥，有些失望的移开视线。此曲虽动人心魄，但丫的琴技稍有生疏，不过这点不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宫认为今日这场宴会，丫儿堪当魁首。锦华皇后话都说到这里了，其他评价的夫子自然没什么好说的，更何况傅文嫣的琴技和这首曲子都精湛到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最终，在一片对傅文嫣的赞叹声中，这场本是为莫奇九哥举办的曲水流觞宴也悄悄落下帷幕。嫣，一会让浩儿送你回府吧。此话一出，莫奇九哥的心底微微一沉，脸色更加难看起来。要知道，这场宴会本就是为撮合他与大皇子而举办的，而现在锦华皇后此话中的意味不要太明显。姑姑，表哥那么忙，就不必送我了吧？母后，儿臣朝中还有事要处。再如何嘛，照顾好丫儿也是你应该做的。见锦华皇后的一句话将自己没说完的理由完全堵死，温庭浩只能无奈地揉了揉眉心。母后这是觉得莫奇九哥比不上丫儿，便又要撮合自己和丫儿了吗？可即便如此，当众也不好服了丫儿的面子。温庭浩叹了一口气，便准备顺着皇后的意思送傅文嫣回府。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温让慈却突然站了起来。皇后娘娘，微臣无事要忙，可以送傅小姐回府。此话一出，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露出了惊讶之色，就连知道傅文嫣和温让慈之间情况的温庭浩和温景凡都不例外，只因为如此招摇唐突的举动绝非温让慈会做的。妈呀，丫儿到底给阿恒灌了什么药，居然能让如此清冷的人做出这般招摇的事来？傅文嫣，你这个小妖精，你还我神清骨秀的温世子！锦华皇后也是久久才终于缓过神来，看向温让慈的眼中顿时透露着不悦。你和丫儿结为婚配。好。傅文嫣抬起脑袋，朝温让慈露出一个灿烂至极的笑容。姑姑，有温恒送我，您不用担心的。听到傅文嫣嘴里对温让慈的称呼，锦华皇后神情愣了一瞬，转而略带警告地看向傅文嫣。嫣，男女有别，你这样唤温世子自有些逾矩。那温世子介意吗？温让慈看着这人眼中的狡黠，无奈又宠溺地弯了眉眼。不介意。世子哥哥，莫奇九哥忍了又忍，终究没忍住开口道：小字只有长辈和亲近之人才能唤。傅小姐一不是你的长辈，二不是你亲近之人，你怎能如此放纵于他？只要傅小姐点头，他便可以是我亲近之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奇九哥眉心不由自主地拧在了一起，想到那个可能，心都在微微发着颤。温世子慎言，丫儿的名声和清白容不得半点玷污。为皇后娘娘，臣并非随口而说，而是他看向那眉眼含笑的人，语气又柔和了下来。而是因为臣早已为傅小姐倾心，想娶她为妻。温让慈如同承诺一般脱口而出的话，让本就安静的皇家别院瞬间陷入了一种怪异的死寂。谁轻信谁来着？温让慈倾心傅文嫣，京都最为谦逊沉稳的君子，倾心于曾经人人唾骂的女霸王。恨呐，我的耳朵是不是出毛病了？我也觉得我这耳朵应该先挂个急诊，不然咋会听到这么诡异的话？可难怪众人不敢相信，实在是这个炸裂性的消息实在太过骇人听闻了。可偏偏这话还是从温让慈的口中亲自说出来的，让人想替他辩驳两句都寻不到理由。而此时锦华皇后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她看看一脸淡定的温庭浩，再看看眉开眼笑的傅文嫣，此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难怪浩儿不愿娶傅文嫣，原来原因在这里。锦华皇后深吸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好了，今日的宴会就到这吧，本宫乏了。说完，她警告地瞪了眼正笑得花枝乱颤的傅文嫣，冷着脸转身离开。浩儿，跟本宫来。温庭浩已经预料到了等下单独见自家母后会发生什么，便想借口朝事繁忙溜走，奈何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锦华皇后已经走出了别院，她只好无奈地起身跟上，余光瞧见傅文嫣幸灾乐祸的眼神。收敛一点吧，小祖宗，谁能有你这般会惹事啊？今天惹事的可不是我，当众表白的人是他，干嘛说我？哼，还不是被你带坏了？不是，表哥咱讲理好吗？傅小姐，温让慈笑着看他恼怒的模样，眸中的柔色都快溢了出来。我送你回府。哼，都怪你，都怪我。傅文嫣傲娇的扭过头，大步朝着别院外走去。温让慈立即抬脚跟上。莫七九哥看到他这副不值钱的样子，当即红了眼。世子哥哥，傅文嫣便值得你这般将礼数嫉妒都弃之不顾吗？你可知我对你？莫七小姐，
温让慈诞生阻止了他没说出口的话，保持着不冷不热的语气。你虽然是师傅的女儿，勉强也算得上恒的师妹，但是恒的私事莫奇小姐还是莫要插手的好。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莫奇九哥真的想不明白，为何那个风光霁月的温让慈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当众示爱，你知道自己这样做有多荒唐吗？世子哥哥，他值得你这般不顾一切吗？连该有的君子风度全都置之不顾。听到这个问题，温让慈还没回答，一旁的温景凡白眼已经快翻上天了。要是这样2句之问就能让温让慈迷途知返，本店也不至于被他拉气掉，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果然，下一刻温让慈冰冷的视线便落在莫奇九哥身上。他值。简短的2个字将莫奇九哥还怀着一丝期待的心瞬间打入地狱。他咬着嘴唇，不甘和嫉妒杀那间充满整个心房。为什么一个两个的都对傅文嫣如此痴迷？他真就好到如此地步吗？好到都要为了他将最重要的一切弃之不顾？一个半年前还人人厌弃的素婢女子，当真有这般逆转风云的本事吗？莫奇九哥注视着2人并肩离去的背影，眼底阴云翻滚。景华宫中，刚与大皇子争吵过的皇后怒气难忍，又自知改变不了儿子的想法，去调景司过来。有些人不能再留了，如今的傅文嫣必须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中。太傅府中同样眸光阴冷的还有万奇九哥。一个人若非原本刻意隐藏本性，绝不会在一夕之间就直接变了个性子。傅文嫣绝对不是从前的那个傅文嫣，要想弄清楚傅文嫣的改变，从她从前身边亲近的人入手最是简单。去，给夏尚书府下帖子，邀夏小姐明日过府一叙。这个女人以一首21世纪的健身神曲，在宴会上震惊四座后，终于迎来心上人的当众表白，却不想作为亲姑姑的皇后娘娘不仅不高兴，甚至事后还派出一个连的刺客暗中刺杀。各位既然已经来了，为何还不动手？能发现我们，看来世子的武功不错，只可惜英年早逝。话音刚落，数道黑影从夜色中走了出来。温世子，在下奉命取你性命，还望世子爷配合。天子脚下，当街行凶，哼，恕难从命。温让慈温润的眸光一凝，长剑应声而出。哼，不知其乎？随着为首之人一声暴喝，黑暗中虎视眈眈的一行人立即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的冲向温让慈，既能保证他们自己的体力，也能将温让慈的体力耗尽。温让慈很快就察觉到了他们的目的。敌众我寡，稍有不慎便会成为这些人的刀下亡子。可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新一轮的进攻已经开始了。随着一波一波的车轮战，此时的温让慈已经被逼退到了墙角，那只握剑的手因力竭而微微颤抖着。为首的刺客欣赏地看着他，若不是要娶不该娶的人，温让慈还能再继续安稳地做他的世子。如此神清骨秀的君子，可惜了。收回心中思绪，他的眸光再次凌厉起来。此时的温让慈在他眼中俨然已经是一个喜人了。好了，送温世子上路吧。一声令下，方才还留有些许余地的人立即朝着温让慈周身要害之处攻去。凌厉的剑锋犹如一张网一样快速将他笼罩在其中，他能避得开一处，却不能处处都避开。此局温让慈必喜。阿瑶，他嘴唇动了一下，机不可闻地吐出2字。他努力看向大将军府的方向，脑海中此刻全都是和傅文嫣有关的一切。初见时他一身狼狈，误被小七当作水鬼，想方设法的想把自己藏起来，却被大殿下的一句嫣儿妹妹暴露了身份。后来翰林书屋，他伶牙俐齿的将2殿下堵得无话可说，却又在转身面对自己的时候，瞬间成为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那狡黠灵动的模样，是让人无法淡忘的自信明媚。不讨厌，那就是喜欢喽。温世子若是喜欢良善的女子，本小姐也可以温柔善良。温世子说我喝醉了，那我便是醉了吧。温恒，这是你在我这里独有的特权。一幕一幕，一声一声，直到他第一次生气。凤冠霞帔，8抬大轿，10里红妆，此3者缺一不可。往事如幻灯片一样，一幕幕从他的脑海中划过。温让慈痛苦地闭上眼睛。对不起，阿瑶，我食言了。夜风吹动，一阵凉意传来，预想中的疼痛却并没有袭来。温让慈猛地睁开眼睛，却见站在自己面前的赫然是傅文嫣。可还不等他说话，一根银针瞬间没入他的颈部，温让慈当场昏睡了过去。傅小姐，认识我？既然认识我还敢动我的人，那看来你的主子是觉得我就算知道了真相，也不敢对他如何落。傅小姐，属下只是听命行事，你又何必为难？也是，可我这个人不仅不讲道理，还极为护短，这点你的主子没告诉过你吗？话音刚落，无数道荧光自他手中流出，凌厉的杀气瞬间冲刺整片场地。众刺客甚至还没反应过来，便被无形的剑气掀飞数米之外。紧接着又是一波压倒式的攻势。剑仅凭借一人之力，便令巷子中的鲜血堆积成河。多年杀戮生涯的景四此时也都惊呆了。傅小姐，温世子虽然受了伤，但并无性命之忧，你又何必赶尽杀绝？温让慈现在是没血，可若是本小姐没经过这里，或是再晚来一步呢？
傅文嫣简直都不敢继续往下想，她现在只庆幸自己比往日提前了片刻从小徒弟温若初的那里离开。此时巷子外忽然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不多时一脸着急的温景凡带着几个暗卫出现在景思身后，看到墙角的温让慈，温景凡当即便要冲过去，却被傅文嫣一个眼神按在了原地。傅文嫣，温恒受伤了，我想过去看看。等等，我等你，再等人就。你再骂一句，我绝对让你走到温恒前边去。温景凡刚还要破口大骂的话，瞬间就憋了回去，怕此时的傅文嫣真把自己送走，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温让慈确实没事，这才心中稍安了些。傅文嫣，老子就是打不过你，老子要是能打过你，一定打死你丫的！见傅文嫣的注意力被温景凡吸引，景思便抬脚想要开溜，然而一道落叶带着劲风，竟直直划破他刚抬起的腿脚。欠你一声，别找血，阿恒，我去给你报仇。说罢，再将温恒交给温景凡后，傅文嫣直接抓着景思的脖子，便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娘娘，景公子出手从未有过失误，您不如早些休息，也许明日睡醒就能收到好消息了。也不知道怎么，今日这心中就是安静不下来。景华皇后头疼地揉了揉眉心，刚想伸手拿过茶杯，却忽然看见茶杯中央一抹血红蔓延开来。小丫鬟关切地上前，却忽然看见屋檐上一抹红色滚落，恰好落在了景华皇后的衣服上。这下连小丫鬟都忍不住尖声叫了起来。可是凤翔宫内却依旧是一片喜寂，别说宫女太监，甚至是侍卫都没有半点动静。娘娘，看来出事了。翠果，去外面守着吧。娘娘，去吧。嫣，既然来了，又何必下姑姑？哼！屋内响起一声少女的轻笑，只见傅文嫣一个纵身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手中甚至还拖着昏迷不醒的景思。你既然来了，想必温世子没洗。我若是晚点到，他或许就洗了。既如此，我以后不会再插手你和温世子的婚事，此事就此结果，如何？姑姑是在逗眼吗？温恒没血，不代表你没出手。难道你要为了一个男人和我反目成仇不成？别忘了你是大将军府的女儿，我是你的姑姑。姑姑有把我当大将军府的女儿了吗？或许您早就发现我的不同，不是吗？既然您没把我当成你的侄女，就别奢望我尊你敬你。说罢，傅文嫣淡漠地扔下一把匕首。想必此人对姑姑来说极为重要，不如姑姑杀了他，给温恒赔罪吧。不可能，景思跟了我多年。姑姑，别逼我。没想到景华皇后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傅文嫣冷声制止。她眼神阴鸷，直勾勾地盯着面前之人。姑姑还是照做吧，否则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本宫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偿你。抱歉呢，姑姑伤的是我爱的人，如果要偿还，便只能用你所爱之人的命来还。虽然只是一个男宠，可景华皇后在乎他不是吗？若非当真用了真心，原书中景华皇后最终又怎么会死在这个男宠的手里？景华皇后闭了闭眼，傅文嫣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她丝毫不怀疑，如若今日景思不洗，洗的就一定是他。最终，随着一具尸体倒下，傅文嫣这才满意的转身离开，直至傅文嫣走远，景华皇后这才一口老血终于喷了出来。傅文嫣果真好手段。然而这一切还没结束，皇后在京都豢养男宠的别院，在这个夜晚被一场大火烧了个一干二净。傅文嫣看着夜色中狰狞着蔓延开的火势，面无表情的转身离开。等她赶到三皇子府的时候，温让慈身上的伤已经包扎好了，看到她安然无恙的从皇宫回来，温景凡有些意外。你没去找皇后？找了。那温景凡犹豫着，不知该不该问。我将他身边单位都杀了。这话怎么听着像说喝了杯水那么随意？你没事就好。你出去吧，我也要休息了。不是，你啥意思？这是我家。算了算了，都是得罪不起的祖宗。见温景凡懊恼着离开的背影，傅文嫣无声地勾了勾唇。温景凡这傻小子还怪可爱的脸。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你敢信？现在就连穿越都这么卷，不仅要文能背诗，武能杀敌，甚至就连烧烤都要烤得有滋有味。傅文嫣，你还要不要脸？居然当众亲温恒！东北小烧烤要不要？要，再来俩大腰子。此时湖边的亭中外，一群人围坐在烤肉架子旁，个个都眼巴巴地盯着傅文嫣手里翻滚的肉串。阿嫣，烤好了能不能先给我一串？不行，我还没吃饱。阿嫣都没说不行，你说的不算。嘿，你这小丫头胆子肥了。看着周围打打闹闹的几人，傅文嫣的眼神也逐渐的柔和下来。有亲人，有好友，有温恒，这个世界我终于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此时他的思绪早已飞到天边，却不知他穿越女的身份已被有心之人知晓，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大的阴谋。小姐，夏小姐来了。夏小姐，几日不见，可还安好？一切安好，只是没想到莫奇小姐回京之后第一个约的人会是我。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毕竟夏小姐的生辰宴也邀请了九哥。说起来，夏小姐比我小1岁，让我唤你一声妹妹，可好？夏安梦打量着莫奇九哥眼中的亲近，心中狐疑，面上却是受宠若惊的讶异。那自然好，安梦见着莫奇小姐也是十分亲近。说话间，两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亭中，你一言我一句地闲聊着，直到大半炷香的时间过去，莫奇九哥这才漫不经心地回到正题。听说京都和傅小姐走得近些的小姐只有妹妹一人。夏安梦点点头，心中明白这才是莫奇九哥的目的。他不动声色地叹了一口气。以前嫣儿妹妹对我是最为亲近的，但是这半年却和丞相家的小姐更近些。这是为何？夏安梦面上皆是苦恼，似是不解又似失望。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感觉这段时间的嫣儿妹妹好似成长了许多。莫奇九哥垂眸听着，心却是高高悬了起来。果然，夏安梦觉得傅文嫣和以前比是有许多不同的。以前我还教过嫣儿妹妹弹琴，可那个时候的她连指法都分辨不清，我教了大半年她都没学会。如今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夏安梦收了话，苦笑着叹了一口气。或许是我教的不好吧。将要说的话说到刚刚好的点上，两人都是聪明人，意思自然不言而喻。我刚才一时说错了话，九哥莫要告诉旁人，否则这话传到嫣儿妹妹的耳朵里，她定然会恼了我的。放心吧，我不是会多嘴的人，而且不管傅小姐过去如何，她现在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才女。确实，要知道以前嫣儿妹妹可是连何为易经何为运都不知道，或许她只是在隐藏实力吧。有的话题点到即止，莫奇九哥自然心中明了。直到夏安梦离开太傅府，莫奇九哥眼中的笑意才逐渐散去。小姐，您要的消息可问到了？得到了，但是夏安梦这个女人也不简单。何意？她想利用我对付傅文嫣，而我想从她口中得到能对付傅文嫣的消息。说起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等收拾了傅文嫣再来收拾她也不迟。2日后，文宣帝的生辰已至，满朝文武各家夫人小姐皆会在黄昏时进宫为文宣帝庆贺。傅文嫣早早便被柳心拽过来打扮，看着柳心认真的模样，傅文嫣的呵欠声声卡在了喉咙里。好吧，要理解一个老母亲玩换装游戏的乐趣。这套不好看，这套显腰粗，这套显腿壮，这套，嫣儿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终于在换了整整18套衣服后，柳心才满意的拉着傅文嫣坐上进宫的马车。傅小姐上的是越来越美了，尤其是这周身金贵不凡的气度，简直让人拜服。是啊，傅小姐没来之前，我以为莫奇小姐就是角色了，但现在还是淡了些。究竟是什么淡了些？大家心知肚明。或许人们讨厌骄傲的人，但绝不会讨厌一个有资本骄傲的人。此时的莫奇九哥努力克制着心底的不甘和嫉妒，可视线还是一次次的落在傅文嫣的身上。为什么？仿佛只要有傅文嫣在的地方，自己就只能是不值一提的陪衬。傅文嫣，料你也得意不了多久。当没了大将军府独女的身份，从天堂跌入地狱那一天，看谁还会把你当作宝贝。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随着一声通报，众人立即站好，在帝后落座主位接受众人的礼拜之后，文宣帝大手一挥，宴会正式开始。宏伟大气的丝竹之音盘旋在殿内，各方来客陆续上前为文宣帝祝贺，琳琅满目的珍宝流水一般进入文宣帝的私库。傅文嫣看着那些千金难寻的宝贝，眼睛里写着2个字：想要。看你这福满眼冒星星的样子，喜欢什么记下来，到时候爹爹去给你要。什么都可以买，文宣帝那么抠抠搜搜的人，能给吗？傅占成听出自家大宝话里的不信任，当即胸脯拍得当当响。放心，爹爹的战功好多陛下都还欠着，只要你想要，爹爹都给你弄来。听到这话，傅文嫣嘴角抽了抽，妈耶，谁家那么大气用战功换金银珠宝啊？爹啊，战功那般珍贵，咱就别那么浪费了。怕啥？此时的傅占成满脸的不以为意，区区战功而已，哪里比得上哄宝贝闺女开心重要？傅文嫣见自己的活宝爹爹一副不把珠宝要到手不罢休的模样，顿时嘴角又抽了抽。那个爹爹，我若喜欢自是有其他的办法得到的。什么办法？见傅占成一脸好奇的样子，傅文嫣实在没好意思把自己准备当梁上君子的想法说出来，还好一声畅里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太傅府县百寿图一幅，一幅约莫2米的百寿图在殿中展开，金线所绣各种字体的寿字在烛火下霍霍生辉。文宣帝看着这幅百寿图，眼神中更是难掩的喜欢。太傅府有心了，这幅百寿图虽说不上多珍贵，但就这一针一线亲手所绣的心意，便比任何一件宝贝都要珍贵。只要陛下喜欢，便是小女的福气。文宣帝的眸光因着太傅的这话落在莫奇九哥的身上。皇后之前想让莫奇九哥嫁给老大，但是莫奇九哥不争气，被傅文嫣压了一头，此事便不了了之。之前以为莫奇九哥是个蠢的，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文宣帝刚想满意的夸赞几句，然而就在这时殿中却忽然响起一声冷嗤，众人闻声看去，便见温若初唇角挂着一抹讥讽的笑，眼中满是不屑。老四，
太傅府送的礼可有什么问题？一句话让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温若初身上，有震惊，有疑惑，当然也有不屑。哼，一个冷宫长大的小屁孩，懂什么？然而温若初却在一众目光中不卑不亢地抬起头。回父皇，在民间有一说法，未到60不过寿，父王如今不过刚满50，这百寿图送早了吧？此话一出，殿中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民间何时有这说法了？没听说。然而不管真假，此事已触碰到了皇家逆鳞。莫启九哥的脸色瞬间一白，立刻惶恐地朝着文宣帝跪了下去。陛下，臣女并不知此习俗。礼部尚书，民间可有这说法？突然被点名，此时的礼部尚书兰芷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这都什么事啊？好好的过个生日不好吗？思及至此，但面对文宣帝的疑问，他也不得不回答。回陛下，的确有这样的说法啊。有何忌讳？兰芷抹了把头上的冷汗，却不得不将自己知道的东西一一回禀。按照民间的说法，为之60过寿，对健康会有影响。兰芷的声音越说越低，恨不得直接将自己埋进土里。但实际上，这些观念如今已经早没人在意了。只是温若初既然提及，那必定会在文宣帝的心底留下一根刺。刚刚的文宣帝看那百寿图有多欢喜，那么此时便有多刺眼。好，活该！谁让你得罪我师父？傅文嫣此时瞥了神情淡淡的温若初，心里别提有多得意。原来自家小徒弟这个小汤圆还是黑心的啊！不过为师喜欢。陛下，小女并无任何对陛下不利的心思，只是小女年幼见识胆浅，这才犯了忌讳，还望陛下恕罪。罢了，继续吧。随着这场盛大宴会的开始，在场除了莫奇太傅一家皆是宾客尽欢，最终宴会在一片欢歌笑语中结束。眼看傅占成夫妇和傅文嫣正准备离开，景华皇后却突然将柳心喊住：“嫂子，跟我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你。”傅占成三人的脚步同时停住，柳心轻蹙着眉头，正要拒绝，然而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景华皇后已走到身边，低声对她道：“是很重要的东西，有关于妍儿真实身份的，嫂子还是跟我来一趟吧。”他应该是史上最倒霉的穿越者了，别人穿越都是等到完美大结局之时，才悄悄告诉身边亲近之人自己穿越的事实，而他却是在剧情才进展到一半，就被有心之人发现端倪。从前的妍儿虽顽劣，可本性却善良单纯，可现在的妍儿，难道嫂子就没发现不同吗？女大18变，这不是很正常吗？是吗？别告诉我说，你和哥哥都不知道真正的正主早在坠崖那日便已死去的事实。娘娘，您到底想说什么？见柳心眼里已布满阴鸷，景华皇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们都是妍儿最亲近的人，自坠崖后她的改变，你我都有目共睹。她究竟是谁？真正的妍儿又去了哪里？难道嫂子就不想知道吗？见此刻柳心眼里已恢复了平静，景华皇后也不免有些震惊。你们果真早就知晓了。从前的妍儿与我来说是缘分，现在的妍儿对我来说依旧是。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绝不会再让自己失去另一个，即使她只是一介游魂。听出柳心话里的警告，景华皇后有一瞬间错愕，这傅文嫣到底有什么魔力，居然在这短短半年的时光内，就让大将军夫妇对她交付真心。嫂子，如果我说真正的妍儿还能回来，你可愿意？什么意思？妍儿已经没了半年多，怎么可能还会回来？见柳心终于有了正常的反应，景华皇后轻声笑了笑。有人告诉我说，妍儿的身体尚在，那么就不算死亡。若是请的高僧施施法，或许可以让她死而复生。死而复生4个字一出，柳心的眼中立刻迸发出惊喜和不可置信的光，但是下一刻，她眼中的喜意又直接凝滞在了眼底。若是之前的妍儿回来，那现在的呢？她会死，还是会继续成为一缕游魂？无论傅文嫣死，还是成为游魂，都是柳心不想看到的。景华皇后闻言不可思议地抿了抿唇，看来哥哥嫂子还真对这个傅文嫣视若己出。可笑，一个替代品真的能代替得了正主吗？2日后，一个僧人在下人的引导下进入了京郊的别院。得知消息的莫七九哥露出势在必得的微笑。菩提大师出现在京都，便说明景华皇后和大将军府已经做出了选择。傅文嫣，我很期待你被送上祭台时的反应。等傅文嫣回到京都已经是5日后，这段时间他一再调整浮游阁救部的训练方式，直到一切步入正轨，他才放心的回到京都。然而他的马车才驶进京都就被人拦了下来。温世子，我来接阿瑶。此时傅文嫣也是满脸诧异的看着登上马车的人。虽然让人告诉你我今日回来，但没说具体的时辰。温恒，你不会在这等了1天吧？立冬一过，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温让慈若飞一直在这等着，不会一看到他的马车便立刻出现。今日在附近巡逻，下旨之后便在这多等一会，也没有等很久。傅文嫣勾了勾唇，没有揭穿他。过来给我抱一下。在傅文嫣说完这话的瞬间，温让慈的耳朵就染上一层霞色。然而下一秒，傅文嫣已经直接扑到他的怀里。温恒，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瘦了？支持父王的人如今有很多已转投在我手下，所以忙碌了些。
原来就在半月前，文宣帝为分化傅文嫣与景华皇后的关系，在得知她与温让慈两情相悦后，果断赐婚。众所周知，福远王不仅有不臣之心，而且还是文宣帝的亲弟弟。就在众人都以为傅文嫣必会因为这桩婚事而与景华皇后反目之时，温让慈却及时站出来，承诺无论如何自己都会站在傅文嫣身边。于是宫宴过后，温让慈就已经在逐步分化福远王的势力了。阿瑶，阿瑶醒醒，大将军府到了。那我先回去了。等等，阿瑶，礼部已经选好吉日了，是2月初2，你觉得如何？2月初2，傅文嫣挑眉，瞬间明白温衡话中的意思。只是现在已经是11月初，想到自己要在2个月内绣好嫁衣的可能性，傅文嫣不免一时有些头大。是太急了吗？不是，只是我嫁衣还没开始绣，怕绣不完。没关系，我会让绣娘按照你的尺寸准备一身嫁衣。若是没绣完，穿绣娘准备的就行。傅文嫣委屈弱小无辜的眨巴着眼睛。可是女子一般都是穿自己绣的嫁衣出嫁。温衡，我连嫁衣都绣不好，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贤惠啊？当然不会。明知道傅文嫣是故意逗他，温让慈依旧果断的否认。阿瑶不需要贤惠，你做你想做的事就好。直到回到大将军府，傅文嫣的心里依旧甜的冒泡。爹爹，娘亲。傅占成有些吃味的看着他脸上的笑，故意挤眉弄眼的别过脸去。有个小丫头回京之后也不赶紧想着回家，反而去见小情郎，还真是让人寒心。傅文嫣笑容一僵，显然自家爹爹口中的小丫头就是她。她赶紧变魔术似的从怀中取出一个印章，在傅占成面前晃了晃。傅占成的眼睛瞬间眨也不眨的盯着那印章瞧。本来是亲手给我亲爱的爹爹刻的印章，但现在恐怕这印章爹爹也不喜欢。既然这样，不如毁了算了。说完，他做事就要将印章朝地面扔去。傅占成眼疾手快的连忙一把夺过印章，喜欢，喜欢，爹爹喜欢。傅占成后怕的将印章拿在掌心反复观看着，牛大的眼睛开心的只剩下一条细缝。末了，还不忘瞪傅文嫣一眼。下次可不能这样吓爹爹了，万一真摔坏了怎么办？这可是第一次收到宝贝女儿的礼物，要真摔坏了，我找谁哭去？傅文嫣笑出了声，转身又取出一只精致的布摇插在柳心的头上。柳心的眼睛有一瞬间凝滞。娘亲也很喜欢，谢谢嫣儿，快回去梳洗一下。娘亲还煮了嫣儿最爱喝的甜汤，一会给你端来。傅文嫣含笑看着他，心底却是掩饰不住的酸涩。有发发这个作弊神器在，即使这段时间他并不在京都，可对大将军府发生的事却还是一清二楚的。柳心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我也曾奢望过自己会有这样一个母亲，无论任何时候都对自己偏袒宠爱。可事实上，好像又要失望了呢。半个时辰后，傅文嫣看着手里的甜汤，眼中的柔和有一瞬的凝滞。这么快便要动手了吗？娘亲，这是娘亲炖了半个时辰的甜汤，嫣儿快试试看好喝吗？傅文嫣到嘴边的话停住，她原本是想问这甜汤一定要喝吗？可现在看着柳心的样子，她已经知道了答案。悄悄见面的僧人，加了料的甜汤，以及回来后总是不敢直视的眼神。母亲，你这是决定不要我了吗？傅文嫣心中万般的思绪，脸上却看不出任何异常，她只是平静注视着手中的甜汤，发发心疼的看着傅文嫣的动作。宿主，你可以不喝的，你告诉他们，无论他们再怎么折腾，原主都不可能再复活。也许你们还能和以前那样相处。不可能了，从他们选择要救原主的那一刻开始，我和他们便回不去了。发发，人一生想要的东西太多，我不该那般贪心的。一碗甜汤下肚，毫无意外的头晕目眩的感觉袭来，他下意识的朝着与柳心相反的方向倒去，却被他轻柔的往怀中一拉。柳心看着他眼角那点晕开的湿润，轻轻叹了一声：“嫣儿，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都过去了。”在京郊的别院中，庄重的梵音在别院的上方徘徊，香烛的烟缭缭绕绕，将院中搭建的祭台裹得神秘而诡异。阿弥陀佛。菩提看着被傅占成抱在怀中的女子，打了个佛接，随后指向祭台上的十字柱，还请傅将军将这位施主绑在柱上，免得老衲施法使他的魂魄逃脱。傅占成眼神一冷，抱着傅文嫣的手微微缩紧，但只是犹豫了一瞬，他便按照菩提的要求将傅文嫣绑在那十字柱上。女人只是喝了一口母亲递来的甜汤，下一秒便被亲爹绑在祭台上。这样真的有用吗？嫣儿已经死去半年之久，真的还能回来吗？傅将军放心，待老衲施法将这孽障魂魄打散，令千金自然会无恙归来。原来女人本是21世纪穿越而来，却不想穿越身份被有心之人识破，于是为换回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才有了开头这一幕。此时京都的别院内，庄重的梵音在别院的上方徘徊，香烛的烟缭缭绕绕，繁复的经文从菩提口中朗朗而出，将院中搭建的祭台凸显得更加神秘而诡异。而距离这院子一墙之隔的另一个院子中，一个和祭台上绑着的一模一样的人猛然睁开双眼。我还以为你还要再睡一会，不
不过现在醒来也不算早，可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傅文嫣沉默地看着温廷浩，又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站在窗边的景华皇后，随后收回视线，将温廷浩扶着他手臂的手推开。我不是他，殿下别误会了。温廷浩看着眼前陌生的傅文嫣愣了一下，随即无奈地笑出了声。你指的他是指之前的嫣儿？傅文嫣垂着的眼眸猛地打开，瞳孔中写满了惊讶。温廷浩无奈地笑了笑。傻丫头，你们本就不同，我们当然分得清楚。这是何意？难道他们并没有想要将原主换回来？可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晕？就在傅文嫣心中思绪繁杂之时，原本背对着她的景华皇后却转过了身，她的视线落在傅文嫣身上，虽然不如以前温和怜爱，但也并没有多少不满和怨恨。这件事我知道的最清楚，你好奇什么不如问我。是你将那和尚召进京都的，为了换回真正的傅文嫣。错了，傅文嫣是你，傅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独女。还有，我让那些和尚进京都，不是为了让嫣儿回来，而是想知道到底是谁想害我傅家的人。现在戏台子已经打好，你的替身也绑在了那祭台上，只等着幕后之人露脸。话说到这里，傅文嫣已经听明白了大概。既然是演戏，为何要给我下药？提到这点，景华皇后眼中又浮起一道杀意，却不是针对傅文嫣。自从我和你母亲从莫七九个口中知道你和嫣儿的魂魄可以换回来的这件事后，大将军府便时刻被人监视着，会瞒过莫七九个和他背后的人，做戏自然要做全套。景华皇后不紧不慢地说着，一个偷梁换柱的过程在傅文嫣脑海中逐渐清晰。她抿着唇，一时不知道自己是该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现在的场景。明明都已经做好被舍弃的心理准备了，可事情却不似自己所以为的那样。景华皇后看着她眸中复杂的情绪，沉默地将桌边食盒里一碗甜汤端到傅文嫣面前。还热着，你母亲说你醒来若是想喝便喝一点，不想喝的话等回府后她再给你做你喜欢吃的。傅文嫣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甜汤，呆呆地抬手接过。这碗甜汤里没有加任何不该有的东西，随着一碗甜汤下肚，淡淡的甜味在她唇齿间一开，瞬间将嘴里的苦涩全部压了下去。而另一侧的院子中，所谓的换魂仪式已经进行到了最后，菩提和尚一边念着经文，一边朝祭台上的傅文嫣走去。阿弥陀佛，妖孽尽散，贵人魂归。没想到就在他走到傅文嫣面前时，突然大喊一声，从袖中取出一把匕首，直直地朝着傅文嫣的胸口刺去。傅占成和柳鑫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注意力才分散，便看到了他拔刀的这一幕。住手！受死吧！留活口。是将军。然而就在贾傅文嫣刚走到菩提身边之时，祭台周围却瞬间涌现无数刺客，纷纷朝他袭去。福字亮丽。随着傅占成大手一挥，早已埋伏在此的无数士兵迅速涌现，将在场刺客包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听到武器相接的声音传来之时，几米开外的另一个院子中，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顿时脸色一变。不好，中计了，撤，快撤！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时，一道人影却突然出现在寂静的院子中。傅文嫣，你怎么会在这里？不对，就算菩提没有杀掉傅文嫣，但有他们拼命阻拦，傅文嫣也不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的位置，除非送到菩提手中的人根本就不是傅文嫣。想到这个可能，莫七九哥的眼中闪过一片慌乱。我能在这里，自然是为了答谢你的精心设计。莫七九哥，该到你还账的时候了。快拦住他！看着自己身边的几个暗卫，连一个回合都没到，便皆被斩于剑下。莫七九哥的脸瞬间一片惨白。傅文嫣的武功竟然这般可怕吗？而此时，如同煞神般的人正不紧不慢地缓步朝他走来。看着眼前不断靠近的傅文嫣，莫七九哥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一步。傅文嫣，你不能杀我！你若杀了我，我身后的人不会放过你的。你身后的人。傅文嫣重复着这几个字，慢慢挑起莫七九哥的下巴，犹如野兽般兴致勃勃地品味着猎物垂死挣扎时的乐趣。能瞧得上你，看来你身后的人也不怎么样。你若杀了我，不但得不到我身后之人的信息，还会被他报复。傅文嫣，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让我活着，对你来说才能将利益最大化。说的没错，可本小姐就是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呢。话音刚落，莫七九哥只觉一道白光在自己眼前放大，紧接着就是脸上突然一阵刺痛传来。除了这张脸，你的这双手想必你也是极喜欢的吧？说话间，莫七九哥的右手已被傅文嫣亲密地拉起，还不等他惊恐地挣脱，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感已经从手部传来。莫七九哥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院子。没错，傅文嫣不但毁了他的容貌，还废了他的手。此时莫七九哥的头上早已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冷汗，左手捧着右手，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现在的自己对殿下来说已经没用了，殿下一定会厌弃我的。似是想到那人冷漠的眼神，莫七九哥绝望地闭了闭眼。傅文嫣，你杀了我吧！傅文嫣也很想现在就杀了莫七九哥，但是救他的人已经来了。随着不远处一声闷哼传来，傅文嫣静静地看着那个方向，果然不多时，近10道人影便迅速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而为首的那道人影
竟莫名的让傅文嫣生出几分熟悉感。直到他缓缓靠近，傅文嫣不免也有些震惊，一双潋滟风情的桃花眸，眸中含着浅浅笑意，像是桃林中落了桃花瓣的一汪清泉，又纯又媚。果然是你，醉星不应该是陈国武皇子，鹤楼听嗣。